小白呀，我在监狱也就和你比较投缘，等你出去啊，去我老家把我珍藏的宝贝卖了，卖多少钱都归你，只要你每年给我账上打点钱，让我有钱买烟就行。老潘，出去有空了我就去看看。我告诉你，别看那东西造型奇怪，但是我老潘敢拿脑袋跟你保证，那东西千真万确是我从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白夜站在一座破旧的房子前，回想2年前他满刑出狱前潘富贵对他说的话，然而当时他并没有去找老潘的藏宝，他信心满满，自信凭借自己也能混出个名堂，可是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投资做生意失败，欠下了50多万的外债，天天被人催债，搞得他心力憔悴。昨天正好收到了老潘从监狱给他写来的信，让他赶紧去他老家把古董卖了，然后给他汇点烟钱。白夜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找到了老潘家，准备把老潘珍藏的古董卖了，换点钱好过年。应该是这里了。白夜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打开看了几眼，找到信上所说的放钥匙地方，拿到钥匙开了门，进到房间里面，看到有一个大木箱，木箱上有把锁，找到木箱钥匙开了锁。到底是什么古董？老潘，你要是敢骗我，以后就别想抽烟了。白夜心中忐忑地打开了木箱，木箱中是一个黑白电视机，白夜顿时傻眼了。卧槽！该死的老潘，你个老骗子！我开6个小时车来到这，以为真有什么值钱的古董，居然只是台黑白电视机，这玩意儿也算古董？哎，等等！白夜定睛细看，似乎不是电视机，只是外观造型很像，伸手在电视机上摸了几下，感觉屏幕好像灰色玉石，四周好像木头做的。这似乎是个电视机的模型，这玩意儿也算古董？谁会买这么个玩意儿？可是来都来了，还是先把这玩意儿带回去再说吧。万一真有眼光独特的老板花钱买呢？哎，怎么会这么轻？有古怪，这黑白电视机居然轻若无物，就如同泡沫做的，一点重量都没有。可这明明是木头做的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轻的木头？先不管它了，带回家再说。这时候白夜看见木箱中还有几块鸡蛋大小的彩色的椭圆形石头，没有多想，顺手也拿走了。毕竟是老潘从古墓中挖出来的，万一是什么值钱的石头呢？白夜将东西放在了汽车后备箱，锁上门，将钥匙放回原位，开车回到市里。白夜读高2时，父母就因为车祸双双离世，在观澜小区，这里有套80平的房子，是父母留给他的。高中毕业后，白夜干过很多工作，吃过不少苦。3年前在市里一家足浴店上班当主管，手底下管着几个技师，没干多久，足浴店被扫黄，白夜也因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了1年半刑期。老潘就是白夜在狱中结识的老友，因盗墓判15年，还有7、8年才能出狱。白夜单手拖着黑白电视机上楼，回到家，将它放在桌上，仔细研究。这东西没有电源线，应该不是电器，四周都是黑色木头，木头上有着很多复杂奇异的纹理，前面是一块灰色的玉石屏幕，也不知道是怎么拼装在一起的，严丝合缝，居然没有一丝的拼接痕迹。将黑白电视机翻转过来，居然在底部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凹槽。看着凹槽的形状，好像和木箱中拿的几块鸡蛋大的彩色石头差不多，不会那几块石头就是打开电视机的能源吧？古人有这么先进？白夜拿出一块石头，安装在凹槽中。嘿，还真是严丝合缝，刚好放进去。忽然间，原本灰色的屏幕骤然亮了起来，发出了犹如太阳般炽热的白光，整个房间都沐浴在强烈的白光之下。难道这玩意是个超大号的灯泡？下一刻，白夜忽然觉得自己头重脚轻，似乎身体飘了起来，瞬间就失去了意识。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的，白夜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出现在一条长长的隧道中，两旁都是漆黑一片，只有前方有亮光。靠，这是什么鬼地方？我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四周一种死寂般的安静，恐惧之下，白夜没空细想，只能拼了命的往前跑。跑了不知多久，看见前面有一扇灰色玉石做成的大门，门上写着一行字：33天门。白夜跑到门前，用力推开了门，门后是一个房间，房间四周都是木头墙壁，木头上有着奇异的黑色纹理。白夜觉得这些黑色纹理好像很熟悉，跟他从老潘家拿回的黑白电视机古董上的纹理有些像。正前方的墙壁下放置了2个柜台，左右两边放置了2排货架。这是什么房间？看着摆设倒有点像是一间店铺，可是店铺不应该是这样的，至少你得有门窗吧。这房间唯一的门就是进房间时的灰色玉石大门，看这房间格局倒有点像是个大木头笼子。等等，白夜忽然心头一跳，为什么这房间格局跟自己拿回的黑白电视机古董那么像？难道不会吧？
不可能，怎么可能有那么离奇的事？他不相信自己钻进了黑白电视机里，这也太不科学了吧！这种事说出去也没人信啊。白夜在房间里仔细检查，货架都是空的，柜台里边也是空的。不过白夜在柜台上看见了2个凸起的按钮，一个红色的按钮上写着营业2个字，另一个黑色的按钮上写着休息2个字。看样子这真的是间商铺。白夜好奇地用力将红色按钮按下去，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白夜正前方的木头墙壁居然缓缓升起。嘿，还挺科学，这比现在的那些卷闸门设计的新颖多了，也隐秘多了。当白夜看见店铺外的情况时，惊讶地张大了嘴。这间店铺居然是悬浮在空中的。白夜有恐高症，当他站在店铺门口，看着脚下是不知多高的虚空时，他面色铁青，双腿都在打颤。当白夜仰头看向天空时，看到那面升起的木头墙壁高高悬浮在天空中，原本木头上的那些奇异纹理现在也亮了起来，居然组成了6个大字：33天店铺。这真是神奇，整面幕墙不光能升起，而且还能秒变巨型广告牌，还带荧光的，即便是夜晚也能老远就看得见。这份心思，这份设计，应该能拿建筑设计界的大奖了。让白夜疑惑的是，这店名好奇怪，为什么叫33天店铺？难道这家店只开业33天吗？可是的，开在天上的店铺会有客人来吗？难道顾客坐飞机来买东西？正疑惑时，白夜突然看见天际出现了一道流星，往自己的店铺方向直直飞来的。靠近了才发现那不是流星，而是一个人，但却是踩着飞剑的人，这让白夜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卧槽，这是仙人吗？御剑飞行啊！天际出现了一道流星，往自己的店铺方向直直飞来的。靠近了才发现那不是流星，而是一个人，但却是踩着飞剑的人，这让白夜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卧槽，这是仙人吗？御剑飞行啊！道友，你是33天的新任店主，为何没有摆上售卖的物品？白夜强自让自己镇定下来，今天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他脑袋到现在还是懵逼状态。我也是刚发现这间店铺，你不进来坐一坐吗？原来道友是机缘巧合得了33天店铺呀，想必前任店主已经做古了，难怪在天庭数万年都没有看见33天店铺营业。天庭？你说我们现在这地方是天庭？看来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的前任店主什么都没告诉你吗？没有，我都没见过前任店主，这店铺也是我偶然所得。中年人愣了一下，忽然变得很热情，说道：道友如何称呼？我叫白夜。白道友，我姓古，名天龙，你若不嫌弃，可称呼我古大哥就行。既然我是第一个发现你店铺开业的行脚商，证明你我有缘，我就跟你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古大哥，你可以进来慢慢说，这样站在飞剑上不累吗？我不敢进去，你大概不知道，通天商铺除了店主人，任何人进去就是神魂俱灭的下场。这是上古天庭之主炼制的33个空间神器。古天龙给白夜讲起了上古传说。传说在上古时代，一共有33重天界，每一界又有无数星域，修士数量如恒河银沙，数不胜数。这33重天界之间，经常因为修炼资源而发生战争。最终，一位出生自第9重天界的名叫龙腾的盖世高手崛起，以无上的神通打遍诸天无敌手，最终一统33重天界，被尊为33重天之主。而后，龙腾大帝建立了天庭，统帅33天界。为了限制战争，龙腾大帝以无上神通封印了诸天界之间的通道，而为了方便诸天界之间的特产交换，龙腾大帝炼制了33个空间神器，称之为通天商铺。这33个通天商铺全部建在天庭，也就是龙腾大帝的故乡第9天界。每一个通天商铺的主人都可以带着各自天界的特产和另外商铺的主人之间互相交换，而后商铺主人再带着交换而来的特产回去贩卖，这样一来，商品就流通起来了。当然，也正因此，通天商铺被无数修士抢夺，得到通天商铺就意味着得到无数修炼资源和财富。到如今，龙腾大帝早就死去，天庭也早就烟消云散，但是33个通天商铺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这是如今的修士得到一些稀有修真灵材的唯一途径。白夜大概听明白了，虽然听着挺玄幻的，但是由不得他不信。总之，他得到的这台黑白电视机叫通天商铺，乃是一个空间神器，而地球就是33重天界，整个地球应该只有他这一个通天商铺。不知这个商铺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能赚钱吗？古大哥，那我还不知道我能卖些什么东西。你就卖你们那的特产。白夜心中顿时有些无语。地球有个什么特产？手机、电脑、汽车什么的算不算？可是这玩意儿
人家应该不需要，人家都是御剑飞行，比汽车速度快多了。如果这里的人类都是修仙者，那么地球的科技根本没用啊。古大哥，实不相瞒，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我们那儿的特产，更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能跟我详细说说吗？思考半晌后，古天龙拿出一本厚厚的小册子，递给白夜说道：“白道友，你看看这本册子，只要你们那里有这本书册上面的灵材，都能卖出个好价钱。如果白兄真找到了这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一定要先卖给我，我肯定会给你最合适的价钱。”古大哥，你手中有没有各种商品的零售价格表？我也好心中有数，该弄些什么商品。这个真没有，反正只要你拿来，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行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白道友，咱们后会有期。古天龙跟他拱手道别，而后脚踩飞剑，眨眼间就消失在天际。没想到自己的黑白电视机是个宝物，更是见到了传说中的修仙者。如果我也能修仙，能够御剑遨游天地间，这该多拉风啊！到时我的那些债务算个屁呀！自嗨了会，白夜在柜台按下了休息按钮，飘在天空的木头墙壁居然神奇的沿着来时的御室大门原路返回。不知过了多久，白夜的身影重新出现在家里的卧室内，看着桌上的黑白电视机，白夜神情复杂。能不能发财，就全靠这通天商铺了。我拿到狱友的一个长得像黑白电视机的古董，没想到我被他带到了修仙界，并且遇到了第一位修仙者。从他口中得知，这古董既是空间神器，也是修仙界售卖资源的店铺。在修仙者的指导下，我打算买些地球资源卖给修仙者。能不能发财，就全靠这通天商铺了。我就是这条黑气球。白夜，你什么意思？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对不起，张哥，我下午去了乡下，手机没信号。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你小子总得给我个话吧？当初是信任你才借钱给你，总不至于借钱借出仇人来了吧？马上就过年了，我工地上的工人也等着发工钱回家过年呢。这年头谁都不容易，兄弟啊，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也不会催你还钱的。张哥，你这么说让兄弟有点无地自容了。我白夜也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你当初肯借钱给我，是看得起我，也是想让我赚些钱翻身。可惜我没本事，投资赔了。但是请你放心，你的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最迟在腊月28之前。行，那我等你消息。兄弟，你别怪哥，哥今年也不容易，手头是真没钱了。我明白的。挂断电话，白夜就开始研究古天龙给自己的小册子，里面介绍有各种天地奇珍，还配有图片。可是将小册子翻完了，都没找到有哪一种奇珍是地球上有的。哎，这也正常，都是修仙界的珍宝，地球上哪里可能有？虽然有些看起来和地球的一些比较像，但功效介绍却大不一样，明显不是同一种。白夜很是失望，好不容易得了件神奇宝物，结果自己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货物，这让他怎么去赚钱？还欠外边50多万的外债，怎么还？哎，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明天去进些货物，多进些品种，把柜台摆满，说不定就有修士需要的呢。白夜再次翻开小册子，看到有天地玄黄参，跟胡萝卜很像。再翻看，还有太初玲珑参，跟白萝卜很像。白夜若有所思，明天把小册子上跟地球上长得像的东西都买一些，总归要去试试的。若是有一样能卖出去，那么自己就算是找到发财致富的路子了。然而，还有一个难题摆在了白夜面前，他现在兜里加起来也就100多块钱，没钱怎么去进货？借点钱吧，但是关系好的几个朋友之前就借过了，到现在还没还呢，再找他们借很难开口啊。思索了许久，白夜给之前足浴店上班的一个叫周丽的女技师发了条消息：周丽，我现在遇到点急事，想找你借2000块钱，最迟1个星期后还你，拜托了。本来白夜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周丽很快就给了他答复，第一时间赚了2000块钱过来，还回了条消息：王哥，你是个讲义气的人，我知道你如果不是确实没办法了，是肯定不会跟我开口借钱的。以前在足浴店承蒙你的照顾，你出狱后我也没有联系上你，很开心你在困难的时候能记起我，这是把我当朋友了，没说的。这2000块钱算我请你喝酒了，你回来我也没请你吃个饭，所以如果真把我当朋友，就别谈还钱的话。哎，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可是周丽居然如此义气，若不是被逼无奈，周丽也不会选择干这一行。这世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周丽是因为老公做生意赔钱，欠下巨额债务后跳楼自尽了，留下她和一个3岁女儿，还背负着债务。没有办法，周丽依然选择干这行生意。若此生自己真能赚到大钱，这份人情定要100倍1000倍偿还。
第二天一大早，白夜去菜场买了胡萝卜、白萝卜，另外买了些常见的水果，还有几株树苗、果苗、几种蔬菜种子，一共花了差不多1000块。回到家中，开启通天商铺，将东西摆上货架与柜台后，白夜打开了店铺大门，正式开门营业。没过2分钟，古天龙便御剑飞来，站在店铺门口。古天龙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货架与柜台中摆放的物品，先是眼睛一亮，继而面露疑惑之色，最后满脸失望表情。白道友，你这些货物不对劲啊！怎么不对劲了？这不就是天地玄黄参吗？外观是有些像，但是你这东西没有丝毫灵性与灵气，怎么可能会是天地玄黄参？我知道古大哥肯定不信，但是这东西绝对就是天地玄黄参。之所以它没了灵气，请容我先讲个故事。白夜清了清喉咙，开始了忽悠。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33天界也是灵气充足，那时我们那里物产丰富，各种天材地宝遍地都是，高阶修士多如牛毛。忽然有一天，天地大变，灵气一天天的枯竭，所有的天材地宝慢慢的灵气开始退化。为了保存这些天材地宝的传承，修士们收集了所有的天材地宝的种子，并一次次的种植，一次次的采集种子，经过无数代人、无数年月的种植，才保留了天地玄黄参等天材地宝没有绝种。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可是你这天地玄黄参没有灵气，于我而言毫无价值呀。白夜继续忽悠。我知道这些原本的天材地宝现在没了灵气，肯定是没有价值的。我今天费尽力气把这些东西带过来，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们33重天界还是有天材地宝的存在。我们那里是没了灵气，但是你们这里有灵气啊！我带了许多种子来，古大哥可以把种子拿回去种植，不用多久就能收获天地玄黄参了。这不可能，每一种天材地宝之所以只能生长在特定的天界里，那是天道的意志规则。我就算拿了你这些种子也没用，在我们第9天界是根本无法种植成功的。白夜心下一凉，如果连种子都卖不出去，怎么还指望靠这个赚钱把欠债还清？1000块岂不是白白浪费了？现在自己必须牢牢抓住古天龙这根救命稻草。实在不行，就把这间通天商铺卖了。这种宝贝应该很值钱吧？卖了后还清欠债，应该还能剩不少，应该够潇潇洒洒过一辈子了吧？古大哥，你我能够相见，也算是缘分了。既然这些天材地宝和种子都没用了，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卖了，不如把这通天商铺卖给你吧，我也不问你多要，你给我1000两黄金就行。白道友，不知你说的黄金是何物？白夜拿出自己一个黄金观音佛像吊坠，这是父母留给他的遗物，再怎么穷困潦倒，都从没想过卖掉。古大哥，我这吊坠就是黄金的，你看看，就是这样的。古天龙没有接，只看了一眼，就有些气急败坏道：白道友，这东西在我们这儿叫黄石，根本不值钱，是凡界的凡人用来做酒杯、放碗的石头。你知道通天商铺的价值吗？1000两不值钱的黄石就把它卖了，叫我怎么说你？可是黄金在我们33天界很值钱，能卖1000两黄金，我很知足了。毕竟33天界没有灵气，我也没法修炼，要这通天商铺也没用。如果不是我还欠了不少外债，想要点黄金还债，这通天商铺就算送给古大哥又有何妨？古天龙沉默了片刻，似是没想到白夜如此大方，通天商铺如此贵重的东西，竟然说送就送，这小子是个性情中人啊！思索良久，古天龙似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白道友，说实话，你大方的让我很意外。如果你这通天商铺是第9天界的通天商铺，那我二话不说就收下。可是你这是33天界的，你送给我，我也没法收啊。我只要敢进你商铺，立马就被天雷轰成渣了。白夜满脸失望之色，这通天商铺对别人而言可能是了不得的宝物，是莫大机缘，可是于他而言却是鸡肋，一点用处都没有。白道友，我想和你谈笔生意，如果你答应的话，一定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我虽然不知道如今的33天界是什么样子，但是大致也能猜到，没了灵气，都是凡人，每日都是为一日3餐忙碌奔波，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不如我助你踏上仙途，你在33天界种植天地灵材，种出的灵材只能交给我，利润咱们对半分，如何？不是说没有天地灵气就无法修仙吗？的确如此，没有天地灵气就无法筑道基，没有道基还谈何修仙？但是你这商铺可是在天庭，此地灵气充足，完全可以修炼。白夜愣住了，如果可以成仙，他又如何不愿意？到时候在地球角踩飞剑御剑，飞行多拉风，真有那本事，赚钱岂不是易如反掌？想到这些，立刻就要跪下拜师。然而只见古天龙大手一挥，白夜身体却无法跪下，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阻挡了他的动作。生活穷困潦倒的我，
得到了一个空间神器。神器带我来到了33天修仙界，认识了唯一修仙者。修仙者说要助我踏上仙途，但却不收我为徒，致使我内心充满了疑惑。想到这些，立刻就要跪下拜师。然而只见古天龙大手一挥，白夜身体却无法跪下，仿佛有某种神秘的力量阻挡了他的动作。白道友，你不用拜师，我的功法不会传给你，你在33天界也没法修炼我的功法。我传你的是，只要你筑基了，哪怕在33天界都能修炼的功法。这功法名为阴阳造化诀，乃是我在第5天店铺购买的极为特殊的修炼法诀。古天龙取出2个小瓷瓶，先倒出一颗龙眼大小的血红色丹药，说道：“张嘴。”白夜听话的张开嘴，而后只见古天龙屈指一弹，血红色丹药就直接进了白夜口里。丹药入口即化，还略带甜味。白夜突然感觉腹内似火烧般，全身燥热，口干舌燥。这古天龙该不会给我吃了什么不正经的药吧？怎么这么热？一时之间，白夜全身都湿透了，浑身水灵灵的，豆大的汗珠如雨般滴落。这是洗髓伐脉丹，吃了它能够排出你身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你全身经脉窍穴处于人刚出世时的那种空灵无瑕的先天状态。听了古天龙的解释，白夜终于知道了自己吃的是什么丹药了。洗髓伐脉丹一听就是好东西，只要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药之类的就好。半个时辰后，白夜只觉神清气爽，耳聪目明，身体脱胎换骨。然而这时古天龙话音又传来：“张嘴。”听见古天龙的话，白夜下意识地张开嘴，又是一颗通体黝黑的丹药进入嘴里。这是筑基丹，忍着点，可能有点疼。筑基丹药性有点霸道。接下来，白夜算是深刻体会到了古天龙说的有点疼是多疼，那简直是撕心裂肺，仿佛有万千蚂蚁啃噬着他骨头，痛得上蹿下跳的。不知过了多久，白夜忽然仰天大吼一声，只觉身体某处突然被尖锐利器贯穿了。好，白道友果然毅力惊人，任督二脉一通，开了任督二脉，就相当于打开了人体沟通天地灵气的桥梁。令白夜欣慰的是，疼痛到极致之后，体内升起了一股暖流，暖洋洋的，各处窍穴经脉都如同受到生命之水的滋润，清凉舒爽，如沐春风。过后，白夜突然感到自己仿似生出了第3只眼，即使闭上眼睛，方圆1丈范围内周遭的一切风吹草动都能清晰映入他脑海。突然也有一阵明悟，能感觉到天地间的各种灵气。哈哈，神功学开启，标志着你的识海正式生成。有了神识，你现在已经算是筑基初期的修士了。恭喜白道友正式踏上仙途。白夜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上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深深地朝古天龙鞠了一躬，道：“多谢古大哥成全，这份恩情我记下了，他日必有厚报。”古天龙欣慰地笑了，这白夜显然是知恩图报之人，他喜欢和这样品行好的人打交道。随后古天龙扔过来一个巴掌大的小布袋，说道：“这是储物袋，里边有2枚玉简，其中1枚功法玉简，记载了全套的阴阳造化诀，你只能自行修炼。这功法我是在第5天商铺里买来的，我也没修炼过，所以无法指点你什么。另外还有1枚玉简，记载了几门基础法术，你可以抽空修炼一下。”顿了顿，古天龙继续说道：“储物袋里有一个手镯状的法器，这是空间灵宝百花园。先说清楚，这灵宝很贵重，可不是送你的，是让你种植天才地宝的。如果之后我需要，你必须还给我。另外还有一把飞剑法器，1万枚灵晶，这些是我送你的。不过你现在刚筑基，想要御剑飞行，至少要修炼到筑基中期才行。对了，你要的黄金，我身上就找到一个。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在修真界很少有人随身带着。我身上之所以有一个，还是因为我爱喝酒，不记得哪一年买了一坛太尉灵酒。这酒坛就是用黄金制作的，一直放在储物界中，差点放忘了。现在连灵酒也一起送给你吧。毕竟以我现在的修为，太尉灵酒对我没什么大用了。你是筑基境，喝这酒能够加快你的修炼速度，给你正合适。而且这灵酒凡人也能喝，喝上一杯能治百病，延年益寿，回春驻颜，长命百岁。种植天才地宝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明日要远行，所以你也不用来这里等我了。这样吧，明年的今日你来这里等我，跟我说一下种植天才地宝的进程。交代完这些事，古天龙就急着离开了。白夜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今日的遭遇对他而言就像是一场梦般不可思议。神识看了下储物袋，里面是古天龙所说的几种物品，然后看了下柜台中摆放的东西，犹豫了一下，大手一挥，还是把这些东西都收进了储物袋。毕竟是花了1000块钱买的，不能浪费。关掉店铺，白夜一身轻松地回到家中。哈哈，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修仙者了。看看古大哥给的修行功法吧，这阴阳造化诀到底是怎么修炼的？为何在没有灵气的地球也能修炼？拿出那枚记载有阴阳造化诀的功法玉简，白夜将神识沉入玉简之中，立刻大量的文字图像映入了他的脑海之中。良久，白夜面色古怪地收起了玉简，
因为要修炼阴阳造化诀，只能吸收女子的先天之气，而吸收女子的先天之气并不会损害女子的身体健康。在功法运转吸收先天阴气的同时，会自动将一缕先天阳气传入女子体内，阴阳交合，反而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如果能长期坚持，健康长寿却是毫无问题的。可是以我刚当筑基的功力，暂时还只能通过女性足底的涌泉穴才能吸收这股先天之气。难道去大街上脱女人鞋子，摸女人的脚底板来修炼？那不是被人当变态了？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工作适合修炼了，那就是足疗师。这不是逼着他去足疗店当男技师吗？我就是这条该喂，林哥，我知道的，放心，3天之内，欠你的钱我一定还给你。挂断电话，白夜第一时间找了个装酒的木桶，然后将黄金酒坛中的太微灵酒转移到木桶中。如果整个黄金酒坛拿去卖，足有10多斤重，太显眼了，怕是会被盯上。想了想，白夜取出飞剑，将酒坛切成几10个小块，之后为了怕引起麻烦，就去全市各个典当行、金器加工店，每个店卖1小块，大半天时间下来才卖完，最终到手216万4500元，把除了周丽2000块没还，其余所有的欠债都还了后，还剩150多万，也算是有点的钱人了吧。周丽的钱还是当面去还吧，顺便去看一下他，请他吃个饭，就冲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肯借钱给我，这朋友可交。上集我在黑白电视机里和顾大哥相助，经历极大的痛苦，踏上仙途。回到地球后，我挨个还清大部分欠款，就剩最后足浴店讲义气的小姐姐的没还，因为我打算亲自过去换钱报恩。欢迎光临，请问先生需要什么服务？你们都有哪些服务？足疗、按摩、水疗、SPA， 我们店都有。周丽呢？她是多少号？我点她做水疗 SPA。先生，不好意思，周丽是足疗技师 ，SPA 项目她不做，要不我给你推荐别的 SPA 技师，也都很漂亮，乖巧听话的。不用了，那就点周丽洗个脚吧。白主管，好久不见了哈。是好久没见了，周丽，你好像越长越漂亮了。哪里？我变老了，眼角有皱纹了。倒是你，好像越来越年轻帅气了，尤其是气质，跟以前判若两人，我差点不敢认你了。白夜本就相貌不差，今年才27岁，加上已经洗髓拔脉筑牢道基，整个人气质大变，任谁见了都会赞一句好精神的帅小伙。你现在怎么没做 SPA 了？不想做，怎么的？你想做 SPA？ 难怪前台江姐说你本来是想点我做 SPA， 听说我只做足疗后才点我做足疗的。我不是想着照顾一下你生意吗？毕竟 SPA 提成高，你可别误会，我不是真要你给我做 SPA， 只是想让你多赚点钱。咱们都那么熟了，我也不好意思不是。说的你好像多老实似的，在之前公司上班时，你敢说你没打过我主意，只不过我没给你机会罢了。白夜有些尴尬，男人嘛，哪有不好色的？不过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周丽啊，你这就冤枉我了，我白夜绝不是一个好色的男人，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哟，你还给我装起来了？好吧，反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当我误会了。你感觉水温烫不烫？我不怕烫，你现在就是放一盆开水，我也敢将脚泡进去。他说的是实话，如今他已经是筑基初期的修士，不敢说刀枪不入，但是一点开水肯定是伤不着他的。净吹牛皮！我要真让你泡开水，你脚泡废了，不得找我要赔偿啊！还说你不好色，不好色，你老盯着我胸口看个啥？你们店这工作服也太暴露了些吧？什么叫我们工作服暴露？是你自己心怀鬼胎吧？呵呵，你债务都还完了吗？还了一大半了，剩下的再慢慢还，再过2-3年应该能全部还清。还差多少？怎么的？你问这个干嘛？你想帮我还债呀？行，我帮你还了。这种事你别开玩笑，我会当真的。我说真的，没给你开玩笑，差多少我帮你还了。怎么的？你发财了？是发了点小财。哼，你这是发了财来我这儿显摆来了。哈哈，这怎么叫显摆呢？古话说狗富贵勿相忘，凭咱俩的交情，哥哥我富贵了，不得拉你一把吗？别光说不练啊，你现在就给我转20万，我看你是不是过嘴瘾给我画大饼。白夜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一通操作，吃饱到账20万元。周丽呆住了，她没想到白夜真的给她转了20万。自从丈夫欠下巨额债务跳楼自杀后，她独自抚养女儿，这些年算是尝尽了人情冷暖。可是今天白夜毫不犹豫地给了她20万，她心底升起了一股暖意。怎么样，感动吧？你把债还掉，以后就别干这一行了，
找个轻松的工作，好好把女儿抚养成人。你干嘛要对我这么好？这世间从来都是真心换真心。前几天我找几个人借钱，没有一个人借给我，只有你二话没说就借给我了。我这人向来是有仇必报，有恩必还。现在我有能力了，能帮你的，我必须得帮。可我只是借给你2000块，你给我的却是20万啊！我敢确定，除了你，这世间没有任何人肯给我20万。我在这店里也干了快1年了，也有几个有钱的老板在追求我，但我知道，若我开口向他们要20万，他们肯定扭头就走，绝不会给，因为在他们眼里，我周丽不值这个价。你也别妄自菲薄，我了解你，你是个好女人，若不是生活所迫，你也不会选择干这行。白夜突然有些感慨道：“这世间有些人，别看职业高贵，可内心却比谁都肮脏。你虽然是干足疗的，但内心却很干净。我喜欢跟内心干净的人交朋友。”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店里的同事们都在背后说我假清高，当婊子还想立牌坊。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想哭。每天晚上下班回去，躺在床上，累得都不想动，大拇指都按得脱力了，真的想辞职不干了。可是第二天醒来，将女儿送上学后，我还是得乖乖来上班。没办法，我不上班，孩子就得跟着我饿死。放心吧，有我在，你饿不死的。你这钱我可能这辈子都还不了。这钱是我给你的，又不是借你的，不用还。就当我向灾区人民捐款了。可是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嘿，真是巧了，我刚好就喜欢别人欠我人情。周丽沉默了一会，说道：“白夜，要不我给你做个柔情 SPA 吧？”不用，我帮你真没别的心思，我不是那种挟恩图报的人，你别误会。你是嫌弃我吗？真不用，你早就不做 SPA 了，没必要为了我破坏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就洗脚按摩蛮好。真不用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想好再回答。过了这个村，可就再没这家店了。不用了，咱们就这样做朋友挺好的。周丽似乎有些失望，却也松了一口气。看感受到白夜的皮肤特别好，就开玩笑说道：“我怀疑你是不是修炼了葵花宝典的男人？”葵花宝典我是没练过，但却练过万妙销魂手，这可是按摩界的不传之秘。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切，什么万妙销魂手？哪本小说上的？我怎么没听说过？哈哈，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只有体验了你才知道厉害。是吗？你又没学过按摩，休想骗我。怎么着？试试也不敢，怕我占你便宜啊？谁怕谁？来，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会不会按摩。不要以为乱按一通就叫按摩了，这个得认穴位的。周丽毫不犹豫地坐到按摩床上，白夜坐到按摩床下的个小板凳上，开始给周丽捏脚，并且尝试第一次使用阴阳造化诀。白夜大手刚摸上周丽的脚，周丽便是浑身一颤，她的手掌仿佛带着一股神奇的魔力。从他的掌心似乎有一股热流传出，流过他的全身。这股热流其实就是来自白夜体内的先天阳气了。热流过去，一种无比清凉舒畅的感觉弥漫全身，整个人变得精神了，全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这也太神奇了，简直比吃了灵丹妙药还要神奇。呵，真的感觉到一股先天灵气自动进入丹田之中，修为有了一丝增长。尽管增长的不多，但的确是增长了。可惜的是，周丽并不是特殊体质。阴阳造化诀中有介绍，世间女子体质各不相同，其中有3种特殊体质，名为九阴体、无垢体、玲珑体。这3种特殊体质的女子，体内的先天之气是普通女子的数十倍。如果能找到几位特殊体质的女子，每天给这几个女子按脚，那修炼速度就会很快了。可惜特殊体质非常少见，万中无一呀。哈哈，周丽，你感觉怎么样？我这按摩手法还过得去吧？呀，你这按摩手法真不错，我精神真的好多了。那就好。你知不知道市里哪家足疗店招男技师，而且规模较大，生意较好？你千万别告诉我你要去应聘当技师啊！不是刚发财了吗？不会就因为给了我20万你就穷了，需要去当男技师挣钱吧？这样我会有负罪感的。不是的，你千万别多想，我只是去体验生活。你刚刚也体验过我按摩的手法了，是不是感觉很不错？有没有感觉疲劳进去，精神十足？这么好的按摩手法，我得将它发扬光大，让广大女同胞都能体验一下。我呸！你个流氓，这是打着当技师的幌子去泡妞呀！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怎么发财的了。你怀疑什么？你是不是被哪个富婆包养了？我告诉你，白夜，作为男人要有骨气，有的钱能挣，有的钱是千万不能挣的。周丽，你想多了。你看我像软饭男吗？以前的你不像，现在越看越像。瞧瞧这皮肤，这气质，还有这按摩手法，啧，简直就是富婆最爱。白夜无语了，
周丽这话她都不知该如何辩驳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把大唐足道的店长电话一会发给你，你要去应聘的话，直接联系店长就行。这男人好帅，好有男人味，尤其是他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这男人如果当技师，一定很受女客户欢迎。你好，我叫江舒雅，是大唐足道的店长，帅哥怎么称呼？上集我在足浴店第一次获得了女技师的先天之气，随后我为了修为的增长，来到大唐足道准备应聘女技师，好获取更多女人的先天之气，从而踏上更高的境界。这男人好帅，好有男人味，尤其是他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这男人如果当技师，一定很受女客户欢迎。你好，我叫江舒雅，是大唐足道的店长，帅哥怎么称呼？我叫白夜，你可以喊我白哥，朋友们都这样喊我。白哥，你以前做过足疗这一行吗？做过，不过我以前是在一家足疗店当主管，做技师倒是从没做过。那你学过足疗按摩吗？有没有系统培训过？放心吧，我既然敢来应聘，肯定是学过足疗按摩的，而且技术不差。这是我们的项目价格表，你看一下，每一个项目提成都是对半，工资日结，这个你能接受吗？可以。上班时间是下午1点到凌晨1点，中途如果有事外出，需要跟我请假。好的。好了，你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如果没有，那么今天就可以上班了。江店长，我有2点要求，希望你能同意。你先说来听听。第一，我希望只接待50岁以下的客户，50岁以上的客户你尽量安排别的技师。白夜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倒不是嫌弃某些年纪大的女客户，而是因为人体内的先天之气，只要年龄超过50岁就会彻底消失。他来这里是为了修炼，又不是真的来当技师的。18岁以下的女孩也不行，不满18岁，体内的先天之气还未完全进入成熟隐藏期，便即吸收了，会伤害女孩的身体健康。白夜可不想为了修炼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这不可能，干我们这行的，顾客就是上帝，哪有技师挑客户的？我的工资每天给你一半。江舒雅愣住了，她虽然是店长，但也只是个打工的，每个月工资加提成也就1万多块钱，而店里的男技师一般每天工资在600到1000左右。白夜居然说每天分他一半，这个算下来每月也有1万左右了，几乎相当于他的工资了。这条件实在让他无法拒绝。你再说说第二个要求。我希望我的上班时间能灵活掌握，有时我可能会迟到、早退什么的。当然，一般时候我都会守店里规矩的。行吧，我答应你了，但是这事你不能跟店里的任何人说。哈哈，当然，我又不傻，肯定是不会乱说的。欢迎你加入大唐，我带你去看看店里的环境，还有认识一下同事吧。接下来，江舒雅带着白夜看了整个足疗会所，认识了不同岗位的员工。一圈下来，白夜感觉整体算是市里的大店了。房间多，面积大，管理及后勤人员17个，女技师30多个，男技师加上他5个人。我把你拉进店里的工作群了，你改下备注，以后你就是大唐足道6号男技师了。好的。那我就去中房了。李子墨今天忙了一天，感觉有些疲惫了，本想回家休息，可是2个闺蜜硬拉着她去按摩放松一下，没办法，只能舍命陪闺蜜。来到了这，2个闺蜜是大唐足道的常客，吴欣怡点了1号技师李辉，王雅洁点了3号技师宋晓峰，李子墨没来过，让随便安排个人。这不，咱们6号技师白夜就安排给了李子墨。吴姐，您来了，还是老规矩，1个中式再加个泰式，一共2个钟。吴欣怡点了点头，目光看向白夜问道：那帅哥是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呀？这是我们今天刚来的同事白夜。这白夜长得可真精神，雅洁，你觉得呢？嘿嘿，是挺精神的。咱们子墨第一次来按摩就碰上的帅哥为他服务，这运气可真不错。李辉嘴角抽了抽，眼角余光瞟了白夜一眼。老子比那小子长得帅多了，好不？这帮老娘们儿还真是喜新厌旧呀，见到来了新人就想聊一下。宋晓峰没有理会那么大的嫉妒之心，闻言还附和了2句。是呀，飞哥虽然今天才来，可是我们这儿已经有好几个女技师在跟我打听飞哥的情况，可见飞哥的确挺招女人喜欢的。这形象这气质挺适合演古装仙侠剧的男主角，有这副皮囊，当网红当明星不比做技师强吗？美女，我是6号技师白夜，很荣幸为您服务，请问您做什么项目？李子墨是第一次来，也不懂这些项目有什么区别，只好说道道：跟我朋友一样就行。于是白夜开始给他按脚，随着他的大手轻轻按压他的脚底，
仿佛有股热流钻进了他的身体。这股热流在他体内游走一圈，带走了他劳累一天的疲惫，脖子似乎也不酸了，脚也不疼了。一扫之前的疲态，整个人立刻精神百倍了。真舒服啊，帅哥，你这手法真好。我来之前还感觉特别累，完全没有精神，这会儿却是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子墨呀，现在知道按摩舒服了吧？之前我们喊你好多次，你都不肯来。子墨，你是不是看上这小帅哥了？按摩虽然能缓解一下疲劳，但也没你说的这么神奇啊，还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你是吃了兴奋剂还是啥？喂，姐妹们，不好意思，我有事情先走了。还有小哥哥，你这按摩好神奇啊，改天一定介绍客户给你哦。李子墨走后，吴心怡和王雅洁看李子墨说的神乎其神的，把宋晓峰和李辉支走，让白夜给他俩也按了脚，这让白夜又收获2股先天之气，同时也让李辉认为白夜抢他客户，对他很不满。哈哈，每天多洗些脚，这样坚持下去，肯定迟早能晋级筑基中期。随后，白夜上班到凌晨1点钟，共收集6份先天之气。下班来到停车场，忽然间白夜看见对面走过来一群人，其中一个竟然是他的同事李辉。看这群人来势汹汹，好像是冲他来的。这是李辉找了几个混社会的混子来报复我吗？作为修仙者的他，隔老远就听见李辉的声音：“快，五哥，就是这小子，他看见我们了，别让他跑了。”作为修仙者的我，应聘到足浴殿，成为6号男技师，成功吸收到了几位女子的先天之气。由于效果奇佳，抢走了同事的客户，这不他找人来揍我吗？这是李辉找了几个混社会的混子来报复我吗？作为修仙者的他，隔老远就听见李辉的声音：“快，五哥，就是这小子，他看见我们了，别让他跑了。”很快，这群人就走到了他的面前。白夜愕然发现领头的那人他认识，此人叫陈武，此前因为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多个罪名被判处10年刑期。白夜满刑时，陈武还剩1年多刑期，估计应该刚出来不久。陈武，你丫的想干嘛呀？啧啧，之前在里边不是吹牛逼你以前混得多好多牛逼吗？怎么现在沦落到给人做打手了？我操，你是鸡头王！白夜脸黑了下来。他曾经是因为定的协助组织卖淫最近的监狱，所以不少老友给他起了个绰号，都开玩笑喊他鸡头王。今天碰到狱友了，这个绰号再度被人提及，白夜心里有些不爽了。陈武，你别乱喊行不？叫我名字白夜。嗨嗨，这不是顺口了吗？五哥，钱我已经付给你了，让你帮忙教训一下这小子，你不能因为认识他就放过他呀。陈武瞧见白夜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有些挂不住了，回头揪住李辉的衣领。马勒隔壁的，你小子胆子不小啊，竟敢斗我兄弟！五哥，你收钱不办事就算了，怎么还打我哩？陈武心里更是糟心，他出狱回来半年了，发现外面已经变化的翻天覆地，自己不是靠着以前一帮兄弟施舍照顾，他连饭都吃不起。可是他再穷，也不会对在监狱里上下铺共患难的白夜出手的。陈武，你收了他多少钱？老实告诉我。8000，陈武，你不办事就把钱还给我，否则我等一下就报警，让警察抓你。算了，别打他了。怎么说他跟我也是同事。这小子心术不正，你把他当同事，他却想找人来收拾你。以后没事别招惹我，否则下次就对你不客气了。白夜没说什么狠话，但是李辉与他目光对视，仿佛被某种洪荒巨兽盯上，冰冷的眼神令他遍体生寒。白哥，我再也不敢了。说着逃也似的离开了。陈武，找个地方吃点烧烤，大家一起喝2杯吧。白夜，你之前不是在足浴店带妹子吗？现在怎么自己也当技师了？当技师挣钱快啊，一天能挣1、2千。不会吧，一天2000？你们店不正规吧？我们是正规纯绿色足疗，没有你想的那种服务。我手法好，做得多。你们店还招人吗？白夜看了看陈武的粗犷的大块头，说道：“这碗饭你是吃不了的，你这形象不合适啊。”哥哥，我形象有那么差吗？也许有富婆喜欢我这种粗犷型的男人呢。兄弟，看来你回来过得很不如意啊，都动起了当鸭子的念头了。说实话，我出来半年了，完全适应不了这个社会。这半年来，我干过工地，送过快递，可是没有哪个工作能做满1个月的。工资低不说，关键是受气。你说我这脾气哪里受得了那种气呀？尽管陈武没有明说，但白夜能理解他的处境，因为他刚满刑时也经历过。不急，慢慢来。如果你实在吃不上饭了，跟我说，我帮你。来，白夜，我敬你，今天能遇见你，真的很高兴。我回来快半年了，你是我遇见的第1个狱友。老潘在里边怎么样？哪个老潘？潘富贵啊，就是盗墓进去的那老家伙。
哦，他呀，还不是那个样。他那人性格古怪，平日里很少跟人接触，我对他也不了解，他应该还得几年才出来吧。陈武，明天白天有时间吗？陪我一起去趟监狱，我去看看老潘，顺便给他上点账。马上过年了，给他弄点好烟，也让他过个好年。好，明天几点？你来接我，我们一起去。白夜，你后备箱买那么多烟干嘛？而且还都是1916，30条啊，这得3万吧？约了邹警官和吴监区长中午一起吃个饭。这些烟是送给他们和之前咱们监区的几个管教民警的，你知道的，在里边时他们对我很关照，也算一份恩情。今天正好来了，就买点烟请他们吃个饭感谢一下。不多久，白夜便看见邹警官和吴监区长2人走出监狱大门。邹 Sir， 吴监，这里。邹警官叫邹军，今年26岁，警官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没几年，一直在5监区工作，监区犯人都喊他邹 Sir。吴监区长名叫吴伟，今年36岁，属于司法系统的老干警了。行啊，白夜，你小子混得不错嘛，买车了。哟，陈武也来了。吴监，邹 Sir， 我昨天刚好碰上白夜，他说想来看看您和邹 Sir， 我就陪着他一起来了。行啊，你们也算有心了，每年从监区满刑那么多人，你们是头一个想到来看看我们的。邹 Sir， 吴监，想吃什么随便点。邹军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一直没怎么开口说话。吴伟就点了几个常见的，在菜单上比较便宜的菜。吴监，不用为我省钱，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随后白夜就多加了几道菜。看样子你小子混得不错呀，在哪高就啊？就是搞酒水代理，一个叫某香玉业的白酒龙城总代理，赚了点钱，现在也没干了，转给别人了。其实白夜之前做酒水代理根本没赚到钱，反而亏得倾家荡产。不过他也是要面子的，不好意思在吴监面前说自己做足疗，所以就拿这个说事。这酒我知道，是某台旗下的子品牌，卖的也不便宜。接下来几人开始叙旧，听吴伟讲着狱中的故事，白夜则趁机问了老潘的情况，得知老潘在里边挺好的，白夜就说道：吴监，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买了几条烟，到时候你给监区的民警们分一分，另外也给老潘几盒，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吴伟也没多想，几条烟而已，正常的人情往来，算不上违反纪律，随口就答应了下来。紧接着白夜还是感觉邹军的情绪似乎不是很好，一直沉默寡言，便忍不住开口询问道：邹 Sir， 怎么感觉你今天像是心事重重呢？是遇到什么事了吗？没事，我是因为家事。哎，小邹母亲病了，听说是肺癌，一直在住院，所以这段时间小邹心情一直不太好。白夜心中一动，想起了古天龙送给自己的泰威灵酒。据古天龙而言，此酒喝上一杯能治百病，那么能不能治疗癌症？这事情他必须帮。可是该如何跟邹 Sir 说？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行的，直接告诉邹 Sir 我是修仙者，人邹 Sir 能信我。邹 Sir， 我知道有个秘方，说不定能有效果，要不要给伯母试试？邹军眼睛一亮，但凡有点希望，他都希望让母亲试试。什么秘方？白夜开始瞎编，就说道：我们老家有个女的，50多岁，也是得了肺癌，还是医院确诊的晚期，已经在家等死了。她儿子是个孝子，不忍心母亲就这样离世，想尽了千方百计。后来听说仙女山上的寺庙里有一位得道高人，便上山求高人救救他母亲。高人被他诚心所打动，给了他一小壶以灵药酿制的酒，让他给母亲喝。后来呢？那酒有效果吗？后来女人喝了儿子求来的灵酒后，竟然真的痊愈了，气色看起来比之前也更好了。50多岁的人看起来竟像是30岁的少妇。村里的人都说那酒是来自仙界的仙酒。你说的仙女山在哪里？我明天就动身去山上求那高人救救我母亲。嘿嘿，邹 Sir， 这事毕竟我也只是听说，也没经过证实。这样吧，我刚好这几天要回趟老家，我帮你去山上求来试试，但是我也不敢保证一定有效果，毕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白夜，那就麻烦你了。如果真的能治好我母亲，你的恩情我肯定记一辈子。邹 Sir， 你不用跟我客气，如果真能帮到你，我会很开心的。吃完饭，白夜开车将邹军和吴伟送回监狱。当吴伟看到白夜从后备箱拿出一个大的黑色垃圾袋时，有些傻眼了。这就是你说的几条烟？这是几十条好不好？而且还是1916，这得几万块了。没事，过年嘛，吴监您给监区民警们安排一下，算是我捐赠的福利吗？等吴伟和邹军进去之后，白夜去了会见室，准备见一下老潘。好小子，你现在人看起来精神多了呀。在里边有烟抽吗？你之前给我卡上充了5000块钱，到今年差不多用完了，你要再不来给我上账，我就得戒烟了。我肯定会来，怎么说也帮了我不少，我现在也算有点钱了。等你出来，我给你养老。老潘听出了白夜话里的意思，却是一愣。嘿，这小子真把那外形酷似黑白电视机的玩意儿卖出去了。当年我找了好多倒腾古玩店的都没人要，人家还骂我有毛病。对此两人心照不宣。还是你小子厉害，
会忽悠人。反正老潘你放心，等会儿我就给你卡上充5万块钱，足够你用到满刑了。多谢了。说实话，小白你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讲义气的朋友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在里边安心改造就好，争取减刑期，早日出来。小白呀，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小白呀，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什么事？你尽管说就是，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帮忙。我有个女儿，今年应该20岁了，我想你替我去看看她，顺便拍2张照片寄到监狱来，我想看看她长什么样了。哎，我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世间我唯一亏欠的就是她了。等等，老潘，你把我弄糊涂了，你不是一辈子没结婚吗？哪来的女儿？没结婚就不能有女儿了吗？想当年我潘富贵也是一表人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不比你差，愿意替我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只不过我以前从来没跟你说过而已。好吧，你告诉我你女儿叫什么，住哪里就行了，我替你去看看她。她叫叶子欣，住在……你女儿姓叶？跟她妈姓，她妈不肯让女儿随我姓，嫌我给孩子丢人了。行吧，我抽时间替你去看看。从监狱会见室出来，白夜就来到了大唐足道上班。6号技师805房间点钟，先进足疗。白夜听到带钟房的喇叭响起来，有些意外，他昨天才来店里上班，今天居然就有点钟了。这个女人我没见过啊，怎么会点我的钟？尽管心中疑惑，白夜还是礼貌地给这女人打招呼：“美女，您好，我是6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服务。”是我妹妹推荐我来按一下的，她说你的按摩手法挺好，我主要是颈椎和腰部酸痛，这是长时间工作落下的毛病。小伙子，如果你能帮我缓解一下这个老毛病，以后我会经常来。我能冒昧地问一句，您妹妹是哪位吗？我妹妹姓李，叫李子墨，你应该认识的。她说昨天是你给她按的，技术很不错。白夜瞬间了然，点了点头，边聊天边开始给李青兰放好热水泡上脚，然后来到身后，开始先用针源给她活络经脉，按摩颈肩。我的针源注入她体内时，丹田中的针源怎么变得无比活跃？难道眼前的女人竟是阴阳造化诀中提到的3种特殊体质之一？她的手掌好热，好像有股热流流入我体内，我感觉瞬间腰也不酸了，颈椎也不痛了。这小伙子按摩手法果然如同妹妹说的那般神奇。几分钟后，白夜开始给李青兰捏脚。当使用阴阳造化诀吸收先天之气后，白夜心底狂喜。李青兰果然是特殊体质，光她一个人体内的先天之气就有20几缕。就他一个客人就能抵得上我上4天班了。如果每天能接待5个特殊体质的客户，修炼速度至少能快上10倍，也许无需1个月就能顺利晋级筑基中期。按脚后更舒服，感觉身体浑身充满了活力，就像是突然年轻了20岁，恢复到了年轻时的身体状态。而白夜此时又有些顾虑，因为刚才聊天中白夜知道李青兰是体制内的官员，不可能天天来足疗店洗脚的。想了会，白夜决定尽力劝说：“李姐，你以后要经常来按摩一下，这样对你的身体很有好处的。”我知道的，小白，你这按摩手法很不错，按了才一会儿，我精神就好多了。我也想天天来，可是我工作很忙，有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更重要的是，我毕竟是体制之内工作人员，到足疗店来多了，影响不好。李姐，别担心，你如果不方便来，我可以提供上门服务。李青兰狐疑地看着白夜说道：“小白啊，我虽然是个副区长，但是手中没多大权力，你巴结我也没多大用的。”李姐，你想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就是单纯的想给你按摩而已。李青兰笑了笑，没吱声，估计她心底不怎么相信白夜的话。怎么办？好不容易碰上一个特殊体质的女人，怎么才能让她每天都来洗脚按摩？要不干脆牺牲一下，把这个女人追到手算了。虽然李青兰40岁左右，年纪有点大了，但是身材姿色也不算差。况且我还有来自修仙界的太威灵酒，到时候给一杯李青兰喝，立马能让她恢复青春状态。那李姐，你如果喜欢，下次记得多来照顾我生意。我如果不忙的时候一定会来的。李姐，不如咱们加个微信吧，如果你需要的话，随时可以上你家给你按摩。不用了，我偶尔来一次你们店里没事的，正规按摩嘛，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只要自身立得正，也不怕什么闲言碎语。给李青兰服务完，白夜来到了中房，刚准备喝口茶，房间里的喇叭又响起来了。1号技师、3号技师、6号技师、9号技师，请到818房间做先进足疗。4人一起来到818房间，进门就发现房间里4张按摩沙发上坐着4个20来岁的年轻女子，其中3个身材很好，长相也不差，唯有其中一个特别胖，一身肥肉。姐妹们，今天我请客，
这4位技师，你们一人挑一个。若兰，应该你先挑，毕竟是你请客嘛。就是若兰，你请客就得你先挑。胖女生的目光落在4个男技师身上，似乎在斟酌该挑选哪一个，而白夜心里暗自祈祷，希望这胖妞不要选我，我可不希望给这么胖的女生服务。我就挑这个最帅的小哥哥帮我按。白夜看到胖妞指向自己，很是无语。看来人太优秀，有时候也并不一定就是好事。白夜很不情愿地给胖妞按摩，而且他也没使用针源，乱按一通。而胖妞就好像看上他了似的，不停地找白夜聊天。帅哥，你长这么帅，干嘛要在足疗店上班？我喜欢。帅哥，你有女朋友吗？没有。帅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喜欢瘦的。帅哥，你好坏哟，这是拐着弯说我胖吗？这个不用我说，只要长了眼睛都能看。帅哥，微胖的女人更可爱哟，你要不要跟我交往试试？我很温柔很浪漫的，关键是我家里很有钱哦。你家里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缺钱。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啊？跟我在一起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我怕我少活20年。作为修仙者的我，在足浴店上班，终于遇到阴阳造化诀中所说的第一个特殊体质的女人。接下来还会遇到特殊体质的女人吗？且看这集。帅哥，微胖的女人更可爱哟，你要不要跟我交往试试？我很温柔很浪漫的，关键是我家里很有钱哦。你家里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缺钱。你怎么就那么固执啊？跟我在一起可以让你少奋斗20年。我怕我少活20年。哈哈，你俩谈话笑死我了。虽然白夜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杨若兰还是问东说西的。而当白夜给杨若兰按脚时，还是习惯性的想到，苍蝇在小也是肉，顺便吸收了先天之气吧。而当白夜运转阴阳造化诀一会后，直接惊呆了，体内的真元变得无比活跃，跟李青兰的一样，是罕见的特殊体质。运气这么好吗？当白夜采集完先天之气，直接感觉修为又提升了一截。杨若兰一个人的先天之气要顶得上他上3天班了。嘿嘿，这回再看胖妞的脸，怎么突然感觉顺眼了许多？也没那么难看吧？啊，帅哥，你的按摩手法也太厉害了吧！我这会感觉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好有精神啊！给他试试泰威098，这样看起来还是太腻了。如果09能减肥成功，估计就是美女了吧？后面交朋友，吸收先天之气，也就舒心养眼了。若兰，你想要减肥吗？我有个偏方，应该会有效果，你要试一下吗？杨若兰没想到白夜突然以这么温柔的语气跟她说话，居然亲热的喊她若兰，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听白夜说有减肥的偏方，他想都没想就说道：什么偏方？我想试一下。你稍等一下，我去给你弄来。不一会，白夜端着一杯青绿色的液体，迫不及待地递到杨若兰嘴边，说道：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特制的一种神奇果酒，你赶紧喝了它吧。该不会他下药了吧？应该不会，刚才他还很讨厌我似的，况且这里还有姐妹们在。想到这，杨若兰将这果酒一饮而尽，然后不一会感觉就不对劲了。你给我喝的什么呀？身体怎么这么热？肚里好难受啊！跟你说了，这是一种神奇的果酒，效果有点猛，等药效过了就好了。白夜一脸期待地观察杨若兰的反应，他是第一个喝泰威09的普通人，他想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不行，我要去卫生间。就这样，杨若兰来回上了几次卫生间，到最后一次在里面待了半个小时，出来后，杨若兰的朋友看向突然进来的美女说道：美女，你找谁呀？哈哈哈，你们也认不出我来了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站在这里的是我。听见杨若兰的笑声，她的闺蜜都愣住了，不可思议地盯着杨若兰。我操，你是若兰？其他2个闺蜜也发现是若兰，只不过是缩小1号的若兰。这前后没有1小时，大概减掉了至少50斤，前后简直判若两人。此时的若兰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娇俏美少女。李辉、宋晓峰、张亚虎3人看见焕然一新的杨若兰，也惊讶的眼珠子都凸出来了。哇，若兰，你现在变得好漂亮呀！我早说若兰颜值不差吧？你看这瘦下来的若兰多漂亮，比咱们好看多了。白夜哥哥，多谢你了，我现在整个人都有种脱胎换骨的奇妙感觉，不光成功减肥了，而且精神比之前好了太多。瘦下来果然好看多了，算得上美女了。白夜哥哥，加个联系方式，等你有空，我必须请你吃饭，好好感谢你。好的，但是一顿饭就把我打发了。你知道我那果酒有多贵重吗？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给的，我都愿意给。杨若兰的话满是暗示，而白夜得知杨若兰身怀特殊体质后，拿出珍贵的泰威09，将她改造成美女，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希望她能每天过来洗脚，为自己修仙大计添砖加瓦而已。我就一个要求，你尽量每天都来店里洗个脚，当然必须点我。就这，白哥，你还有别的要求吗？大胆提，什么要求都可以提的，只要我有的我都答应。没有，我就这个要求，你能答应吗？行吧，我答应你了。家人们，赶快上小礼物，小心偷塔。
你好，请问你找谁？你是叶子欣吗？长得挺漂亮的。谢谢。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能不能把你的照片给几张我？要你的签名照。我只是个小主播，又不是明星，你要我的签名照干嘛呀？哈哈，你想成为明星吗？我可以帮你圆梦。白夜这话倒不是开玩笑，叶子欣是老潘的女儿，只要叶子欣想，哪怕费再大劲，她也要替她圆梦。你拿什么帮我圆梦？你很有钱吗？有一点。呵呵，那我先看看你的实力，我马上跟人连麦打 PK， 你只要帮我打赢几场 PK， 我就给几张我的照片给你。上集我第一次把从仙界得来的果酒给具有特殊体质的胖女孩服用，没想到效果奇佳，简直就是脱胎换骨。接下来去见老潘的女儿，还有什么事发生呢？请看这集。你拿什么帮我圆梦？你很有钱吗？有一点。呵呵，那我先看看你的实力，我马上跟人连麦打 PK， 你只要帮我打赢几场 PK， 我就给几张我的照片给你。呵呵，没问题。叶子欣将白夜请进屋里，坐在客厅，告诉他账号后，自己则进房间去跟人连麦打 PK 去了。对面的你别嚣张，今天我直播间来了位大哥，一会打得你满地找牙。PK 刚开始1分钟后，叶子欣就不淡定了。感谢白大哥总送的20个嘉年华，感谢白大哥送的30个大灰机。此时满屏的大礼物特效飞个不停，对面直接被吓傻了，而叶子欣也激动的捂住了嘴巴，不敢置信。这个男人为什么会舍得给我刷这么多礼物？为了照片？不会吧，是为了美色？也不可能啊，有这些钱哪里找不到比我漂亮的？想不通，真的想不通。叶子欣马上关了直播，妈妈自小就教育她，做人不能贪得无厌，要懂得见好就收。在房间里找到了几张照片，打开房门来到客厅。怎么就打一局啊？你给我刷的礼物够多了，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刷呀。诺，你要的照片就在这儿，拍的也不怎么好，好几张都是3年前拍的。白夜接过来大概看了看，很好，就这几张就行了。小叶子，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以后你有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我一定帮你。好的，我能问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吗？嘿嘿嘿，以后你就知道了，反正你只需知道我不是坏人，对你没有恶意就行了。离开叶子欣的家，白夜第一时间就去了邮局，把几张照片寄给了老潘，还附上一句话：老潘，你安心在里边好好改造，我会把叶子欣当亲妹妹照顾她。今天是腊月24，农历小年，按照龙城的习俗，小年这天都是要祭祖的。白夜买了些祭品，在南山公墓父母的墓地前待了许久，似是诉说孤独与怀念，又是告知自己的不凡经历。回到家中，正好有时间，白夜开始准备种植灵材了。从储物袋取出手镯，白夜放出神识，注入其中，下一刻，他就进入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便是灵宝百花园。这里面种植的各种花草、果树，应该是古天龙大哥种植的，看起来都很奇特，有灵性，可能很珍贵。这个花居然有7种颜色的花瓣，还有这棵果树结着如葡萄般大小的青色果实，吃一个吧。算了，不认识，万一有毒呢？白夜没有动这里面的花和果实，在另外的2块空地上撒下了白萝卜和胡萝卜的菜种，又分别撒了点池塘里的泉水。这白萝卜会是有名的天地玄黄参吗？但是目前只能先种着它。人家古天龙对此寄予厚望，不光帮我筑基，送我踏上仙途，更是把自己的灵宝百花园都借给我。我不努力种点东西出来，也没法交差啊。从百花园中退出来，白夜找了个精致的小瓷瓶，灌了点太微灵酒，准备明天给邹军送去。邹Sir，神奇的果酒已经求到了，你在哪？一会一起去医院。位置我一会发你手机上，我们在医院集合。来到医院，邹军已经在医院等着他了。白夜和邹军一起来到老太太的病房，随手将买的礼品放在床头柜上。在病房中见到了邹军的母亲陈华玉，还有邹军的妻子方圆。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白夜，他帮你去高人那里求了个偏方，你试试吧，说不定真能治好你。小伙子长得真精神，搞对象了没有？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一个？嘿嘿，不用了，阿姨，您放心，你的病肯定能好起来的。白夜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瓷壶，里面大概装了1两太微灵酒。这就是你求来的灵酒吗？是的，那高人交代了，说这灵酒很珍贵，而且药效可能有点猛，说不定会拉肚子。但是不用担心，拉肚子是正常反应，是身体在排毒。军哥，要不要先问问主治医生再给妈服用？先听听主治医生怎么说。不用了，医生要是能治好我吗？我还用4处求人寻偏方吗？要是别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方子，我肯定是不愿意试的。但是果酒嘛，喝点没事。随即，陈华玉拿起灵酒一饮而尽。过了几分钟，陈华玉突然面色一变，感觉体内似是有一团火在燃烧。哎呦，我去趟卫生间。
果然，随着同华玉跑了几趟卫生间后，再出来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方圆惊得嘴都合不拢了。妈，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妈，你变年轻了。哈哈，不仅年轻，我感觉浑身都有劲了，精神特别好。这果酒还真有些神奇耶，小王，真的谢谢你。白夜，真的多谢你了。邹 Sir， 这果酒希望你能保密，不要跟医院透露。给我领酒的那位高人再三交代了，不可向外人透露。白夜借口有事离开了医院后，方圆对邹军说道：“军哥，你这朋友不简单呀！我怀疑那领酒根本不是什么高人给的，而是他自己的。”邹军一愣，妻子是警察，而且是刑侦专业毕业的，看事情分析问题都很准的。他这么说，肯定不会是无的放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我的观察，他从头到尾拿酒、说话、看到效果都很淡定，而且一再交代要保密。也许那就是他自己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高人，他自己就是高人。如果白夜听到这话，估计会惊掉下巴，佩服方圆推理能力的厉害。不管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反正这是你要保密，听到没有？我懂，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从医院回来后，白夜接到了江舒雅的电话，说来了个特殊的客户，对技师都不满意，所以就喊他过来救场了。上集我进入灵宝百花园，种下了白萝卜和胡萝卜种子，希望能长出修仙界的天地玄黄参。紧接着用从修仙界得来的灵酒救治了朋友的母亲。回来后，我接到足浴店店长的电话，说有个特殊的客户必须我去救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请看这集。来到前台，看到江舒雅已经焦急地等待着他。白夜这客户是个女明星，来咱们龙城开演唱会的，白天抽空过来按个摩。哪个女明星啊？很出名的吗？蔡依林，听说过没有？听过，当然听说过，这可是我少年时期的偶像啊，给偶像按摩，想想就很刺激。没有多说，白夜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偶像所在的818房间。这年轻男人长得真帅，干净清爽，尤其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让人极易产生好感。依林，这个可以吗？蔡依林点了点头，虽然她已经40多了，但是保养得很好，风韵不减当年。那就你来给依林按吧，相信你应该认识我们依林。丑话先说在前头，依林来你们店按摩的事不许透露出去，只要你嘴巴紧，少不了你的小费。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依林姐还是我的偶像呢，能给依林姐服务是我的荣幸。接下来白夜准备好后，就开始给蔡依林按摩了。刚运转阴阳造化诀，体内的真元就变得极为活跃。毫无疑问，蔡依林也是特殊体质。真舒服啊，帅哥，你这按摩手法真是绝了，我颈椎一点都不疼了，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依林姐喜欢就好，这个特殊体质一定要留住。不过人家是大明星，不会天天来洗脚店按摩，怎么能留住呢？追到手吗？白夜又有些反弹了，作为钢铁直男的他，一般人都没追过，还别说人家是大明星，这样的女人他怎么去追？依林姐，你准备什么时候退休啊？如果你退休了，可以来龙城生活，到时候我天天给你按摩。我离退休还早呢，没赚到足够多的钱，我退休了吃什么喝什么。当白夜采集完先天之气后，足有30缕先天之气，让白夜大喜过望，这比杨若兰多了近1倍，比李青兰也多了1/3。杨若兰应该是3种体质中排第3的玲珑体质，而李青兰应该是无垢体质，至于蔡依林，则是最罕见的9阴体质。这种罕见体质，说什么也不能放过呀。按摩结束，李琴拿出一叠现金，大概有3万块，说道：“这是给你的小费，记住了，今日的事不要出去乱说。我如果听到任何一点有关依林的负面新闻，都会来找你算账的。”给钱就不必了，我不会出去乱说的，你们出去正常买单就行。小哥哥，这钱你可以收的，你知道，姐姐我虽然过气了，但是这点钱我还是有的。依林姐，我真不要，我只拿我该拿的钱，不该拿的钱我不要。为什么呀？我的钱烫手啊。因为依林姐是我的偶像啊，我不想给你留下坏印象。姐姐我老了，40多岁了，看你顶多25、6岁，按理你不应该是我的歌迷呀。也许是依林姐你的魅力太大了吧，反正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你。见到真人有点失望吧？姐姐老了哦，没有屏幕中好看。没有啊，依林姐还是那么漂亮，看着我都快流口水了。哈哈哈，小哥哥，你这嘴巴真甜，你说吧，不要钱你想要什么？我真的能说吗？我怕说了依林姐你会生气。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我想要你。蔡依林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然后又眯起了眼。李琴则气急败坏地怒骂道：“臭小子，你说什么呢？我们依林什么身份？你一个洗脚的技师也敢想我家依林的心思？做梦呢你！”小哥哥，虽然你长得是挺帅的，
但是你跟我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养不起我的，除非你一年能赚1个亿。不用那么久，最多半年时间就足够了。到时依林姐会答应我吗？哈哈，小伙子，你在足疗店上班，哪怕一天24小时不睡觉，给客户洗脚，一辈子都赚不到吧？你不会真以为靠洗脚按摩能挣1个亿吧？我看起来像傻子吗？我可没指望靠洗脚挣钱，我有另外的办法挣钱。依林姐，咱俩加个微信吧。如果半年内没挣到1个亿，你就把我微信拉黑，怎么样？行吧，今天我就破例加你，我倒是想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这么自信。互相加了好友，蔡依林让李琴拿2张今晚的演唱会门票给白夜后就离开了。晚上，白夜正在店里吃晚饭时，接到了陈武打来的电话。白哥在哪儿呢？在足疗店里啊，有事吗？熊海林出来了，我想请他吃个饭，然后再带他看场演唱会，借我点钱白。这家伙什么时候出狱的？他昨天刚出来的，在里边跟我一起待了那么久，于情于理我都得给他接个风洗个尘，所以想找你借点钱。这样吧，你们来店里倒找我，我请你们洗个脚，然后再一起去吃饭，陪你们玩一玩。好了，那我们打车过来。白哥，先给我赚个20块钱打车吧。卧槽，你怎么混的？打车钱也没有，前2天不是才挣了几千块吗？这么快花完了？白哥，我的钱让一个老娘们都给骗走了，如果不是家里还有箱泡面，我得饿死。算了，我给你转点钱，你自己长点心眼。现在这社会跟你进去时候不一样了，骗子贼多，尤其是女骗子，别那么傻乎乎的相信人。不一会，白夜在大厅见到了陈武和熊海林。哟，熊海林，恭喜啊，恭喜你平安归来，重获新生。靠，你小子怎么越来越帅了？差点认不出来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帅的好不好？这样，先在这儿洗个脚，等下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吃完饭再去 KTV 吼上几嗓子。正打算让人将熊海林和陈武带到按摩房时，就听到有人喊：不吼了，818房有客人闹事，66和店长都被客人打了。白夜赶紧赶过去，熊海林和陈武也快速跟了上去。不吼了，818房有客人闹事，66和店长都被客人打了。白夜赶紧赶过去，熊海林和陈武也快速跟了上去。来到818房的时候，白夜看到房间里有4个客户，其中2个看起来像是保镖。白夜没有理会，先将66号苏欣欣和江舒雅扶了起来，问道：怎么样，没事吧？还好。呜呜呜，哭个啥？再哭我把你嘴给撕了！你给老子闭嘴！小子好大胆子，知道爷是谁吗？信不信也把你这破店给砸了？白夜往说话，这客人床边走去，2个保镖估计以为白夜要对他们的老板动手，呵斥一声，一起冲了过来。白夜继续往前走，这2人出门带保镖，一看就是权贵家族，现在修为尚浅，不易招惹，先吓唬吓唬他们。你想干嘛？我告诉你，动了我后果你承担不起。我操，敢在我白哥面前装逼，找死是不？哟呵，还敢瞪眼睛，不服气是吧？白夜哭笑不得，本不想惹麻烦，但是没想到这2直接就出手了。算了，得罪就得罪了，先不管了。苏欣欣，店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跟客人起冲突了？原来这2人在按摩的时候对苏欣欣和另外22号技师动手动脚，苏欣欣委婉说本店是正规足疗，让客人尊重点，没想到就被打了。22号技师赶紧给店长发消息，店长江舒雅前来阻止，也被打了。白夜听完看他们还打在一起，叹了口气喊道：都住手！白夜稍微用了点真元，几人全部停手了。2位怎么称呼？2人冷哼一声，都不吭声，看样子心里有气，估计正琢磨着怎样报复，怎么找回场子。哼，这简直就不是人力所未为啊！看来是个得罪不起的高手啊！哈哈，我叫叶长安，他叫华东明。今日是我们有错在先，在这里给老板赔个不是，另外会给你们店技师和店长赔一点医药费，算是赔罪了。我们2个保镖也被你打伤了，我们也被你的人打了一顿。今日之事就算2清了，谁也别找后账，可以吗？白夜没想到这2个客人会如此轻易认怂，不过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很爽快地点头道：行，今晚的事就算2清了，你们走吧。说完临走时还没忘递给白夜一叠5万现金，说是给技师们的医药费。白夜，没想到你居然还是深藏不露的武功高手。是啊是啊，比电视里的功夫明星还厉害帅气。哈哈，那是店长，这些钱你给大家分了吧，我就不需要了。然后给我的2个兄弟安排个漂亮女技师洗脚。
接下来，江舒雅安排陈武和熊海林洗脚去了，而白夜则在中房接到了杨若兰的电话。白哥，今晚蔡依林在龙城体育馆开演唱会，咱们一起去看看呗。我没时间啊，有2个朋友过来了，我要招待朋友啊，要陪朋友吃饭，要请朋友去 KTV 玩，真没时间。你让你闺蜜陪你去吧。我不，我就要跟你一起。你看这样行不？我们先去看会儿演唱会，看完演唱会再去吃宵夜，再去 KTV 唱歌，好不好吗？行吧，行吧，你过来吧。白夜没办法，只能答应他，毕竟是特殊体质，还得靠他的先天之气，任性一点也只能包容了。2位大哥好，我是杨若兰。嫂子好，我是白哥的兄弟，我叫熊海林，你喊我海林就行。真不要脸，竟对着一个20岁的小姑娘喊嫂子，这还没结婚呢，这样喊合适吗？呵呵，嫂子好，我是陈武，也是白哥的兄弟。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只有2张票，不够咱4个人，我去找黄牛再买2张吧。不用买票了，我手中正好有2张。哟，这是演唱会的前排贵宾座位，你从哪弄来的？哦，这是蔡依林给我的。净吹牛，你谁呀？蔡依林认识你吗？还给你送门票。于是杨若兰那2张票给了陈武他们，杨若兰就和白夜坐到前排的贵宾席了。呵呵，白哥，这座位不错，看得真清楚。这门票你是从哪儿买到的？我都说了，是蔡依林给的，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就在这时，前排的2个人突然回头，看见白夜后，眼睛都瞪大了。哈，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叶少、华少，真巧哈，又见面了。哼，老板好雅兴，带着女朋友看演唱会呢。叶少，你们是特意从京城过来看演唱会的啊？叶长安点点头，显然不想多说，转过头去，没再跟白夜说话。白哥，这2人是你朋友？不是，我可没有这样牛逼的朋友，人家瞧不起我呢。你们有过节？之前有点小过节，已经处理了。我听你喊他们叶少、华少，他们不会是京城4大世家的人吧？4大世家？咱国家还有家族能称为世家？你肯定没听说过，这是圈内人对4个权势惊人的大家族的评价。叶、黄、李、华4大家族在京城可是人尽皆知，4家的祖上都是开国元勋，家族中的后人很多都在部委或者国企里担任重要岗位。杨若兰在白夜耳边低声讲解着有关4大世家的传闻。看来这2人确实有背景，后面想要半年赚1个亿，甚至更多的，应该可以用到他们。白老板，我们很熟嘛，拍我肩膀干嘛？哼，叶少、华少，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之前虽然闹了点不愉快，但是已经过去了，不如大家加个微信交个朋友，以后常联系。哼！白夜看见叶长安和华东明冷哼，瞧不起自己，瞬间变脸。怎么的？叶少这是瞧不起我？不知为何，看见白夜变脸，叶长安心底竟咯噔一跳，遍体生寒，连忙解释：没有，我哪里敢瞧不起白老板？没有就好。我告诉你们，这世间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的。若不是见你们一表人才，气度不凡，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别给脸不要哈！挨打也就罢了，还逼着我们加好友，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关键此人的实力强得离谱，不似正常人类，又不敢当面得罪。来，叶少，把手机掏出来，咱们加个微信，我扫你。叶长安和华东明很无奈，只能拿出手机加了白夜的微信，心里想着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不了出了龙城立刻将他拉黑。叶少这网名挺诗意的，一叶落而天下秋，叶少真有品味。叶少、华少，你2位应该认识不少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吧？白老板，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们虽然在京城有点能量，但是你如果想让我们引荐什么大人物，这个你真找错人了，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哼，你们不要误会，我是问你们认不认识那些身体不好，得了什么重病，比如癌症之类的命不久矣的大人物。如果我有本事治好他们的病，甚至能够让他们无病无灾，活到100岁，这样的人情会不会对你们家族有帮助？叶长安和华东明皆是面色一变，2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里变得异常火热。他们2人的爷爷都住在医院里，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了。如果真能治好，家族谁不对他们另眼相看？别人说这种话，我肯定不会信的。然而此人绝对是我生平仅见的一人，这样的奇人说出的话还是有几分可信度的。白老板，此话当真？你真能治好绝症？当然，但是一般人我是不会出手的，我的药太贵重，一般人买不起。白老板，
不如等演唱会后咱们找个地方详谈。今晚我没时间，等一下还要陪2个兄弟，你们可以先回京城，如果需要我出手，可以微信联系我。上集有人来足浴店闹事，作为足浴店扛把子的我，展现出超凡的能力，将其赶走。事后又得知闹事者家庭背景雄厚，为了修仙大计，强行与其加微信交朋友。这集会怎么样呢？请继续观看。白老板，我爷爷病危，希望你能出手救救他。如果你肯帮忙，整个叶家将视你为恩人。你爷爷今年多大年纪？82。那我最多只能让你爷爷多活18年。够了，能活100岁，任谁都得知足了。行，告诉我，你爷爷在哪个医院？我马上买机票动身。不用了，我已经在来龙城的路上，我过来接你，还有2个小时就到了。也行，我就在足疗店大厦的地下停车场等你。2个小时后，白夜坐上叶长安的车赶往京城。路上，叶长安有些犹豫地问道：“白老板，你真的有把握治好我爷爷？”没把握，我跟你来京城干嘛？来参加葬礼啊？呵呵呵，白老板，还请你嘴巴别那么损。我爷爷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理应受到国人的尊敬。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叶远成。咦，我好像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你可能是在政治课本上听过他的名字，他当过1届总理。我操，你爷爷居然还当过总理，难怪你叶家能成为华国4大世家之一。上午11点左右，白夜好不容易进入叶远成的病房。为什么好不容易呢？还不是叶长安的大哥父亲大伯们不信白夜，从而进行了一番口舌，才同意治疗。没想到老人病情比我想象的还恶劣，可以说是已经油尽灯枯，全是靠着高科技在吊着一口气。不过我对泰威09还是有信心的。当白夜将泰威09放到老人嘴边时，09的香气居然让叶老瞬间醒了过来。白夜刚好顺势将09倒入老人嘴里，然后老人竟睡着了，还打起了鼾。爸开始打鼾了，他肯定很累了。他有多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我感觉爸的身体似乎有好转的迹象了，你看他脸上开始有了血色。大师，咱们先出去吧，让老人家睡一会儿。几人出了病房，来到外间的会客室。叶福平让叶长安给几人泡的正宗大红袍茶叶。这茶果然味道纯正，清香扑鼻，但是茶叶中竟然隐隐含有一丝微弱的灵气，这还真是奇怪了。地球上根本没有灵气，为什么这茶叶中竟能蕴含一丝灵气呢？白夜心头电转，故意大声赞道：“好茶，真是好茶！大师，这可是正宗的母树大红袍，目前很早已经禁止采摘，这是我爷爷用特殊手段保存至今的，现在有钱都买不到，连我这辈子也没喝过几回。”说着，叶长安还打开手机相册，把大红袍母树图片给白夜看。白夜看着图片，忽然间心里一震，这似乎和古天龙给我的小册子中记载的一种名为悟道茶的灵芝很像。有没有可能，这茶真的就是无数年前遗留下来的悟道茶？叶少，我特别喜欢喝这茶，不知道。呵呵呵，白大师，你若是想要点别的，我还可以帮忙，但是你要这母树大红袍，我是真无能为力啊，因为已经封存养护好多年了，任何人都不许采摘，不如我给你弄些纯种大红袍吧，也是茶中难得的精品了。纯种的我不需要，不如你想办法给我弄点母树的茶种，我自己种植。大师可能不知道，这母树的大红袍的茶种跟一般茶树的茶种不一样，母树茶种根本无法种植，只能用插枝法或嫁接法才有可能存活。别人没办法种植，不代表我没办法，只要有种子，我一定能种活。叶长安没有办法，目光看向了正安静品茶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能好转，我去想办法给你弄点母树茶种。几人又开始静静的喝茶。过了一会，病房里忽然传出一道声音：“好饿呀，有人吗？给我弄点吃的。”当几人快速地走进病房里，看到病床上的老者时，愕然瞪大了眼，脸上表情跟见了鬼似的。之前80多岁的人，现在变得像60岁左右了。哈哈哈，扶贫中评，我感觉我病好了。爸，你身体真的好了？怎么的？你还盼着老子有事啊？哈哈，爸，你没事就好。我去海里医生来给你做个全身检查。不一会，医生过来检查后也直接惊呆了。叶中平叮嘱医生此事不可外传，医生当然不敢得罪叶家，就只能守口如瓶了。哈哈，活着真好啊！我感觉现在身体像是恢复到了年轻时的状态，视力变好了，耳朵也灵敏了。你们给我吃了仙丹还是咋的？爸，这次你能活过来，真得感谢你的孙子。要不是长安结识了白大师，还费尽心思将白大师请来，您老多半是熬不过今天了。你不知道李主任今天凌晨还给我们发了病危通知书，
我们都以为您熬不过去了。叶远成的目光落在了病房内陌生的年轻人身上。爸，这年轻人就是白大师。叶老，您好，我叫白叶。白大师，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叶老，您客气了。其实我对您也是有私心的。哈哈哈，我喜欢诚实的人。大师你放心，只要我叶家能办到的，必定会帮忙。白大师，此次我叶家承蒙您的大恩，不知道能为您做点什么。其实我就是想做点小生意赚点钱，不知道有什么门路。大师不像是缺钱的人呢。哈哈，其实我对金钱没什么欲望，但是我这边有几个女人，她们需要钱，没办法，为了讨女人欢心，我必须得赚钱啊。白夜其实赚钱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为了增长修为，获取先天之气。以后如果遇到特殊体质的，能用钱留在身边就用钱，能给权力的给权力，或者开更多足疗店等等。那白大师想要赚多少钱？怎么也得几个亿才够吧。我用修仙界得来的太微灵酒救活了朋友的爷爷，并且意外发现母树大红袍有可能就是修真界的悟道茶树。接下来如何，请继续观看。那白大师想要赚多少钱？怎么也得几个亿才够吧。这个简单，这样吧，马上要过年了，等过完年我安排一个人过来听你安排，怎么赚钱他也会给你安排的。白夜在酒店住了一晚，早上8点多钟时，叶长安问他起床了没有，说是带他去游玩京城。白夜谢绝了他的盛情，说自己要赶回龙城。叶长安让他在酒店等一下，说是送车。白大师，这是车钥匙，车就停在楼下停车场。这辆车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哦，居然是一辆兰博基牛，这可是顶级豪车，开着去足疗店上班，会不会太张扬了？白大师，你可千万不要拒绝，之前我对你多有得罪，这算是赔罪的一点小礼物。那行吧，车我就收下了。白夜给叶老服用的太微灵酒乃是修仙界才有的，放在地球那就是无价之宝，收叶家一辆车算不了什么。还有，等大红袍母树种子到了，你给我发消息，我亲自来取。好的，等种子到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白夜来到地下停车场，果然看见了一辆全新的很拉风的兰博基牛跑车。打开导航，白夜启动车子，满意的开往龙城。上午11点钟左右，白夜回到家中，第一时间将小册子《天地奇真录》打开，然后翻到介绍悟道茶那一页，只见上面记载：悟道茶乃是天地初开时诞生于混沌中的奇木，植株高约5尺，树叶翠绿，取嫩叶兑热水冲泡，有凝神静气、开窍悟道之奇效，故名悟道茶。白夜再看看下边的配图，果然跟母树大红袍的相似度在90%以上。哈哈，这应该是错不了，母树大红袍应该就是悟道茶。转眼间过年店里放假了，白夜无事就进入了百花园。蔬菜还没发芽，倒是古天龙大哥种植的七彩花和不知名的青果是成熟的。哎，我虽然不认识，但是别的修士肯定认识啊，或许可以把这东西摆到通天商铺中，如果有修士来买，就可以趁机跟别的修士交流一番了。白夜拿了个小篮子摘了一篮水果，然后又采了几朵七色花。出来后，开启通天商铺，穿过长长的黑暗隧道，白夜再次来到了商铺里，将不知名水果和七色花摆上柜台，按下商铺营业的按钮。等了3个小时，居然没等到一个客人，难道是这商铺位置太偏僻了？再等会吧，还没人就回家睡觉。就在白夜快失去耐心的时候，天际出现一道流星，眨眼之间就已经来到了白夜的商铺前停下。咦，道友，你这33天商铺就只售卖七星雪兰花和天元果吗？原来这2样灵材的名字叫七星雪兰花和天元果，暂时只有这2种，道友买一点吧。这七星雪兰花和天元果虽然也算珍贵，但与我无用。你们33天就没有点别的特产吗？倒是有悟道茶。悟道茶？你手上有悟道茶？你这店家真是狡猾，这等宝贝不拿出来售卖，是怕我给不起价吗？放心吧，你的悟道茶有多少我全收了，我身上的灵金不够，还可以拿物资跟你交换。呵呵，道友有所不知，悟道茶虽然有，但是暂时还只是幼苗，尚未成熟，想要等它成熟，估计得2-3年。哦，还得2-3年啊，就不能想办法尽快催熟吗？催熟？用什么催？如果道友手中有稀土，当然是最好的。商品的稀土只需撒上一点，1天就能催熟了。稀土？道友所说的稀土是？哦，我说的稀土就是稀壤，天地奇真录中有收录的，是土系灵物的一种。道友，这稀壤我没有啊。这样吧，既然你手中没有稀壤，那我卖一些清净琉璃水给你，
清净琉璃水虽然催熟的效果不如熙壤，但是也能加快植株生长10倍以上的速度了。什么价格？我给你当然是最低价了，1万0金1瓶吧。道友需要多少？1万0金1瓶，我只有古大哥给的1万0金，也就全部身家就只能买瓶水啊！哼，可是我现在手上0金不多，要不我拿这7星雪兰花和天元果跟你交换吧。说实话，像你这么穷的店主，我真的是头一次见。你守着店铺居然卖7星雪兰花和天元果，这实在让我无语了。怎么穷人到修仙界也遭人瞧不起啊？交换可以，但是你答应等悟道茶成熟，能卖给我2两以上。行吧，到时候等悟道茶成熟，一定先卖给你。不知道友怎么称呼？我叫夏青青，道友你呢？我叫白叶。看道友你这里一共是5朵7星雪兰花和45枚天元果，7星雪兰花给你算10万0金1朵，天元果算3万0金1枚，总共是185万0金。我给你185瓶清净琉璃水，没错吧？白叶点头，夏青青一甩手，扔了个储物袋给白叶。白叶神识进入其中，一看之下立刻傻眼了。数目倒是没错，瓶子不大，一瓶大概只有1斤的容量，但是居然全是金光闪闪的黄金瓶。黄金在修真界居然只能当做装水的容器，185个黄金瓶啊，每一个怎么着也得有2斤以上了。185个瓶子，差不多得有400斤黄金，这得值多少钱啊？白叶不动声色地将这些黄金瓶转移到自己的储物袋里，然后将柜台中的7星雪兰花和天元果装进储物袋，扔给夏青青。白道友可别忘了，等悟道茶成熟了，一定要给我留2两。放心吧，一定会的。对了，夏道友，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7星雪兰花和天元果到底有什么作用？白叶这话一出，夏青青看着他的眼神立刻变得怪异起来。良久后，刚才我就有疑问，见你修为才筑基初期，我还以为你是用什么秘法隐藏了修为，现在看来，你该不会是真的才筑基初期吧？我刚修炼不久，这通天商铺也是刚得到不久。原来如此，白道友真是好机缘，得到了通天商铺这等神器，将来的前途注定不可限量。我跟你说吧，这7星雪兰花和天元果都是酿制无极醉仙酒的主材，以你目前的修为，无极醉仙酒肯定是不能喝的。此酒是给道果境以上修士服用的，能够凝练道果，是极为珍惜的灵酒。夏道友手中有没有筑基境能用上的丹药？我在你这里购买一些。这种低阶丹药我哪里会有？我筑基都已经过了6000多年了。6000多年？白叶目瞪口呆地看着相貌只有20来岁的夏青青。这夏青青居然是个6000多岁的老妖精。是啊，我如今已是道结境，在第9天界也算高阶修士了，怎么可能还留着低阶丹药？夏青青走后，白叶就关了通天商铺，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11点了。6000岁到结境，筑基境想活1000岁肯定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证得道果修出神通的修士，寿命才有1000年以上，得吸收多少阴气才能修炼至道果境？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得寻找特殊体质女子。紧接着，白叶进入了百花园，取出清净琉璃水，然后给白萝卜种子浇上了一些水。哈哈，明天早上起来看看效果吧。上集我在百花园里采集到灵材，经过古董电视，又来到修仙界自己的店铺，用灵材与6000岁美女交换到了可催生植物快速成长的清净琉璃水。当我拿回此水用于白萝卜种子，会发生什么效果呢？请继续观看。第二天，白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百花园观察白萝卜的长势。哈哈，仅仅是过了1晚，白萝卜种子就已经抽出根和幼苗。这清净琉璃水果然是能催生植物生长的好东西啊！接下来，白叶也把胡萝卜也浇了一下，希望能长出天地奇珍榜上的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出了百花园，白叶接到了叶长安的电话。白大师，你要的母树大红袍的茶种已经到了，是我派人给你送过来，还是你亲自来京城取？等着，我马上出发来京城。大师，您来了，这是您要的母树大红袍种子。大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郑平，之前是跟我叶家做事的，现在让他跟着你，赚钱的事你交给他就行。郑平，好好跟着白大师，他是我叶家的恩人，一定要让白大师满意。如果让大师不满意了，什么后果你是知道的。放心吧，叶少，我一定好好为白大师做事。白大师，鄙人郑平，最近一段时间我就跟着您了，您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吩咐我，我来安排。别叫我大师，就叫我名字或者喊我白哥都行。接下来，白叶不打算回去，
就在京城过年，叶长安让郑平给白夜安排了一套房子住了进去。大红袍种子关系到以后修炼资源的获取，得赶紧种到百花园。随后，白夜进入百花园，将母树大红袍的种子都种下，然后给每个坑浇上清净琉璃水。出来后，接到郑平的电话：白哥，你把身份证的正反面发给我，我让人帮你注册一家公司。注册什么公司？就是一家投资公司，这些事你不用操心，我会安排人来操作，保证赚的钱来源都是干干净净的。哼，这赚钱对于有实力的人来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看来我以后就只等收钱就可以了。正准备挂断电话时，白夜忽然想起了自己手中的100多个黄金瓶子，就问道：郑平，我手头有一批黄金，你能帮我处理掉吗？白哥，有多少黄金？大概200公斤左右。我操！能黄金在哪儿？我叫人来处理。我马上让我朋友送进城来。挂断电话，白夜一个电话打给了陈武，让他带上熊海林一起来京城玩，顺便给他们安排点事干干，让他们也挣点钱。卧槽，这大螃蟹1800一只啊，怎么不去抢啊？你个土包子，这叫帝王蟹，就是这么贵，这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东西。那就来3只，咱们一人1只，也让你俩尝尝鲜。白哥，这太贵了，咱们吃点便宜的就行，用不着这么破费。没事，请你们吃顿好的也是应该的。等过完年，你们就在京城住下吧，我安排点事你们干，好好挣点钱。挑完海鲜，3人上了2楼包间。白哥，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发达了还记得我们2个。白哥，我也敬你，没说的，我陈武今后就跟你混了。咱们之间用不着客气，毕竟大家一起共患难过，我有能力了，当然会第一时间想着帮帮你们。3人边吃边聊着，突然包间的门被人重重推开，一个年轻女孩闯了进来。3位大哥，我在你们房间躲会儿可以吗？有坏人要抓我。美女，是什么人要抓你？这可是京城啊，还有这么无法无天的人吗？哈哈，你倒是跑了，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大哥，救救我！哥们儿，有什么话好好说，欺负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滚一边去，有你们什么事？我们大哥可是赵虎，你们敢插手此事，不怕若祸上身吗？哟呵，小崽子们，闯我们房间来也就算了，还敢在这横，马上滚出去！这女的欠了我们大哥100万，一直不还，今天好不容易抓到她，肯定要把她带到虎哥那儿。你胡说，我抵押200多万的保时捷才借你们100万，现在我都不要车了，你们现在却说我得还还你们利息100多万，这不是明抢吗？哈哈，王思梦，你别瞎说啊！借钱时就说好了的，车子是利息，我们可是真金白银借给你的，而且你还打了欠条，有欠条在，这100万你躲得过去吗？哼，谁家利息3个月100多万，你们就是敲诈！听到这，白夜3人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呵呵，什么狗屁虎哥，我不认识，他有个屁的面子，识相的现在立马滚出去！卧槽，老子就不走，怎么的？有种你动我一下试试。呵呵，试试就试试。卧槽，你真敢出手！此时，包间里另外的2个年轻人都吓住了。白夜看着似乎挺秀气的，哪知道出手这般暴虐。大哥，我们马上走，马上走！天啦，这男人好帅，好 man， 动作太酷了！来，咱们继续吃，别浪费了。大哥，我能不能坐下来吃一口？你要是不怕这群人等会儿回头找你，那你就坐下来吃点吧。王思梦是个自来熟的性格，听白夜这话，毫不客气的在白夜旁边空椅子上坐下。大哥，对不起哈，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赵虎是京城的地头蛇，得罪了赵虎，你们在京城行事得小心点了。没事，如果那赵虎不来惹我就算了，惹上我就算他倒霉。大哥，我叫王思梦，3位大哥怎么称呼？我叫白夜，你喊我白哥就行。那个瘦的叫熊海林，粗壮的是陈武。吃完饭，白夜几人要走了，没想到王思梦死缠烂打的要跟上。白哥，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现在一无所有了，你就让我跟着你吧，我很能干的，端茶倒水，铺床暖被，我都行的。美女，你成语用错了，应该是铺床叠被，不是铺床暖被。我没用错。真错了，不信你查查字典。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用错成语了。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事，我就是说说而已。我这兄弟就这样，喜欢抬杠，
喜欢挑刺，喜欢钻牛角尖，他人其实不坏。哎，这女的嘴皮子挺利索，也挺会察言观色的，也许可以把她带在身边，帮我找修炼的女人。行吧，那你就暂时跟着我，不过暖被窝就不用了呀。白哥，那咱们现在去哪儿？你得给我安排个住的地儿吧。那你们都住我那里吧，正好4间房，1人1间。不过王思梦你是女的，跟3个大男人住一起，你怕不怕？没事，你们大可以把我当男人当兄弟，嘿嘿。说起来，咱们都有相同的爱好，做兄弟也没问题。相同的爱好，这是什么意思？自己去想。到底是什么相同爱好？上集我将得来的母树大红袍种子种到了百花园里面，浇上了清净琉璃水，期待长出悟道茶。后来带着好兄弟吃饭，遇到了地头蛇欺负女孩，仗义相救。接下来会有什么故事，请继续观看。白哥，这房子真不错呀，在京城这套房至少价值2000万以上了，我住哪间？除了主卧是我的，剩下的3间你随便挑。白哥、五哥、海林哥，今天的事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很感谢你们仗义相助。不客气，既然能相遇，证明咱们有缘。你现在就跟着我办事，放心，亏待不了你的。白哥，那我们在这边是干什么？等一下就给你们安排，我等会儿叫个人过来，你们2个就跟着他做事，都放机灵点，赚钱肯定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几人在客厅聊着各自的经历以及家庭情况。陈武是孤儿，熊海林也父母双亡，而王思梦父母离婚之后，母亲带着他改嫁，并且也随后爸姓。虽然后爸比较有钱，但是后爸的儿子欺负他，母亲也不袒护他，所以上大学后就没回去过。我的童年很幸福，父母对我很好，只可惜在我15岁那年，父母出了车祸离世了，给我留下了一套房子，还有几10万的保险赔偿。在那之后，我都是一个人生活，已经习惯了。现在社会车祸太常见了，我上小学时听我爸说，我有个亲戚就是出车祸走的，是我爸的堂哥，我应该叫他堂叔，他就是你们龙城人。堂叔的儿子那时上初3，应该正好也是15岁左右。王思梦，你老家是哪里的？清泰啊，就在龙城旁边。你爸不会叫王有才吧？啊，你认识我爸？认识，我还见过你呢。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那时你才2岁，刚学会走路不久，特别调皮。你不会就是我那堂叔的儿子吧？哈哈，是不是感觉世事很奇妙？是的，是的，堂哥。这个没叫错。太不可思议了，这真是缘分啊！俺也觉得是。大概5点多钟时，白夜给郑平打电话说黄金已经送到了，让他过来处理下。不到20分钟，郑平带了2个人拉走了黄金，白夜则给郑平介绍陈武和熊海林，并且确定了过完年后跟着郑平做事。郑平走后，王思梦则焦急地问道：堂哥，这郑总我在电视报纸上见过，四海集团董事长，身价100亿，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对你这么客气？呵呵，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好吧，那我呢？你准备怎么安排我？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我是搞企业策划和广告设计的，还有活动营销，也经常帮一些商家和店铺搞促销引流活动。那我问你个问题，假如我跟人打赌，赌的是谁能在规定时间内摸到更多女人的脚，并且每人摸3分钟，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堂哥，你不会真的跟人打赌了吧？这种奇葩的赌局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是考验你的营销策划能力，你给我个答案，我看你能力怎么样。陈武和熊海林也被白夜提出的这个问题吸引了，都在思考问题的解决办法。白哥，我有个主意。哦，京城有许多喜欢跳广场舞的大妈，你只要买点米油鸡蛋什么的，化个妆，穿上道袍，到广场上搞个活动，打着原始天师教摸脚赐福的旗号，只要给大妈们摸脚3分钟，就可以赐福给大妈的家人，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富贵。每个大妈接受赐福后，还可以免费领1袋米、1壶油、1斤鸡蛋。你这办法行不通，别人都是摸顶赐福，那是摸头顶，不是摸脚板。你这杠精又要抬杠是吧？摸脚赐福怎么了？谁规定只能摸顶赐福了？我原始天师教就是要摸脚赐福。你这是异端邪教，会被国家铲除的。你在抬杠，老子揍你了哈！来呀，你说不过我就急眼了是不？白夜听不下去了，这就是2个活宝啊，呵斥了一句：别吵了，我刚才忘说了，还有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年龄不超过50岁的女人才算数。过了会，王思梦则灵光一闪，说道：堂哥，你可以找一家足疗店，跟老板沟通商谈一下，在他店里搞一场促销活动，就是春节女士专场，
所有女士7日内来本店洗脚按摩完全免费，还送精美小礼品。不过进店的女士需要先体验一下本店最新的按摩手法，限时3分钟，这就是为你准备的了。3分钟之后就把客户交给足疗店里的技师，并且所有来消费的女客户都由你来买单。这个主意任何一家足疗店老板都会同意的，唯一的不美之处就是怕人家老板会把你当成傻子，人傻钱多的那种。哦，王思梦的这个办法完全可行，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年后回到大唐足道也可以这样实施。好了，现在给你们3人安排个任务，就去找京城生意比较好、女客户比较多的大型足疗店，跟老板沟通一下，就按王思梦的主意来。不是吧，白哥，你玩真的？我还以为你开玩笑的呢。快点去，这事很重要，越快越好，最好明天就开始。我先给你们转100万活动资金，事情谈妥后，我再给你们每人5万块的奖励。好的，白哥，我们现在就去办这事。王思梦，走吧，我们都听你的。第二天，白夜就开始在一家足疗会所开始按脚了。因为找到会所后，老板很快答应了，并且快速在朋友圈、各大视频平台进行了1夜的宣传。哎呀，芊芊，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吧？就当是陪我好不好？放心好了，这里是正规按摩，你今天玩了一天，肯定也累了，正好泡个脚按摩放松一下。表姐，那我在这大厅等着你吧，我不用按摩，你自己去按就行，还能省点钱。放心吧，这里春节搞活动，7天免费女士专场，还送1份精美小礼品。说着，沈月拿出一张广告宣传单给他看。顾芊芊果然在宣传单上看见了大大的免费2个字，而且精美礼品3选1中有她刚好需要的一副小巧的蓝牙耳机。她没有多少钱，一直舍不得买。罢了，哪怕不想按摩，为了这副蓝牙耳机，就去体验一下吧。2人来到队伍后面开始排队，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轮到了顾芊芊。白夜毫不客气地捏起顾芊芊的玉足，按着她的涌泉穴运转阴阳造化诀。卧槽！体内的真元仿佛开水一般沸腾起来。毫无疑问，这女孩是个罕见的特殊体质，而且肯定是3种特殊体质中排名第1的9阴体质。因为真元活跃度比之前遇见李青兰、杨若兰还有蔡依林时的反应更为激烈。这也太舒服了吧，难怪那些有钱人喜欢按摩。过了7、8分钟，白夜依然采集着顾芊芊的先天之气。别人都是2、3分钟，而这帅哥怎么还在给表妹按脚？难道是看上她了？不应该啊，我这表妹长得也不咋样，又是农村来的乡下丫头，这帅哥没道理看上她呀。大约过了1刻钟，白夜才吸收完先天之气。我靠，在这女孩身上居然吸收了整整200缕先天之气，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之前最多的蔡依林也只不过是30缕而已，一定要拿下，一个人就相当于洗200个脚。有了她，还上什么班？这真是个宝藏女孩啊！顾芊芊被白夜笑着盯得有些难为情，不由得脸上一红，赶紧起来。表姐，咱们走吧，去按摩去。看到顾芊芊去按摩房了，白夜直接不按了，让店里工作人员安排后面的人直接去按摩房让技师按摩，自己则和另外的女技师来到顾芊芊、沈月所在的按摩房。贵宾您好，我是168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服务。这难道不是刚才那帅哥吗？不是在做3分钟体验按摩吗？怎么跑这房间来了？我想让他给我按，你去给我表妹按。上集我接受了王思梦的主意，以最快的速度合理的摸到女人的脚来采集先天之气，从而发现了特别体质的女孩足有200缕先天之气，因此为了修仙大计又去找到她，并且准备追到她。这集会怎么样呢？请继续观看。我想让他给我按，你去给我表妹按。对不起，女士，因为本次活动是免费的，不允许挑选技师，请你理解。沈月无奈，只能接受这个说法，本来就是不花钱的，若还要挑3拣4，确实说不过去。来，你试试水温合不合适？挺好的。接着白夜就开始给顾芊芊按起肩颈。这男人的手掌很热，仿佛有一股热乎乎的暖流进入4肢百骸，瞬间带走了全身的疲惫。看美女好像不是京城本地人吧？我老家是江北农村的。那你是搬家到京城了吗？不是啊，京城房子这么贵，我哪里买得起？我是来参加表哥婚礼的，今晚还是表姐硬拉着我来这里免费按摩的，否则像这样的地方，我这种乡下穷丫头一辈子都不会踏入的。幸好搞了这个活动，否则就错过了这个特殊体质女孩了。王思梦这次算是立了大功了。而另一边，女技师也在和沈月聊天，不过聊天的内容大都是围绕沈月的表妹顾芊芊的。
这男的难道真的看上表妹了？从体验区按摩到按摩房，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那种欣赏的眼神，就好像顾芊芊在他眼里是一件精美的珍贵艺术品似的。帅哥，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能诚实回答吗？行吧，什么问题？你是不是看上我表妹了？这还真是直接啊，看来这女人挺精明的，这么快就看出来了。表姐，你不要乱说，我又不认识她，她怎么会喜欢我？是啊，我喜欢她，非常喜欢，从看见她的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顾芊芊张大了嘴，脑袋一片空白，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应对，只能装作没听见的一声不吭。芊芊，听见没有？这帅哥说喜欢你，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表姐，这小哥哥是开玩笑的啦，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上我这样的农村丫头？我没开玩笑，我是真的喜欢你。顾芊芊又傻眼了，回头对视了下白夜明亮深邃的眼睛，她的心脏就不争气的扑通乱跳。你别喜欢我，你不能喜欢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不配。这是个什么意思？感觉他的话里有一种哀伤和深深的不甘与无奈，他身上一定有故事。你可以先试着跟我交往一段时间，如果我表现好，你就答应我好吗？不行，我不能害了你。那这样，咱们先加个联系方式吧。你要是有什么顾虑，可以跟我说，咱们一起解决好吗？不用考虑了，我是不会接受的。你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不值得。白夜没想到宝藏女孩居然这么倔，没办法，只能使用迂回战术了，先从她身边人入手吧。表姐，咱俩也加个微信吧。你跟我说说你这表妹的情况，帮忙做一做她的思想工作，我给你发个红包。好吧，但你别喊我表姐，我才23岁，别把我喊老了。这男人也是脸皮够厚的，八字没一撇呢，居然喊我表姐。刚加完好友，忽然一条转账消息跳了出来。我靠，1万块！他说的红包是1万块，顶我2个月工资了，这钱能收吗？刚想张嘴问，突然又收到了白夜发过来的消息。不用惊讶，把钱收了，别声张，帮帮忙，只要事成，另外送你100万。第二天是年30，一大早白夜还在睡得正香之时，手机响了，抓起手机一看，却是宝藏女孩的表姐沈月打来的。白夜按下接听。白哥，等一会儿我准备带表妹去爬长城，你要一起去吗？这可是增加感情的好机会。定位发给我，我马上过来接你们。10分钟后，白夜就急匆匆地出发了。爬长城好呀，今天去爬长城，明天去逛故宫，后天去颐和园，反正叫沈月每天带着顾芊芊去玩，玩累了就好找借口给她按脚吧。这是兰博基牛呀，看来白夜真是个有钱人呀。表姐，你说一起去的朋友就是他，他也要跟我们一起去吗？是啊，他听说你今天想要去爬长城，自告奋勇要过来保护我们。哼，表姐这是准备把我卖了呀，迫不及待的想尽办法创造机会，要促成我和白夜。顾芊芊正犹豫着不想去了，沈月却是连推带拉的把她拉上了车。到了长城，顾芊芊心情仿佛好了一些，没有再板着脸了，加上白夜修仙者的气质和神秘感，使得顾芊芊内心不知不觉开始接纳白夜了。大概下午3点多时开始返程，白夜直接把他们带到昨天的足疗会所。白夜，你把我们带这里来干嘛？今天玩了一天了，走了那么久的路，你肯定累了。来这里，我帮你捏脚按摩一下，等一下再送你们回去。芊芊，我也累了，来按摩一下，等一下再叫白哥送我们回去。顾芊芊没办法，只能顺从安排。白夜则开始给顾芊芊按脚。卧槽，今天居然从顾芊芊体内吸收了400缕先天阴气，比昨天翻了一番，这也太奇怪了吧？难道明天800缕，后天呢？1年后呢？按照这速度，明天就能突破到筑基中期，半个月之内必定突破到筑基后期，1个月内必定能晋级到种境，1年内必定能成就道果，10年内必定突破到劫境。哈哈哈哈哈！顾芊芊看着此刻的白夜，似乎状态不对劲，浑身在颤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白夜，你怎么了？啊，没事。我是太激动了，对不起，有点失态了。激动？为什么激动？给我按个脚就激动了？不至于吧？芊芊，我给你在京城买套房子，你搬到京城来住好吗？啊，不要，我父母还在江北农村啊，我过几天要回家陪父母。没事，把你父母也接到京城，给他们也买一套房，再给你买一辆车，你随时可以开车过去看他们。不用了，我还是想回江北家乡住，京城虽好，却不属于我，我住不习惯。芊芊啊，你就答应下来吧，
你不是说大姨和大姨夫还欠了不少债吗？白哥也会帮助你的，这样也会让父母去掉重担，让他们享享福，安度晚年。顾芊芊沉默了，似乎在内心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芊芊，你爸妈欠了多少债？我等下转你1个亿，你先让爸妈把债还了。如果钱不够，我再来想办法，哪怕10亿、100亿，我都会替他们还的。1个亿，天啦！白哥张嘴就是1个亿，10亿、100亿都行。这顾芊芊何德何能？他凭什么就能得到这么阔绰的绝世好男人的喜欢啊？要不了这么多，我爸妈就欠了10几万块钱。没事，就给他们1亿，让他们好好的享受生活。他们把你生出来，也算立了大功，该奖赏一下。我有一个要求，你如果能同意，我就答应跟着你。顾芊芊终于下定了决心，表姐说的没错，她不能这么自私，父母的养育之恩她还没能报答。别说1个要求了，10个、100个我都答应。我可能只能陪你3个月时间了，你要是不介意，我就答应你。不行，才3个月，怎么可以？我要你永远陪着我，3个月哪里够？我的3个月就是永远。啊？莫非顾芊芊得了什么绝症？芊芊，你不会是得了什么绝症吧？是的，我从小身体就不好，经常昏迷。2个多月前，我在学校宿舍又晕倒了。同学把我送到医院后，医生告诉我，我得的是白血病，而且是极为罕见的一种白血病，估计寿命最多只有几个月了，所以我休学了。父母就逼着我来参加表哥的婚礼，说不能让我白来人间一趟，怎么也得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首都玩一趟。宝妹也太可怜了，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好男人，可惜他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宝妹也太可怜了，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好男人，可惜他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我只剩3个月的生命了，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愿意，不过谁说你的生命只剩3个月了？医生说的呀。问过我了吗？我同意了吗？放心吧，有我在，你死不了，永远不会死。你说的永远是多久？我说的永远就是永远。哈哈哈，人哪有永远不死的？我这辈子能活到60岁，其实我就知足了。可惜的是，老天爷对我太残忍了些。不过，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遇见你，也算幸运了。我只希望在我走后，你能帮我照顾我的父母。呵呵，放心吧，你不会死。你的父母我也会照顾好的。过完年就安排你们住到京城来。走，送你俩回去。送完顾芊芊和沈月，白夜就急忙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因为白夜感觉到自己境界马上就要突破到筑基中期了。取出通天商铺，穿过静谧黑暗的隧道，来到了通天商铺中。阴阳造化诀中有提到，虽然筑基境的修炼可以无需天地灵气，但是在每个小境界突破之时，却必须要在灵气充沛之地。如果没有通天商铺，还真没办法突破。接着盘膝坐在地上，运转阴阳造化诀，心神进入古井无波之境。其实白夜不知道的是，修仙界中一般正常的功法都是修炼五行之气，但是白夜体内没有丝毫五行灵气，因为他的功法是修阴阳之气。正所谓混沌分阴阳，阴阳化五行，五行生万物，先有阴阳，后生五行，阴阳修先天之气，五行修后天灵气。哈哈，丹田一分为2，按照阴阳造化诀的描述，开启了第2丹田，也就是子府丹田，就标志着修为正式进入筑基中期。就在白夜稳定在筑基中期时，9天之上无数的雷鸣声轰隆隆响个不停。如果白夜打开了通天商铺的大门，一定可以看见高空之上，乌云之中，仿佛露出了一只硕大的眼珠子，冷漠地盯着下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没有发现异常。这只硕大的眼珠子才和漫天的雷霆一起消散不见。终于晋级筑基中期了，感觉体内的真元变强大了，就连神识也强大了数10倍。哈哈，晋级筑基中期后就可以修炼御剑术了。回到房间时，已是凌晨3点钟了。白夜此刻却没有丝毫睡意，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修炼御剑术，开车来到郊区一片僻静的小树林里。古天龙大哥给了我这把飞剑，却没有御剑秘籍啊，就只能摸索控制飞剑了。应该跟开车一样吧？飞剑是汽车，神识烙印就相当于钥匙，神识就是控制方向的方向盘，自身真元就相当于汽油了。就这样吧。嘿嘿。错了，再来。
这御剑飞行比开车刺激多了。接下来，白夜又练习了5门控制金木水火土的基础法术，其实连低阶法术都算不上，真正的低阶法术至少要到种境才能修炼。此刻的白夜若是在修真界中，那绝对是最底层的菜鸟修士，但是在地球上，那就是无敌的陆地神仙了。今天是大年初一，白夜看时间已经快早上8点钟了，他这一修炼就是4个小时，接着就开上车，一路紧赶慢赶到了沈月家的小区。白哥，新年好啊，给您拜年了。给新年红包呀，看着厚度估计红包里有1万块，白哥出手就是大气，一句新年好就换到了1万块的大红包。这个是你的新年红包。顾芊芊迟疑了一下，还是伸手接了下来。白哥，今天表妹就交给你了，你带她好好转一转吧，我就不去当电灯泡了。接下来，白夜带着顾芊芊去了天坛，逛了故宫，游了什刹海。到下午4点多钟，顾芊芊有点累了，白夜才带着她返程，直接带到了昨天的足疗会所，给她按脚，顺利采集到了800缕先天之气。天啊，居然是真的！顾芊芊体内的先天阴气每天都能翻上一番，按照这个速度修炼的话，要不了多久，我就能晋级筑基后期了。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体质？白夜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刻，他心里一动，神识放出，开始探查顾芊芊的身体。当神识探查到顾芊芊胸口上挂着的一块玉时，忽然间白夜的脸色大变。顾芊芊胸口的这块玉上居然有微弱的灵气波动。顾芊芊体内的先天之气数量之所以能每天翻番，难道跟她佩戴的玉有关系？这玉有古怪。芊芊，你脖子上的玉石，我可以看看吗？哦，可以，你看吧。这玉石中所散发出来的灵气很纯粹，居然比修真界中的天地灵气纯很多，跟我吸收的先天之气类似，甚至还要更为纯粹。莫非这平安扣的材质是某种天地灵材，或者是件法器？试试就知道了。若是法器的话，只要往里灌输真元就可以催动了。白夜试探着将体内真元灌输进去，真元沉入平安扣中如石沉大海，一点动静也没有。莫非不是法器？白夜正要收回真元，可是愕然发现自己灌输进去的真元收不回了。不仅如此，更令白夜惊恐欲绝的是他体内的真元不受控制了。平安扣就像是一个能够吞噬真元的怪兽，他体内为数不多的先天真元一点点的被吸进了平安扣之中。这东西太邪门了！白夜面色大变，忽然站起身，拼命的想要将手中的平安扣甩脱，然而平安扣似是长在了他手掌心，怎么也甩不掉，比502粘的还要紧。白哥，你怎么了？不要吓我好不好？白夜此时还有理智，伸手一弹，一缕劲风从他指尖弹出，正中顾芊芊额头。顾芊芊闷哼一声，昏倒在按摩床上。他暂时不想让顾芊芊打扰和知道他一些事情。不，怎么会这样？这平安扣正在将我体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真元快速吸收着，境界已经不稳了，随时都有可能子府破碎，调回筑基初期。白夜有些疯狂了，他好不容易才修炼到筑基中期，为了修炼，他一个堂堂修仙者，忍辱负重到足疗店当男技师，给人捏脚按摩，受了多少委屈才修炼到筑基中期？正是扬眉吐气的时候，怎么可以跌落到筑基初期？对了，我储物袋里的1万灵晶给他吸收。卧槽，瞬间没了，不够吸收啊！还有太微灵酒，他喝酒吗？靠，不喝酒！哎，还剩4枚开启通天商铺的彩色石头。白夜拿出1枚放在了平安扣上，突然平安扣放弃了对白夜真元的吸收，像是遇见什么更加吸引他的宝贝，开始吸收彩色石头了。真的有用，老子差点就被吸成人干了，多亏了这几颗彩色石头啊！老潘啊，你可真是个好人啊，不仅送了我修仙机缘，而且关键时刻又救了我一命啊！而就在此时，平安扣吸收了1枚5彩石头之后，突然爆发出夺目的光彩。平安扣吸收了1枚5彩石头之后，突然爆发出夺目的光彩。接着，白夜仿佛来到了苍茫的宇宙星空之中。这是哪里？我进入平安扣里了吗？小子，你这么点修为就妄图炼化混沌定心盘，真是找死啊！幸亏你身上有几颗混沌5彩石，否则就形神俱灭了。卧槽，谁在说话？你是谁？出来，快出来！随着白夜的话落，一个约莫10岁的小男孩突然出现在了半空中。切，胆小的家伙，大哥，老子是气灵啊！你在害怕什么？你就算没见过气灵，也该听说过吧？还真没有啊。那气灵是妖怪的一种吗？你是不是傻呀？脑子不好使就别修仙啊，安安心心当个凡人不好吗？干嘛要害人啊？不，
干嘛要害本灵啊？我苏醒一次很不容易的，你这么点修为也敢祭炼混沌定心盘，哪怕你有道果修为我也就认了呀！你这居然才筑基境，气死我了！啊！你说这平安扣叫混沌定心盘，这是法器还是灵宝？你什么时候见过法器能生出气灵的？你听名字也该知道啊，这是混沌灵宝啊！你个傻小子，什么都不懂，筑基修为也敢祭炼混沌灵宝，而且你居然还活下来了！老子堂堂混沌灵宝，居然有个筑基境的主人，这可真是个笑话！你这不是害本灵吗？那现在我已经祭炼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拿出飞剑抹脖子，你死了，我就可以换个主人了。你觉得这办法怎么样？哈哈，你真当我傻呀？我告诉你，不要看我现在修为低，要不了几年我就能晋级到果境。你以为修仙那么简单？几年时间你能突破道众，那就是不得了的天才了。还想道果？真以为道果境那么容易？这世间的修士如恒河银沙，数不胜数，但是能证得道果的不到1/1。呵呵，你说的混沌灵宝是什么级别的宝物？很牛吗？当然是最高级别的宝物啊！你小子是撞大运了，懂不？灵宝分很多级别吗？混沌灵宝是最高级别的吗？你到底是怎么踏上仙途的？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吗？就算你没有师门，只是个散修，也不至于连常识都不知道吧？我修炼都是自己摸索的，没有任何人教我，所以修真界的任何常识我都不知道。而且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灵气，可能整个世界也就只有我一个修仙者了。你骗谁呢？没有灵气，你怎么修炼？真的，我修炼的功法没有灵气也能修炼。呵呵呵，我到现在共经历了3987个主人。但是我也从来没听说有什么功法是没灵气就能修炼的。你小子别以为我是气灵就什么都不懂。我修炼的功法名为阴阳造化诀，就是靠吸收女子体内的先天之气来修炼的。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只能通过女子足底的涌泉穴才能吸收，害得我一个修仙者还要给凡人捏脚按摩。气灵听闻白夜对阴阳造化诀的解释，陷入了呆滞状态，思索良久之后开口道：创造这功法的人简直是个奇才呀，居然能想出拿凡人来修炼的绝妙主意。不过这功法也就只能修炼到道种境了，到种境之后你就必须更换功法了。为什么要更换功法？我觉得这功法很不错呀。啧，你不换功法，那你就会成为整个修真界的公敌了，迟早小命不保。为什么？这功法有问题吗？你当人体的先天之气是什么？那是灵根啊。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身怀灵根。凡人不能修炼，体内的伪灵根对他们而言并无大用，你抽取了也就罢了。但是你若抽取女修士的灵根，那就是在毁他们的道基，这是要结死仇的啊！不对吧？这先天之气每天都能恢复的，又不是吸收一次就没有了。灵根本就是能自我恢复的，但是每恢复一次，本源就会少一点。凡人倒是无所谓，他们无法修仙，体内只有伪灵根，要来也没用。但是对修士而言，灵根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说了吧？那为什么凡人体内的先天之气有的多有的少？一般女子体内只含有1缕先天之气，而有些女子体内含有10几缕、20几缕、30几缕先天之气。凡人中也有特殊体质吗？狗屁！凡人哪里来的特殊体质？应该是单灵根、双灵根和3灵根天赋的修士了。按照气灵的说法，特殊体质的女子其实就是身怀灵根的，都是修仙的好苗子。可惜这里是地球，无法修炼，也和凡人无异了。那顾芊芊怎么回事？第一次采集200缕先天之气，昨天是400缕，今天却是800缕，每天都能翻番。气灵看了看顾芊芊，我操！我说我怎么本源受损了？还以为是自己沉睡太久，没有灵气补充。你这个可恶的小子，你他妈的吸收的是我的混沌本源之气呀！啊，你的意思是我吸收的先天之气是你的混沌本源？不然呢？你以为这女孩是真仙呀？体内能有源源不断的先天之气，还每天翻番，你就不动脑子想想，真有这神奇的体质，那还是人吗？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我虽然吸收了你的混沌本源，但是你也把我的先天之气吸干了，咱俩扯平了。那能一样吗？你消耗的一点先天之气，要不了多久就能自行恢复。我是本源受损啊，要不是有混沌五彩石，再这样下去，老子得从混沌灵宝跌落成先天灵宝了。既然你说混沌灵宝是最高级别的宝物，那你这混沌定心盘威力如何？到底有什么特殊功能？哼，可定星辰，可通万界，可破万阵。白夜愣了一下，短短12个字，他需要想半天才能理解。可通万界，可破万阵还好理解，就是这个可定星辰，他有点拿不准。可定星辰是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意思是可以定住一颗星球。是呀，你这牛逼吹得有点大，那你把地球定住，让我见识见识。拜托，我只是气灵啊，你才是主人。灵宝的威力大小取决于主人的修为，你的修为越高，灵宝的威力就越大。
你现在才筑基中期呀，还想定星辰？能定住方圆1丈空间，可能就是你的极限了。而且只要修为高出你一个大境界，你就没办法定住别人。所以不要以为有了混沌灵宝，你就天下无敌了。那可通万界也是字面意思吗？当然啊，前提还是你得有足够的修为。只要你有道捷径，这天下万界你均可随时传送过去。当然，以你现在的修为，就别想着破界了。能够传送千里，它就是你的极限了。你是说我现在可以传送千里？最多1000里，也许只有几百里，这个得试一下才知道。这么说来，这混沌定心盘还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宝物啊！麒麟可能太久时间没和人交流了，不断的给白夜科普，告诉他修真界的一些基本常识，说了大概半个小时，可能有点累了，叮嘱了一句让白夜好生修炼，随后就进入混沌定心盘。而星盘直接进入到了白夜子府内，白夜也回到了现实环境。这混沌定心盘毕竟是顾芊芊的东西，我该怎么开口跟他要过来？给钱的话也买不起啊，这可是无价之宝哦。我或许可以助他踏上仙途，他的天赋很可能是罕见的4灵根天赋，是最优秀的修仙苗子。白夜轻指一点，还在昏睡的顾芊芊就醒了过来。白哥，我是怎么了？没事，你可能是太累了，睡着了呀。你没什么事吧？我刚才见你拿着我那平安扣不停地甩手，像是中邪了。现在没事了，不过你那平安扣有点邪性，我把它扔了，你不会怪我吧？没事，本来就是我小时候在河边玩耍捡来的，我是看它挺好看，所以一直把它带着，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白哥，我记起来了，我的身体就是在捡到那枚平安扣之后才变得越来越差的。要不是你说平安扣有点邪性，我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看来混沌定心盘虽是宝物，但那只是对修仙者而言，对普通人来说，长期佩戴可能会被混沌本源气息不知不觉侵袭，导致身体发生病变，也不是不可能。将顾芊芊送回了家后，白夜就回到了住处。几天没进百花园了，看看种植的灵芝怎么样？哈哈。白萝卜和胡萝卜都可以吃了，不过悟道茶还没发芽。于是白夜过去拔了一个白萝卜和一个胡萝卜，准备尝一尝。哈哈，白萝卜和胡萝卜都可以吃了，不过悟道茶还没发芽。于是白夜过去拔了一个白萝卜和一个胡萝卜，准备尝一尝。啊，白萝卜清脆可口，清香扑鼻。最关键的是我的经脉和窍穴都在微微扩张，果然有太初灵龙参的一些功效。再尝一尝胡萝卜吧。吃下后神魂识海。子府丹田都有提升，原本被混沌定心盘吸收的先天真元也开始恢复，跟天地玄黄参功效也差不多，只是这效果好像没有天地奇真录中介绍的那么神奇。算了，里面介绍应该就和一些广告一样，不都是有点夸张的吗？也能理解。白夜此刻有些兴奋，因为这2个宝贝在天地奇真录上的排名比悟道茶还要靠前。有了这2种宝贝，他能换回多少修炼资源？哈哈，弄点胡萝卜、白萝卜去通天商铺售卖吧，换点修炼资源回来。若是运气好，找到了别的能快速修炼的方法，那以后就不再当技师了。毕竟我一个未来的修仙大佬，整天给女人按臭脚丫子，这说出去也不像话啊。接下来白夜就剥了10颗白萝卜、10颗胡萝卜，来到了通天商铺，将东西摆上货架，按下营业的按钮。好小子，你居然还有这等空间宝物！怎么样？现在知道咱也是有底蕴的了吧？我这通天商铺如何？比你这混沌灵宝不差了吧？哈哈，虽然这通天商铺用的材质着实不差，居然是用金刚紫魂木所炼制的，但是炼制之人的炼器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这么珍惜的材料，居然才炼制出先天灵宝，真是糟蹋了好材料啊！古天龙所说，通天商铺乃是上古时代33重天界共主龙腾大帝所炼制，这样的高人炼制的灵宝，居然还被小屁孩笑话，岂不是说明混沌定心盘是比通天商铺更牛逼的宝物？不过炼制这宝物之人，既然能炼制出先天灵宝，那么炼器的见识总该是有的，为何会拿金刚紫魂木来炼制空间灵宝？这可真是奇怪了。有人来了。道友请吧，你这33天店铺有许久未开业了。道友你这是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没错，道友可是想要？要，我当然要，不过我身上带的灵晶可能不够，道友能不能不要卖给别人，容我回去凑些灵晶？道友请留步，灵晶不够也可拿别的物品抵押，比如法器、丹药、功法秘诀之类的。那道友这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多少灵晶一株？这样吧，道友是我店铺开业第一个客户，你个出价
如果价格合适，就卖给你了。我这边价格要出合适或者高一些，不然一会被别的道友抢走了就不好了。这样，天地玄黄参作价5亿灵晶如何？太初玲珑参4亿灵晶，道友觉得如何？卧槽，这东西居然这么值钱！我那地里还有很多，卖完那就是天文数字了。行，道友给的价格十分公道，就按道友所说。这个储物戒指有3亿灵晶，道友检查一下。白夜接过孙浩然扔过来的储物戒，这储物戒可比储物袋档次高多了，里边的空间比储物袋差不多大了100倍，密密麻麻的灵晶堆成了山。没错，是3亿灵晶。随后，孙浩然开始掏家底了。这是一瓶9颗3阶丹药会员淬魂丹，作价200万灵晶1颗，如何？行，可以。这是上品丹炉，焚山煮海炉，作价3800万灵晶，如何？行。这是孙浩然不断拿出各种功法、丹药、法器，白夜都说行。他知道虽然暂时用不上，但将来肯定能用上。最终凑够了价值2根白萝卜、2根胡萝卜的灵晶数量。道友，给你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请收好。孙浩然接过白萝卜和胡萝卜，看到晶莹剔透，灵气十足，外观香气色泽跟天地奇珍录上所描述一模一样，心中也无怀疑，便收下了。道友，我是太乙道宗的大长老孙浩然，有空来我宗做客，我就先走了。说完，孙浩然就急匆匆的走了。接着白夜再次拿出4根萝卜放入柜台，因为他知道物以稀为贵。又卖了，给了3个人萝卜，还剩10根萝卜，要是有个人一下子买完就好。果然白夜运气挺好的，不到一会来了一个气度不凡的美妇全买了，白夜还给他打了个折，只收了他价值40亿灵晶的宝物。哈哈，今天收获太大了，整整装满了3个储物戒，回家吧。回到房间，已经早上了。白夜看到顾芊芊给他发了消息，说今天想去爬山。显然经过几天的相处，顾芊芊已经渐渐接受他了，看这语气已经把他当成男朋友了。又看到郑平发来的消息，说2套房子已经安排好了，给他送钥匙过来。白夜则给顾芊芊回复消息说带他去看房，就不去爬山了。拿到钥匙，白夜带着顾芊芊来到了看了楼里的2套房子。芊芊，这2套房子你还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谢谢你，白哥，你对我实在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白夜正想着满意就好，毕竟混沌定心盘是从他身上得到的，以后慢慢补偿他。突然顾芊芊扑到了他怀里，红着脸看着他，白夜一惊，瞬间秒懂，于是和顾芊芊大战在了一起。过程中，白夜还利用了阴阳造化诀中另一门名为如意销魂枪的秘术，这门秘术只能和特殊体质女子使用。最终效果白夜很满意，而且顾芊芊的精神也变得好了很多。接着白夜给他服用了太微灵酒，彻底治好了顾芊芊的癌症。白哥，今天我就想搬过来住，可以吗？你等下有时间吗？帮我搬一下行李。白夜本打算继续去通天商铺卖萝卜去，好攒点修炼的资源，到时去了修仙界就不会很苦逼。但顾芊芊的情绪肯定还是要照顾好的。行，咱们这就去搬行李。给顾芊芊搬完行李，白夜就带着挖来的萝卜来到了通天商铺。哈哈，今天的目标还是卖出20根萝卜。没过几分钟，就有一道人影御剑而来。哎，这不是太乙道宗的大长老孙浩然吗？看样子我的萝卜很受欢迎啊，这都有回头客了。孙长老，你是来买萝卜，来买天地玄黄参的吗？哼，你个小贼，还我灵晶来。难道卖出去的萝卜有质量问题？哼，你个小贼，还我灵晶来。难道卖出去的萝卜有质量问题？怪不得没有天地奇珍录上介绍的那么神奇。白夜装傻，茫然不解地看着孙浩然。孙道友，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拿假货骗我！现在你最好乖乖的把灵晶还有我的宝物退还给我，否则我……孙浩然本想揍白夜，但是发现自己虽然道果境修为，但还真没办法把白夜怎么，因为通天商铺除了店主本人，任何人踏入就会是身死道消的下场。退回去是不可能的，修仙界本就你抢我夺的，进了我的口袋，哪有还回去的道理？为了我的修仙大计，你们贡献点资源吧。等我成为修仙大佬了，如果有缘的话，都会赐你们造化的。哈哈，孙道友，本店货款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孙浩然知道白夜不会还了，非常气愤。而就在这时，接连又来了4位男女修士，刚好是昨日在他店里买萝卜的另外4个顾客。几人一番声讨，为了惩罚白夜，就在店铺上方用不调式的材质写了几个字：此店乃黑店，店家卖假货，
还请诸位道友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卧槽，这样我的萝卜怕是卖不出去了啊！算了，反正萝卜应该是种子的问题，无法完全长成天地玄黄参，也就暂时不卖了，先回地球吧。回到房间，白夜进入了百花园。哈哈，悟道茶已经出芽了，再浇些清净琉璃水吧，过些天估计就可以采摘了。只是萝卜却不尽人意啊！你们地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好多植物都是修真界中比较珍贵的灵材，但是可能因为种子退化，品质太差。虽在充满灵气的百花园中种植含有一定的灵气，但是功效实在太微弱了，给凡人吃还有点用，给修仙者吃就用处不大了。那怎么让种子变好呢？呵呵，这就得你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通过培育、种植来改善种子质量了。好吧，我暂时肯定是没有这个精力啊，以后再说吧。时间一晃而过，就是正月初8了。白夜在京城足疗会所搞的活动也顺利结束。下午，郑平上门来，交给了白夜一张银行卡，说是里边一共有18亿，是他的投资公司这次处置不良资产的收益。哈哈，我连自己公司名字都不知道，这就赚了18亿，看来是叶家变着法子送我的，这样走一下过场啊。接下来，白夜想到自己的境界，目前筑基中期，还是积累真元过程，积累到子府扩张的极限，就会由量变引起质变，真元由气态转化为液态，再由液态转化为固态，真元固化是修士晋级筑基后期的标志。到了筑基后期，就不是单纯修真元了，需要吸收罡气煞气，才能成功将固化的真元凝练成一枚种子，而这枚种子便是修士的道种。唉，鉴于功法的限制，还得继续吸收先天之气，等晋级筑基后期后，就可以去修仙界吸收罡气煞气修炼了。为了修仙大计，白夜在房间思索着接下来升级到筑基后期的计划。想好后，便召集王思梦、陈武、熊海林来到客厅。从明天起，你们就得开始干活了。王思梦，你带着他们去国内各大城市，找人流量最多的地方开足疗店，最好是直接把别人的足疗店买下来，但要买那种大型的正规纯绿色足疗店。哥，你是跟足疗店杠上了，还是怎么的？上次你说跟人打赌比谁摸的女人脚多，现在活动结束了，你居然想着开足疗店，为什么呀？你别管那么多，照我说的去办就行了。那一共要开多少家？越多越好，最少要保证每个省有一家店。我的足疗店要开遍全国，将来还得开遍全球。哥，你开这么多足疗店，到底要干什么？想听实话吗？想啊。我开足疗店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摸遍天下女人的脚。王思梦和陈武、熊海林三人惊呆了，面面相觑，张口结舌。哥，你是认真的吗？这可能要花不少钱啊。没关系，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先给你们10亿，尽管去办就行。王思梦三人再次被惊呆了。哥，你开店不为了赚钱，就只是为了摸女人脚吗？如果只是为了摸脚，那也没必要开店啊，何必花那冤枉钱呢？你不懂，将来你们就知道原因了。接下来每天王思梦他们就一直安排开店，收购足浴店，包括大唐足道也被买了过来，而白夜则紧跟其后，跟京城一样，每个足疗店搞活动，按摩3分钟，吸收先天之气。由于每天数量巨大，白夜的修为也在快速的增长。终于突破到筑基后期了，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强大。再使用混沌定心盘的话，肯定能传送至方圆千里。看来去修仙界得提前安排上日程了。从通天商铺出来，白夜来到了百花园。哈哈，悟道茶终于成熟了。茶树的种子是从具有灵气的母树大红袍得来的，肯定品质很好。白夜开始采摘茶叶，最终大概采集了2斤左右，然后给一个木盒装了大概半两。这半两就送给叶老爷子吧，毕竟茶树种子是他给弄来的，这个恩还是要还的。叶长安，你过来一趟，我有点东西要送给叶老。白大师好久都没联系我了，这次不知有啥好东西要我带给爷爷呢，得赶紧过去。长安，这是盒茶叶，里面是大红袍，你拿回去给叶老爷子尝尝。而此刻叶长安有些震惊呆滞了，震惊的不是茶叶，是白夜随手一挥，茶叶盒就凭空出现了。白夜看着呆滞中的叶长安，笑了笑就离开了。许久，叶长安才回过神来。白大师难道真是仙人？刚才这肯定不是魔术，就是仙家手段了，得赶紧回家告诉爷爷。回到家里，叶长安就把白夜可能是仙人的事跟叶老说了。叶老爷子沉默了良久，然后就打开了白夜送的茶叶。
爷爷，这应该是刚摘下来的，没有炒，怎么喝？这不就是树叶了吗？大师难道不知道炒茶吗？叶远成没有说话，小心翼翼抓了3片叶子放入壶中，等了约3分钟，给他和陈长安一人倒了1小杯。爷爷，这是大红袍吗？怎么这么香？光是闻着这香味，我就感觉精神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这太不可思议了！白大师神仙般的人物，拿出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凡品啊！来尝一下吧。长安喝了1小口，进肚子之后，仿佛一条火龙在体内四处乱窜。可是很快，热浪消失了，一股无比清凉，春风吹拂着大地的气息，滋润着长安。而叶远成由于年龄大比长安更强烈，而且80多年的经历如同放电影般清晰地出现在脑海，各种家国仇恨、悲欢离合历历在目。短短几分钟，好像重活了一世。当爷孙俩从奇妙状态回过神来后，眼角都挂着泪痕。卧槽，谁在这个点打扰本少？叶长安有些不高兴，生气地拿出手机，只是手上用力握了下，没想到手机瞬间咔嚓一声爆开了。卧槽，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大手劲了？难道喝了一杯茶变成力大无穷的超人了？爷爷，你试试你的手劲是不是也变大了？叶远成也赶紧拿起旁边的烟灰缸试了试，却纹丝不动。叶长安拿过来又轻轻一捏，烟灰缸碎了。哈哈，爷爷，我成武林高手了。白哥，你终于舍得来看看我了。白夜有些内疚，这段时间他忙于修炼，对顾芊芊的关心的确是少了一些。芊芊，走，我带你下楼兜风去。顾芊芊高兴地跟着白夜来到了一个昏暗空旷无人的角落。白哥，你带我来这儿干嘛？不是兜风吗？你车子呢？啊，白哥，你不会想在这里那个吧？我怕。你想什么呢？你白哥是那种不要脸的人吗？好了，我带你兜风，待会儿会很刺激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还说不是那种人，什么兜风很刺激，还要我做好心理准备？这不就是在外面干羞羞的事情吗？白哥，我做好心理准备了，今天你想干什么，我都依你。起。啊，我来到空中了，这太不可思议了！白哥，你是仙人吗？竟然会御剑飞行，不过我好怕啊！快放我下去，我想上厕所了。芊芊，这是吓尿了，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好，走起，回家。芊芊，你感觉怎么样？刺激吧？刺激，太刺激了。不过你以后别带我兜风了，我心脏受不了。回到家中，顾芊芊喝了一杯热茶，紧张的心情才彻底平复下来。芊芊，相信你也体会到了，我确实不是凡人，而是修仙者。我打算带你去修仙界，追寻那长生不死大道，不知道你愿意去吗？顾芊芊听到白夜的话，思绪万千，感觉世界变得超出想象，沉默了一会，开口道：白哥，我跟你去，你是我的男人，这辈子你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那你准备一下，我们可能就在这几天就要出发，你要带什么东西都带上，采购一些生活物资，不要怕买的东西多，钱不够就跟我说，咱有储物界里面的空间很大，能装不少东西的。我还不知道怎么跟父母说这事。就说你是去国外大学进修嘛，你要是想父母了，美国上几个月我就带你回来一趟。刚从顾芊芊家出来，白夜接到了叶长安打过来的电话。大师，我成武林高手了，刚刚我把手机捏坏了一个，我爷爷的烟灰缸我也把它捏碎了，哈哈，谢谢你。大师，我有个疑惑，为什么我爷爷捏不碎烟灰缸而我可以？我们都喝了你送的大红袍啊，这是什么缘故？哦，悟道茶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你在哪里？来我这儿一趟吧。叶长安来到白夜住所，一进门就不停地给白夜道谢，然后把发生在他身上的怪事从头到尾的详细跟白夜说了一遍。悟道茶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帮助修士参悟大道，没想到竟还有伐脉洗髓的功效。叶远成喝下悟道茶，力气没有增长，可能是因为年龄超过了50岁，所以灵根早就消失了。而叶长安这种异象，可能表明他是有灵根的。悟道茶伐脉洗髓，顺便帮他打通了任督二脉，所以力气会变大许多倍。来，把手伸出来，我帮你看看。白夜握着他的手，呼喊子府中沉睡的气灵。很快，小屁孩给出了答案。他是金土属性双灵根，果然是有灵根的。之前气灵就通过白夜的手暗中检测过，陈思梦火土木3灵根，陈武火灵根，熊海林金灵根，而他和顾芊芊都是最好天赋4灵根。要不要把叶长安也带上，将来也是一个助力？叶少，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看不看修仙的小说？啊，白大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难道要教我修仙？偶尔看过，大师问这个事，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踏上仙途，你愿意放弃荣华富贵去追求仙道吗？我愿意。哦，但是修仙的话，就去往一个陌生的世界，可能很久才能回来，你愿意吗？我愿意。行吧，你这项道之心倒是够强烈了。你先回去收拾东西，想想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到时候我用储物戒指帮你带上。你回去准备吧，随时等我消息。就在这几天，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叶长安回家后，把自己要跟随白夜修仙的事告诉了爷爷。叶远成很支持他的决定，这有什么好犹豫的？金钱、权势跟长生大道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第二天中午，王思梦和陈武、熊海林三人回来了，白夜也没说什么，只是给三人一人倒了一杯悟道茶，让三人喝下。悟道茶一喝，一个个回忆起自己的悲惨往事，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平复心情后，都发现自己力大无穷了，全都震撼不已。白夜则说道：其实我是一个修仙者，给你们喝的茶为悟道茶，现在已经给你们洗髓伐脉了。我要去修仙界寻求长生大道了，你们愿意跟随我去修仙界吗？几人听后都震惊不已，但都毫不犹豫地答应愿意跟随，随后也开始了大采购去了。3天后，白夜通知他们启程，下午换了一身喜欢的衣服，出来后看到他们带了有些东西，直接无语了。卧槽，这都啥东西都带啊？笔记本电脑手机，这东西带着干嘛？修仙界又没有信号。叶长安，你这带个手枪有个啥用？对付修仙者吗？还有这几箱扑克牌，几副麻将，几台麻将机，这是准备去修仙界旅游打麻将吗？白夜无语地调侃了几人一番，大手一挥，将所有物资都装进了储物戒。而后白夜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玲珑小塔，这是他卖萝卜换来的低阶灵宝七玄塔。按理说，这灵宝本来的主要功效是用来饲养灵兽的，但是用来装人也是可以的。白夜大手一挥，将5人全部收进了七玄塔中。以我现在的修为，还无法使用混沌定心盘的直接跨界传送，只能通过通天商铺到了修仙界，然后就可以任意传送到其他33天界。通天商铺就留在自己家里吧，这是最安全的。白夜启动通天商铺，来到了店铺中。在店铺中，白夜开启了混沌定心盘，无数的星球在他眼前飘过，其中一颗星球突然亮起了璀璨光芒，而后白夜的意识就来到了这颗星球的上空，看到下方无数参天巨树，还有庞大的山脉、大江大河，然后继续拉近，看到有一个巨大的山谷，似乎有人烟。白夜给此地打上神识标记，下一刻白夜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数千里之外的一处山谷中，从此一段新的征途即将拉开帷幕。这里不是修仙界吗？怎么我神识探查到的都是一些没有修为的老人妇孺？修仙者都在哪里？哎，有个老人过来了。您好，老人家，我能问你个事吗？小官儿，你是外地人吧？来我们上西村做神。老人家，我是迷路了，不小心走到这里的，想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修士？小官儿，难道是仙长？是的，不过这附近怎么没见到修士？仙场都在山上啊，附近300里之内，就那五峰山上有一家修仙宗门逍遥宗。我们上西村和下西村所有拥有灵根的孩子，也都在逍遥宗修炼。哦，原来如此，多谢了。到了逍遥宗不远处，白夜将七玄塔里的武魂放了出来。哥，这就是修仙界吗？是的，这就是修仙界。我打算带着你们到这逍遥宗修炼。白大师，你之前就是在这宗门修炼的吗？不，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头一次来修真界。那白大师，你之前在哪里修炼？地球呀，这还用问？地球也能修炼吗？我可以，你们不行。哦，这是5枚储物戒指，你们都带上吧，筑基后就可以用了。以后在修仙界装天才地宝用得上，也方便。几人也没当回事，收下戒指，就跟着白夜朝逍遥宗山门而去。道友，不知你们来我逍遥宗所为何事？我们想要加入逍遥宗。我宗招收弟子皆是18岁以下的，这几位的年纪。2位道友，储物袋中有2万灵晶，你们1人1万，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还请2位通融一下，帮忙引荐一下贵宗的宗主。我这几位朋友虽然年纪大了些，但是修仙资质都很不错的。道友可真大气，引荐宗主没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宗主就一定会答应你们加入我宗。先把话说清楚，如果宗主答应你们加入宗门，那么灵晶我们就厚颜收下了；如果没答应，灵晶我们也只会退一半给你。哦，这2人还挺讲究的，比起地球上一些吃相难看的公职人员强多了。行，那就麻烦2位道友多费心了。随后
其中一人御剑飞往宗门大殿找宗主去了，另一人跟白夜攀谈起来，态度比之前热情了许多。不知你和哪位道友如何称呼？我叫柴浩，另一个叫柴进。可以给我介绍下逍遥宗吗？我们逍遥宗一共有弟子376名，其中至少一半是山脚下的上溪村和下溪村人士，就连我们宗主也是上溪村人士，名为柴红，论辈分还是我们两人的族叔。正说着，柴进就回来了，对白夜道：我已经跟宗主求情了，宗主答应让你们测一下灵根，如果灵根天赋不错，可以破例收下你们。随后柴进就带着白夜一行进入了逍遥宗，走进去才发现逍遥宗占地面极其广，还有巍峨的大殿和成片的建筑群。这规模怎么整个宗门才300多修士？似乎这个宗门整体实力不怎么强啊。随着一路柴进对几人的热情介绍，白夜也才知道逍遥宗原来鼎盛时期有门人弟子8000，只是现如今逍遥宗落寞，声势大不如前了。你们从哪里来的？为何想加入我逍遥宗？柴宗主，我是一介散修，这几位都是我的至交好友，他们也都身怀灵根，所以我就带他们来到贵宗，想帮助他们踏上仙途。这几人穿着打扮有些怪异，但是身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几个仇家就算想派卧底过来，应该也不至于找这么大年纪的凡人过来吧？行，只要测出灵根，那我就答应你们加入我逍遥宗。其实柴红也是无奈，逍遥宗日益落寞，急需增添人力。虽然这几人年纪大了，如果能够修仙，对宗门的总体实力多少还是有所增加的。有新弟子入宗测灵根，5位长老过来迎新殿挑选弟子吧。这几位都20-30多岁了，我这忙里偷闲过来，不会就在这几人里挑选弟子吧？宗主这是在开玩笑吧？从哪找的这么大年纪的凡人？就这年纪还来测灵根？怎么还有一位筑基后期的修士？这人也要加入逍遥宗？逍遥宗这是真的没落了吗？行了，你们开始测灵根吧，一个个的来，把手放在测灵石碑的基座上就行了。5位师弟，你们若是有看得上眼的，可以按顺序挑选弟子。接下来陈武第一个上前，将手放在测灵石碑的基座上，然后啊，光柱直接冲向了3丈多高的碑顶，火灵根天赋竟几乎满格。哈哈哈！宗主按顺序，这名弟子我收了。好徒儿，你过来，等下举行完拜师仪式，你就跟我回望月居。弟子陈武拜见师尊。呵，来，这是储物袋，是为师送给你的见面礼，你要记住了。为师姓杨，名福谦。谢谢师尊。按白哥所说，储物袋的价值比储物戒指差太远了，这师傅也太小气了，远远没有白哥大气。杨福清这会儿也看见了新收的徒儿手中的储物戒指了，面色忽然大变，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徒儿，你手上的储物戒是哪里来的？白哥给的呀。身为逍遥宗的长老，我使用的也就是万余灵金一个的储物手镯，就连10多万的储物戒指都没舍得买。一个尚未筑基的凡人，居然就戴上了储物戒指。杨福清的目光又看向了另外几人，竟惊奇地发现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枚储物戒指。不用说，肯定也是白夜送的。就连宗主和另外4位长老也发现了白夜的不简单。这个白夜看着只有筑基后期修为，身家竟如此雄厚，莫非是哪个修仙大家族的嫡系少爷？不过他们也不会傻到去询问白夜，都是修炼多年的人了，该有的城府还是有的。好，恭喜陈武道友加入我逍遥宗。来，下一位。熊海林走上前测试，测灵石碑亮起了金色光柱，也是到达了测灵石碑的顶峰。啊，极品木系灵根，怎么极品单灵根如此常见吗？测灵石碑亮起了一道青色光柱，也是到达了测灵石碑的顶峰。啊，极品木系灵根，怎么极品单灵根如此常见吗？这一下，柴宗主和5位长老心里不免泛起了嘀咕，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出现在几人脑海中。难道这几个大龄凡人全都是极品灵根？呵，宗主下来到我挑选了，不过我想等剩下的几人测试完灵根再来挑选。也行。这几个老家伙真狡猾，看来我是不是太急了？说不定剩下的几人里会有更加优秀的。紧接着，叶长安走到测灵石碑前，手按在石碑上，忽然测灵石碑亮起了2道冲天的光柱，一白一黄。啊，金土极品双灵根，宗主，这弟子我要了。卧槽，我一把年纪了，怎么还那么沉不住气？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会儿，看完再挑选？哈哈哈，这可是极品双灵根呀，在任何宗门都能成为抢手货，哪怕是在地久天界的7大宗门里，都能排到前几名了。将来必定能修成道果的天赋啊！接下来，王思梦过去，将手按在测灵石碑上，
地象在线，青、黄、赤三色光柱冲天而起。啊，竟是拥有木土火属性的三灵根，还是极品三灵根。这等灵根天赋第4、7大宗门里应该都没有吧？就算有，也不是极品。哈哈哈，宗主，这弟子我收了，居然给我捡了漏，极品三灵根啊！哈哈哈，笑死我了。杨长老、张长老，不好意思了，你俩也太沉不住气了，可别怪我。接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顾芊芊，这是最后一个了。至于白夜，早就被大伙忽略了。这木水火土极品4灵根，不可能，太不可思议了吧？5位长老这时也是目瞪口呆，因为这种灵根属性只在传说中听过。据说很久以前，打遍天下无敌手，一统33天界的龙腾大帝便是极品4灵根天赋。这哪怕掏空家底也得把他培养出来啊！假以时日，这女孩会不会成为第2个龙腾大帝？宗主，这弟子我能收吗？你在想什么呢？极品4灵根啊！你想收这样的徒弟，你配吗？等一下我们去祖师堂，我带师祖收下她，算师祖的关门弟子，以后她就是咱们的小师妹。柳风林也知道，以他们几位道种境的修为，的确是没资格当极品4灵根天赋者的师傅，所以他也没有生气，而是目光看向了一脸郁闷的熊海林。宗主，那我就收下他吧，总不能白来一趟。靠，刚开始我这样的还都抢着要，现在居然像不值钱的烂货一般勉强接受，真是人和人不能比啊！行了，现在咱们去祖师堂举行收徒仪式。宗主，我不用测灵根吗？你还测什么灵根？都筑基后期了，看你真元雄浑，应该马上就要晋级到重境了吧？这样，建议你给我宗带来了5个绝世的修仙好苗子，那么从今日起，特批你成为我逍遥宗第6位执事长老，你看如何？听麒麟说，修仙界一般最少到果境才有资格成为宗门的长老级人物。不过，这种送上门的好事，我又岂会拒绝呢？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拜师仪式后的几天里，白夜有时一个人，有时带着顾芊芊几人在藏经阁里翻阅学习各种修真界的常识，还有各项典籍、功法、秘术、丹方等等。宗主，你让白夜成为咱们逍遥宗第6位长老的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些？他只不过是筑基后期修为，哪里有资格成为长老？是啊，我们逍遥宗就算再没落，也不至于弄个筑基长老吧？这要是传出去，不成笑话了。万一他是咱们那几家敌对宗门派过来的卧底呢？你这不是把咱们所有的家底都暴露了吗？几位师弟，请先听我讲可好？首先，第一个不用怀疑的就是他的身份问题。也许他的来历很神秘，但绝对不会是咱们敌对宗门派过来的卧底。你觉得他们哪一家能下这么大的本钱，送5个极品灵根天赋的凡人来我逍遥宗卧底？先不说他们找不找得到，就算找得到，他们舍得吗？柴红的话让5位长老都沉默了下来。但是有一个疑点，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他带来的5个凡人都是极品灵根？极品灵根出现的概率有多低？你们也是知道的，你们在逍遥宗最短的也有好几10年了吧？可曾见过一个极品灵根？宗主，所以你怀疑这5个凡人是服用了某种能够增长灵根品质的天材地宝吗？据我所知，这世界上能提高灵根品质的天材地宝只有2种，第一种是混沌造化果，第2种就是悟道茶了。混沌造化果是不可能的，这东西凡人是没法服用的，筑基修士都不能吃，体内的道种未生，吃了混沌造化果那是必死无疑的。所以只有一个可能，他们都服用了悟道茶。这东西在我们第9天界是根本没有的，白夜是从哪里弄到的悟道茶？杨长老，你可能忘了在天庭遗迹还有33个神奇的商铺存在。如果白夜能听见他们的对话，必定会深感佩服。这几位长老可能实力不怎么强，但是论见识和判断力还是很不错的。提起通天商铺，我最近倒是听说了一个笑话。杨长老，你可能忘了在天庭遗迹还有33个神奇的商铺存在。如果白夜能听见他们的对话，必定会深感佩服。这几位长老可能实力不怎么强，但是论见识和判断力还是很不错的。提起通天商铺，我最近倒是听说了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张长老说来给我们听听。我听说有几家宗门在通天商铺买东西被店家坑惨了，好像是买到假货了，都是大宗门，有太乙道宗、万花谷，甚至还有无极宫。不会吧？通天商铺还卖假货？能得到通天商铺的哪一个不是各自天界的大人物？岂会做这等自毁招牌之事？应该是真的。我听说那店家卖的天地玄黄餐和太初玲珑餐足以以假乱真，根本分辨不出来。
那几家宗门岂不是损失惨重？也不知道那店主长什么样，以后遇到得绕道走啊，不然被坑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陈师弟，你别看我年纪比你小，但是我入门比你早，按道理你得喊我师兄。小屁孩，咱们按年计算，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你才12岁，怎么算你也得喊我师兄吧？你再喊一声小屁孩试试，信不信我揍你？哟，还想揍我？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陈武也没打算真的要揍张大牛，只是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放在掌心，稍一用力，石头就捏碎了。小屁孩，看见没有？你的骨头有没有石头硬？趁早乖乖的叫我师兄吧。呵呵呵，你这2下子吓唬一下凡人还行，你用来吓唬我，那陈师弟你就好好看着，我教教你怎么尊敬师兄。去。怎么样，陈师弟，现在能让你叫一声师兄了吧？陈武感觉到张大牛实力超出想象，本想骂2句，可又不敢，这会感到可真憋屈，居然被一个12岁的小屁孩欺负了。张师兄，哈哈，我终于不是最小的了，我有师弟了，以后咱们望月居的小师弟就是你陈武了。咦，我说陈武，你怎么成了这副鬼样？白哥呀，我被人欺负了。啊？咋回事？当陈武说出欺负他的是一个叫做张大牛的小屁孩时，白夜忍俊不禁道：那是你们师兄弟的事，我也不好出面，你总不能让我去欺负一个小孩子吧？你还是赶紧筑基，早点开始修炼吧，等你修为比张大牛高了，还是可以让他改口叫你师兄的嘛。可是我师傅说筑基至少需要半年，他教了我一套火星拳，让我坚持练习半年，等我的火星拳炼至大成，就可以自动打通任督二脉和神功穴，成功筑基。白哥，这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啊？你不是跟我们说只要吃1颗筑基丹就可以筑基的吗？哦，筑基要这么麻烦吗？我当时就是吃了1颗洗髓伐脉丹和1颗筑基丹就成功筑基了。当下怀着疑惑，白夜带着陈武又去找了熊海林。熊海林正在一招一式的练着某种拳法，看见白夜和陈武来了，连忙收功停下。海林，你这是干嘛？练习青木拳啊，我师傅说练习半年就能成功筑基了。莫非逍遥宗是故意防备着我们，让练什么破烂武术？我们是来修仙的，练武有个屁用啊！于是白夜怒气冲冲的去找宗主柴红了，他也不怕，有混沌定心盘，只要不是道果境，他都能全身而退，何况宗主只是道种后期。白长老，你这是？柴宗主，你这是什么意思？逍遥宗就是这样欺负我兄弟们吗？白长老，你先别生气，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沟通。你那几个朋友都是绝佳的修炼体质，我们当成宝贝还来不及，怎么会欺负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哪有什么误会？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服用筑基丹，而是练习什么拳术？他们是来修仙的，不是来练武的。你这不是欺负他们是什么？呵呵，白长老，你真误会了。筑基丹很贵重，1枚要50万灵晶，我逍遥宗并不富裕，300多号弟子的日常修炼，还有宗里的各种开销。你那5个朋友要是都用筑基丹，得花250万灵晶啊！我一时之间哪里拿得出来？宗里原本的一处灵石矿被青阳门抢去了，宗里现在很困难。白夜听着柴红的诉苦，打断道：知道了，如果没有灵晶，你跟我说啊，这里是1000万灵晶，你现在去给我兄弟们购买洗髓伐脉丹和筑基丹，尽快让他们筑基，这应该够了吧？够了，够了，洗髓伐脉丹只需20万灵晶1颗，这还多了650万灵晶，多的就算我贡献给宗门了。你这宗主怎么当的？偌大的宗门搞得只剩300多弟子，宗门还被你搞得这么穷，几颗筑基丹也买不起，真的是无语了。扔下一句话，白夜掉头离开了柴红的洞府，留下一脸尴尬的柴红望着白夜的背影，若有所思。去。听柴宗主所说，逍遥宗往北1000余里处有一座温泉山，那里可以炼煞凝钢，也该是时候去一趟了。如今白夜已是筑基后期，此时主要就不是吸收先天之气了，而是要用煞气和罡气凝练到众了。不过之前问宗主炼煞凝钢的地方时候，他说让我今天去的时候，顺便把他的孙女柴婉也带过去凝练到众，这会怎么还没到？白长老在吗？哦，来了。你就是白长老？我是，你是柴婉。白夜打量了下这柴婉，也许是之前职业习惯，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柴婉的脚。柴婉看白夜的穿着和奇异的目光，
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脚底凉凉的。白长老，宗主让我跟你一起去温泉山。行，那咱们这就出发。当下，白夜和柴婉各自欲出飞剑，离开了逍遥宗，往千里之外的炼煞凝钢的地方飞去。这白长老不知哪里好了，同样都是筑基后期修为，凭什么他能成为长老，而我还只是大师姐，真是无语啊！一路向北，飞行了大约300余里，经过不少的山川大河，都是些荒无人烟的地带。白长老，这一段路要小心一些，这里是青阳宗的地盘，他们跟我们逍遥宗有世仇，这些年抢了我们不少的资源。我们宗最后的一个小型灵金矿，就是被青阳宗抢去了。青阳宗的实力怎么样？比我们逍遥宗厉害吗？现在肯定比我们要强上许多。他们的宗主是道果修士。道种修士我不怕，但道果境修士都掌握有神通术，以我目前的手段，还真不是对手啊。道果修士不会出来拦咱们吧？道果修士何等身份，岂会亲自出马？最多也就是道种修士。白夜松了一口气，他有混沌定心盘，只要没有道果修士，他就不怕。还真是倒霉，居然真的被青阳宗拦住了。拦住他们的有2个道种初期，3个道种中期。几位道友，这是何意？呵呵，你就是逍遥宗新任的白长老吧？这逍遥宗也是可笑，居然让一个筑基后期的小辈当长老，真的是离灭亡不远了。哦，我才来这个世界几天啊，青阳宗就知道我的身份了，看来逍遥宗里有内鬼啊。然而此时的柴丸已经很焦急了，连忙对白夜大声喊道：“我拦住他们，你快走！”白夜很惊讶，柴丸的这一句话弄得他差点泪目啊，这是打算用他的性命为白夜争取一线生机呀。然而白夜当然是不会走的。你傻呀，非要2人死一块儿是吧？姑娘想必就是柴红老贼的孙女了。我就问一句，如果你老实回答，我可以给你个痛快；如果不说，就把你包皮抽筋点天灯。不用问了，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别说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哼，你想痛快求死，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一起动手，将他们擒下，别弄死了，我会让他受尽万般凌辱与折磨，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话音落下的同时，居然5人各自抛出法器，施展法术，对着白夜和柴瓦攻击了过来。定！然后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方圆3丈空间内的一切都定格凝固了。去！不到一息时间，世界恢复了运转，青阳宗5人身首异处，掉了下去。储物戒也被白夜顺手收了起来。白夜对着惊呆的柴丸说道：“走啊，还愣着干嘛？这里毕竟是青阳宗的地盘，不宜久留。”不，走。10多分钟后，离开了青阳宗的地界，柴丸才算松了口气，紧绷的心才算平复下来。白长老，你是道果真人吗？不是。那你怎么会神通术的？我和你一样，都只是筑基后期而已，连法术都还没学呢，哪里会神通术？哈哈，白长老你不用瞒我，我又不会私处乱说。你看错了，我那真不是神通术，只是我的一件灵宝而已。什么灵宝有这么大威力？先天灵宝吗？你若只有筑基后期，又如何能驱使先天灵宝？不是先天灵宝。我说丫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好奇？每个人都有隐私秘密。好吧。又飞行了差不多10余分钟，白夜终于看见了底下有一座雄伟的城池。白长老，底下就是天元城，这是周边3000里之内唯一的一座大城，城中有许多修仙家族，很多家族的实力比我们逍遥宗都要强大。那咱们逍遥宗的整体实力跟无极宫比起来如何？这哪能比？无极宫是第9天界7大超级宗门之一，咱们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宗门，这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人家无极宫的道果真人据说都有超过100名啊！那咱们跟太乙道宗还有万花谷相比呢？白长老，太乙道宗和万花谷都是仅次于7大宗门的一流宗门，也是没法比的。若是碰见了那天买我萝卜的几人，可如何是好？那几人这会儿肯定恨死我了。但是第9天界很大，应该没那么容易遇上吧？温泉山位于天元城前方约30里左右，任何修士想要上山炼煞，必须要缴纳50灵金过路费，就跟进景区需要门票一样。白夜也不在乎这50灵金，毫不犹豫交了100灵金，然后和柴丸继续上山。白长老，这山上一共有12种煞气，你准备先凝练哪一种煞气？随便，反正12种煞气我都要凝练的，先后顺序不定。
白长老，这山上一共有12种煞气，你准备先凝练哪一种煞气？随便，反正12种煞气我都要凝练的，先后顺序不重要。白长老打算在这里待1年吗？待那么久干嘛？我凝完煞还得找地方凝罡去，准备早日晋级到种境。可是你不是打算凝练12种煞气吗？这至少得花1年时间啊！练煞要花这么久吗？我修炼的阴阳造化诀中倒是有凝罡炼煞的法门，但是并没说具体需要多长时间，待会试下就知道了。没事，1年时间而已，我陪着你。我也打算多凝练几种煞气，怎么也得凝练出青色道种才行。白长老不会笑话我不自量力吧？不错，有志气。种分7色，果有9品。修士凝练的道种按照品质高低分为7个品质，每个品质的颜色各不相同，依次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紫色道种品质最高，以后接出的道果品质也会更高。而世间的煞气有72种，罡气36种。想要凝练紫色道种，至少需要炼化1/3以上种类的煞气和罡气，但想寻找到这么多品种的煞气和罡气就是个难题，也只有那些底蕴雄厚的大宗门才有这种可能。可是白长老，我身上带的灵晶可能不够，你能不能先借我点？哦，我们刚不是交钱了吗？1人50灵晶啊。呵呵，白长老，刚才交的只是过路费，炼煞的费用可不便宜，每个温泉池都是1万灵晶，绝不讲价。你如果想要凝练全部12种煞气，需要12万灵晶，我身上只有6万灵晶，本来我只准备凝练6种煞气的。我现在真的怀疑建造修仙界的人来自地球了，这简直跟进景区一个模式啊！这温泉山有27个温泉池，大概算一下，这得创造多少财富啊！没事，你炼煞凝罡的灵晶都由我来出，这点灵晶我还是有的。2位是来炼煞的吗？来我们萧家温泉池吧，我敢保证整个温泉山，我萧家的温泉池里的煞气含量是最充足的，而且我们还提供住宿和食物。看见旁边的萧家别院了吗？住1个月只需1000灵晶。白夜无所谓，不管在哪家的池子，灵晶总是得交的，不可能有免费的好事。行吧，就在你们萧家吧，怎么缴费？好嘞，跟我来吧。萧管家，萧管家。2位准备进哪个池子？金火煞。煞气分玄阴煞、金火煞、荒土煞等等，另外还分品阶，按天地玄黄划分。最低的就是黄阶煞气，是给筑基后期修士淬炼真元、凝聚道种所用；玄阶以上的煞气，那就是道种修士用来修炼法术所用了。行，一共2万灵晶，先缴费。这是进入金火煞温泉池的凭证，3月内有效，记住不要超时。这萧家怎么就让这样一个酒鬼来看守温泉池？而且我竟看不出这酒鬼的修为。白夜和柴碗进入池子，各自找了个角落盘膝坐下，而白夜很快就感受到了池底的灵气中还有一丝燥热的火气，这便是金火煞气了。白夜需要做的就是一点点的用自身神识和真元来精炼这一丝煞气，然后将金火煞提炼成煞精，以后用煞精来淬炼子府中的固态真元。固态真元在经过大量煞气和罡气的淬炼之后，就会生出一股灵性，蜕变为一枚种子，这枚种子便是修士的道种了。这么长时间才精炼出黄豆粒大小的火煞结晶，像这样炼煞还真得花1个月时间。不过我修炼的阴阳造化诀中有一门凝罡炼煞的秘术，可以尝试一番。此秘术名叫偷天造化引气术，普通修士凝罡炼煞只能耐着性子一点点的淬炼煞气罡气，但是偷天造化引气术却别出心裁，以之前提炼成功的煞精为引，先天阴阳之气为根基，在体内短暂构建一条只允许煞气通行的经脉，然后将金火煞气源源不断吸收而来，省去了大量精炼提纯的步骤，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哈哈，这真的太神奇了，炼煞的速度快了100倍不止，2小时就提炼出了鸡蛋大小的金火煞精了。但是这会儿温泉池中好像没煞气了。也许白夜吸收煞气的速度太快了，池中的煞气生成速度比不上它的吸收速度，所以煞气被它全部吸收完了，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池底的煞气才能恢复。咦，怎么没有煞气了？怎么搞的？还说他们萧家的温泉池煞气最足，这才多大一会儿就没有煞气了？是啊，什么破池子，找萧家退还我们灵晶，我们换一家炼煞去。对，必须退还灵晶。
3个修士怒气冲冲地出去和看守温泉池的2个萧家修士理论，吵闹着要求退还灵晶。2名萧家修士似乎不信，亲自进到温泉池检查了一遍，发现果然没有煞气了，就赶紧去找了那个正睡觉的酒鬼萧主管。醉眼朦胧的萧主管过来了，看着要退还灵晶的3个修士，怎么回事？今日煞气没了，明日再来修炼便是，退什么灵晶？不行，你们这温泉池煞气含量太少，而且品质也不好，我们不在你家炼煞了，把灵晶退还给我们，我们换一家炼煞去。哼，你说我们池子煞气品质不好？本来就不好，这才修炼了3个时辰，煞气就没有了，完全是浪费我等的时间。退灵晶必须退。白夜看着修士吵着要退灵晶，心里有点过意不去。然而此时萧管家忽然一手伸出一个这份征兆的论法。你们还有没有哪位要退灵晶的？一时之间，池中众人全都噤若寒蝉，无一人敢吭声。萧管家见没人说话，打了个哈欠，继续回去睡觉了。这是黑水遮天手神通。我听说过这门神通，它是5品神通，属于5行遮天手中的一种。若是5行齐聚，就是8品大神通，5行遮天手了。白夜听到其他几位修士的议论声，心里一动。他手中正好就有5行遮天手的神通秘诀，这是卖萝卜从太乙道宗的孙浩然手中得来的。没想到这神通的威力居然如此强大，而且哪位酒鬼居然是位道果真人，并且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出手拍死低阶修士。第2日，又花灵晶办了全部12个温泉池的玉牌，每个温泉池他最多只吸收1个小时，换着温泉池修炼，这样一来也不用担心将温泉池的煞气吸干了。幸亏拥有偷天造化引气术，才能同时吸收12种煞气，一般炼煞还真没有这速度，好像无法再吸收丝毫的煞气了，看来应该是到了极限了。此刻白夜子府丹田中有着12块拳头大小的纯净煞气结晶，一般而言，修士能够吸收炼化的煞精也就鸡蛋般大小，而他居然吸收了拳头那么大的煞精，这在修仙界算是很罕见的了，凝练紫色道种还是很有希望的。柴婉儿，我有事要回宗一趟，你在此地安心炼煞吧，这是10万灵晶，你拿着。好的，你路上小心点。白夜来时是御剑而来，回去就他一个，直接开启混沌定心盘的传送功能，一个眨眼间，白夜就回到了逍遥宗，将路上遇到5位青阳宗修士拦截的事告诉了柴红。白长老的意思是，那5位道众修士都被你给杀了。我要不杀他们，那死的就是我们了。我没说你不该杀他们，关键是你一个筑基后期，你是怎么杀的5个道众修士？我当然是有保命的绝招啊，这个宗主就不用问了吧。见柴红似是不信，白夜取出了5枚储物戒，扔在柴红面前。你看看没，这是战利品，里边还有5个人的身份玉牌。啊，这个是蓝勇那老鬼的身份玉牌，你把蓝勇杀了，他是道种中期啊。好像是有2个道种中期，其余3人都是道种初期。 5个道众修士，嘿嘿，这下子青阳宗算是损失惨重了。这青阳宗修士还真富裕，道种初期就有几百万灵晶，但这都是他们抢的是咱们逍遥宗的灵晶矿啊，要不然他们能有这么多灵晶？这也叫富裕？一个道种修士兜里才几百万灵晶，储物戒里竟是些不值钱的低阶灵材，没一样值钱玩意儿。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底蕴深厚呀？咱们逍遥宗的几个长老连储物戒指都没有呢。那正好，这有5个储物戒指，你直接给5个长老吧。还有储物戒里的法器灵精灵才都交给宗门了。我既然是逍遥宗的长老，总得为宗里做点贡献不是？哈哈，如此，那就感谢白长老了。哦，还有个事必须得查清楚，宗里有青阳宗安插的内鬼，我才来几天啊，青阳宗就知道我的存在了。放心吧，我已经猜到了内鬼的身份，之前就有点怀疑他了，现在更是确信无疑了，等下就去处理他。柴宗主，咱们这附近哪里还有炼煞凝钢的地方？温泉山就有，你不是才从温泉山回来吗？那里有12种煞气，炼煞的话怎么也够了吧？温泉山的12种煞气我已经凝练完成了，所以我想知道剩下的60种煞气在哪里去找。什么？你才去温泉山7天就把12种煞气全部凝练完了？你在说笑吧？我没有说笑，我有一门秘法，炼煞速度比普通修士快上百倍。世间竟有如此炼煞秘术？只可惜这秘术只有我能修炼，否则我倒是想交给宗门，提升宗门整体实力了。
那你不会是想将72地杀、36天罡之气给凑齐吧？是啊，当然要打好基础，怎么着也得凝练紫色道种吧。呵呵，你想凑齐72地杀、36天罡，这个估计很难。我从来没听说哪个修士能炼化这108种煞气罡气的。我不觉得有什么难的，我有炼煞秘术，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与精力的事。哎，你以为煞气罡气那么好寻找吗？在我们第9天界，只有71种煞气，35种罡气，往生砂和紫雷罡在第9天界是没有的。好吧，那你告诉我，剩下的煞气和罡气要去哪里凝练吧？剩下的大部分得去7大宗门的养沙池和凝罡塔中去凝练了，但估计很难。7大宗门一般是不会让外人去他们宗内炼沙凝罡的。哼，7大宗门我更不敢去啊！来修仙界前还骗了7大宗门之一的无极宫的灵境，去了就回不来了。其实咱们逍遥宗以前也是超级大宗门，也有养沙池和凝罡塔，都在逍遥秘境洞天。不过第35任宗主陨落后，洞天秘境的开启愈派一失，宗门也跟着衰落。而且秘境也有6阶禁制法阵，没有到极境修为更是无法开启了。啥？6阶禁制？哼，我有混沌定心塔，可定心禅，可通万剑，可破万阵。问下气灵，看可以破6阶禁制不？小屁孩，6阶禁制你能破解吗？6阶禁制轻易可破。宗主，如果我说我可以打开6阶禁制，那我可以去咱们宗内的养煞池和凝罡塔修炼吗？什么？你确定？我确定。好，稍等，我先去把宗内的叛徒处理了，立刻就带你去秘境。这么快？叛徒是师长老的徒弟，我直接用你缴获青阳宗蓝影的天罗地网法器抓住他，交给师长老处理了。那咱们这就去秘境吧。这里就是洞天秘境的入口了。哦，石头就是秘境入口。呵呵。柴宗主进去看看吧。居然真的打开了，那个玉盘是个什么法器？还能破除禁制阵法，还真是厉害啊！呵呵呵，走进去吧。这里面的世界怎么这么荒芜？还有那边好多废弃的烂尾楼，怎么回事啊？哎，当初第35任李有为宗主在任时，准备在洞天秘境里建造城市，道场将宗门修士的所有亲人都接到秘境中来生活。可惜死在朝天阁掌门手中，这个宏伟的计划也随之搁浅了。林宗主怎么会死在朝天阁掌门手中？朝天阁乃是7大超级宗门之一，底蕴深厚，李有为宗主打不过对方也是正常。可惜了，林宗主一代人杰，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死，真是太不值得。林宗主跟朝天阁结仇，是因为女人而起？是的，因为一个叫韩诗怡的女子而起。这韩诗怡如今还活着，现在是无极宫的大公主，可能修为已入神境。怎么又跟无极宫扯上关系了？那当时杀了林宗主的朝天阁掌门呢？现在也还活着吗？死了。朝天阁掌门花不语跟林宗主一战，虽然最终胜了，但也是惨胜，伤了本源。林宗主过世后不到100年，花不语就作画了。哎，红颜祸水啊！白长老，跟我来。这里应该就是养沙池，怎么成这样子啊？全部都干涸了。柴宗主，会不会是宗门的记载有误？当初的养煞池还没建造起来吧？这哪里有煞气？不可能，我师父亲口跟我说的，说宗门养沙池是世间1等1的养沙池，比7大宗门的养沙池还齐全，里边有71种煞气，是林宗主在一处上古宗门遗迹中发现的。林宗主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将所有煞气全部抽取，并移植到秘境中。以为找到了炼煞的圣地，没想到却是空欢喜一场啊！柴宗主，去看看凝罡塔吧。白长老，进去看看吧。这怎么感受不到一丝罡气啊？柴宗主，这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也太诡异了。柴宗主，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秘境世界有点死寂，居然没有丝毫的生命迹象？别说鸟兽了，居然连花草树木都没有一株，这样的秘境世界怎么住人？是挺诡异的。算了，既然没用了，咱们回去吧。真是空欢喜一场。走吧，出去吧。傻小子，这方小世界的本源干涸了，得补充本源。这里有养沙池和凝罡塔，正是你提升实力的好地方。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古董，从而获得了一部修仙功法。但是修炼此功法需要给女人按脚，从此我的修仙之路从足浴殿开始崛起。你说这小世界要补充本源，
是你不是正好有混沌五彩石吗？这是混沌本源之石，这种低级的小世界，只要1颗混沌五彩石就够了，至少万年之内不需再补充本源了。你的意思是，只要补充了本源，养煞池和凝钢塔立刻就能恢复运转？当然。白长老，走吧，这秘境已经荒废了。柴宗主，等一下，也许我知道怎么才能恢复这方世界的灵气了。啊？怎么恢复？走吧，去外面就知道了。白夜取出一枚五彩石，这东西当初是在老潘家里和黑来电视机一起得到的，当时一共得到5枚，一枚安装在了黑白电视机之上，激活了通天商铺，从而让他踏上了仙途。第2枚是被混沌定心盘吸收了，现在这是第3枚了。白长老这是干什么？难道一块石头就能恢复这方小世界的灵气？随着天地一变，连续4年稠的雨滴落在了白夜和柴红的身上，化作精纯的能量被2人吸收。白夜感觉到自己的识海、子府、经脉和窍穴都有所提升，而柴红更是直接从道种后期突破到了道果界。哈哈哈，我居然凝结道果了！6品道果，白长老多谢了。不客气，这是你的福缘。随着他俩的交谈，血雨颜色渐渐变淡消失，紧接而来的就是气。之前那血色雨滴，应该就是传说中开天辟地时才会出现的地流江吧？能开启万物灵智、促进万物疯长的地流江，果真神奇。哦，这种机会看来是很难得的呀。白长老，我们再进凝钢塔里面看看吧。白夜一进塔中第1层，就感觉到了塔里的罡气恢复了，并且不同地方都分布着各种品质的罡气。哈哈，看来这里已经恢复了，我们再去养煞池那边看看吧。哈哈哈，这里也恢复了。这枚混沌五彩石果真没白用啊，后面就不用四处寻找凝煞炼钢的地方了，突破道种境指日可待。白夜将柴红送出秘境后，自己就留在了秘境中，开始凝钢炼煞，开启了疯狂修炼模式。现在已经凝练了71种煞气，35种罡气，这在第9天界已经是极限了。按道理，白夜应该要尝试凝聚道种了。但是气灵让他不要急，一定要将最后的往生砂和紫雷罡炼化了，天罡地煞大圆满之后再来凝聚道种。而第9天界虽然没有往生砂和紫雷罡，但是地球有，看来得回一趟地球了。不过先去给他们打个招呼，安排下宗内的事情吧。给顾芊芊、陈武他们说了自己回一趟地球后，接下来白夜让柴宗主组织好逍遥宗弟子，然后打开秘境，让宗内弟子都进入秘境进行凝钢炼砂。紧接着告诉宗主说自己要回家乡一趟，长则半月，短则1周就会回宗。随后白夜回到洞府，开启混沌定心盘，传送到了通天商铺，然后从通天商铺回到了自己位于龙城的家中。哼，时间真快，离开地球已经1个半月了。先给手机充个电，看看有啥消息。手机充电后，白夜看到很多消息，有各个足疗店的店长问什么时候搞活动的，有周丽、杨若兰等等的消息，问他去哪了，怎么不回消息。白夜统一回复说自己到国外开拓业务了，这1个多月都在非洲考察市场，那边手机没信号，所以一直没收到消息。对此他们直接无语。足疗店赚钱不赚钱无所谓，我吸收的是先天之气，也许以后还可能应该用到，就交给周丽管理吧。然后白夜把足疗店店长的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推给了周丽，又跟这些店长交代了一声，以后店里的事向周丽汇报就行了，不要找他。接下来白夜就去寻找往生砂和紫雷罡去了。家人们，今天我们进行阴阳洞探险，此洞经常吹出一股热风，一股凉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至今没人能说得清楚，而且传说这是沟通阴阳2界的洞。今天我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吧，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小萌，那地方我知道，我去玩过，但是没敢进洞。主播继续往前走，看看这河水是不是真的通往阴间。呵呵，去阴间干嘛？找孟婆呀！哈哈哈，那么我们就往下继续探索，看看地下河底下到底有什么。这里应该就是阴阳洞的最深处了，只有一个地下河，看来是没办法找孟婆了。所谓阴阳洞，也只是当地人以讹传讹的说法，这洞根本通不了阴间。现在我让九哥拍一遍洞里的神奇景观，大家欣赏一番。当九哥打着手电筒，镜头慢慢移动到地下河的一角时，顿时吓了一跳，差点将摄像机扔掉。小萌，河里
有个人，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古董，从而获得了一部修仙功法。但是修炼此功法需要给女人按脚，从此我的修仙之路从足浴殿开始崛起。小猛，合理，有个人，我操，差点吓死我了！这是主播们安排好的，故意来吓人的吗？难道遇到传说中的地心人了？你确定那是人？难道不会是妖吗？卧槽！老子来这儿练煞也不得安宁，这种地方还有人来，真是见了鬼了。萧猛，那是个人还是妖怪？我们不会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可是刚才我好像听见了那人说话了，好像说我操，难道是本地鬼？辉哥，我也是本地的，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可不要过来。幸亏这会儿往生煞已经凝练好了，去找紫雷罡吧。紫雷罡凝练完就集齐72地煞，36天罡了，凝聚完美道种，指日可待。接下来2天，白夜找到了一处天然洞穴，在里面成功凝聚了紫雷罡，于是打算开始凝结道种了。这次冲击道种境，你一定要到通天商铺中完成晋级。为什么呢？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可以充话费了。我日常都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里充话费，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领券充值，能随机领1至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上次我就在奇怪，为什么通天商铺居然要用珍贵的金刚紫魂木打造，而且紫魂木更适合打造攻击灵宝，不适合用来打造空间灵宝。我想了许久，终于想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也许那人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沟通33天界的商铺，而是为了逃避天道意志的降临。金刚紫魂木可以隔绝一切神识气息的探查，包括天道意志。我怀疑你们这方界域的天道意志有问题。哦，天道意志有什么问题？你目前修为还低，知道太多会影响你的道心，时机到了，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了。靠，你个小屁孩！白夜鄙视了下麒麟，也不问了，直接来到通天商铺，开始冲击道种境。有公主，咱们在这33天店铺外已经守了半年了，这店铺都没开门营业，还要蹲守下去吗？必须蹲守下去，我就不信这店家永远也不开门，气死我了！骗了我整整40亿灵晶，我都没脸回去见大公主了，而且我现在成了整个第9天界的笑话，不把这灵晶要回来，我咽不下这口气。越想越气，有灵下意识的忍不住手一伸，一道奔腾咆哮的火龙直扑向几里外的通天商铺。但是他们都知道，通天商铺是神器，无上大神通都不可能损伤分毫，更别说只是一些火性法术了。哦，难不成这通天商铺也是个假货？一道法术就慢慢要垮它了？可是不应该，通天商铺怎么造假？谁能有这种本事？就在柳林愕然之时，一边突生，这是天道意志呀！这是灭世雷劫，快走！怎么会出现灭世雷劫？难道是我的法术激怒了天道意志？有公主，这通天商铺太邪门了，咱们还是少沾惹为妙。蹲守半年，不仅灵晶没要回，我们还一人搭进去1件灵宝，太不划算了。这是怎么回事？也不至于。那通天商铺主人难道是天道的亲儿子？就要这么护着他，居然降下千年难得一遇的灭世雷劫。而白夜这边终于成功凝聚了道种，紧接着白夜看见了自己的道种，但却是彩色道种。道种不是分7色吗？最高品级的道种应该是紫色的啊，为什么我的道种是7彩之色？修仙界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种分7色，果有9品，凝道种，结道果，一果一神通。哎，我的道种跟我身上的混沌五彩石大小颜色非常的相像，只不过颜色多了2种。难道混沌五彩石其实就是完美道种所化？这怎么可能？哈哈哈哈！我诞生灵智无数年了，只见过5色道种，但是从没见过7色道种。哈哈哈哈！小子，你好好努力，我看好你。还真有5色道种，那么混沌五彩石会不会？白夜心中还有许多疑惑，不过也是一闪而逝，再没有纠结这些疑问。回地球吧，
先去足浴殿吸收些先天之气，然后帮叶长安给他爷爷报个平安，再回逍遥宗修炼法术。回到家中是晚上，白夜打开手机，无意中刷到一段视频，就是他阴阳洞炼杀的场景，播放量都过亿了。只不过视频因环境原因，他的模样不是太清楚，稍微放心些。本想回地球低调些，没想到会遇到这些探险直播的。第二天，白夜早上采集了先天之气后，下午来到了叶老的家中。白大师，修仙界是什么样子的？长安现在怎么样了？这是长安拍的照片，你看看。叶老看着手机里的一张张照片，有气派的山门，有仙气袅袅的风景，还有叶长安的自拍照。看着叶长安的自拍照良久，叶老说道：长安这小子本来是叶家最没出息的一位了，没想到结识大师后，竟能幸运地踏上仙途。我们叶家能有幸结识大师，真的是我叶家的福缘呐。叶老言重了，叶长安本身资质也很不错，如果他没有灵根，我也不会助他踏上仙途。接下来，白夜陪着叶老闲聊了1个多小时，说的都是些修仙界的风俗人情什么的。白夜并没有告诉叶老修仙界的凶险残酷，免得叶老担心。叶老，我在地球只想安静修炼，不想太高调。上次修炼时被人拍到，发到网上，现在网上不少人在谈论，你看怎么解决？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下来了，但是说的话还是有人听的。你放心吧，这事我来处理，一定给你处理妥当。那就好。白大师，我跟你说个情况，其实国家上层的大领导们不少人都知道你的存在，毕竟我老头子都是快死的人了，突然间活了过来，还变得年轻嘛，那些大领导们肯定会追问的，所以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没事，这个我理解。那个魏大师，还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那些领导们身体也都不太好，所以他们托人找我无数次，想要见上你一面。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见上一面，对你应该没有坏处的。白夜一听就明白了，无非是那些大领导想多活几年吗？叶老，这样吧，这2天我还有时间，你这2天约个时间吧，把那些领导都喊上一起坐一坐，我请他们喝个茶。叶老大喜，白夜的茶可不是普通茶，那是仙茶，凡人能喝上一口，那是无上的福缘。好的，我马上去安排，就今天晚上可以吗？在我这书房一起喝个茶，聊聊天。你对这个国家治理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提一提。行，那就定在今晚7点吧，我会准时过来的。这3位老人以前在新闻里都看到过，没想到如今会看到真人，呵呵，还真是实力决定一切啊。各位领导，这可是白大师的仙茶，喝了这杯茶，你们会对人生有新的感悟。几位领导迫不及待地拿起茶杯，开始品尝仙茶。不一会，3位老人都满脸挂满了泪水，重新经历了一次人生的感悟，同时一股神秘的气息也修补了他们衰老的身体，从而焕发到了年轻的状态。这太神奇了，果真是仙茶。白大师，你真的是仙人吗？我算不上仙人，只能算修仙者，也许将来有成仙的机会。那修仙者有什么能力，能说给我们听听吗？修仙者能够飞天遁地，拥有法术神通，呼风唤雨，长寿万年。当然每个修士境界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那听大师意思，修仙者不止你一个，还有很多。是的，其余修士多如牛毛，不过不在地球，在外星球。还真有外星人类，离地球远吗？远，至少以目前的科技，人类是永远到不了的。几位老人沉默了一会，其中一人说道：白大师，有没有想过为国效力？现在咱们国家还不够强大，周边还有不少国家对我们身怀敌意，但有您在，我想国家会很快强大起来。你们放心，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虽然我不经常在地球，但是我保证，那个国家敢对华国动手，我就灭了那个国家。几位老人都倒吸口凉气，这出口就是灭了国家，也太霸气了。他们都庆幸白夜是华国人，而且行为正直，有了他的承诺，几人都放心了。好了，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白大师真的是神仙手段呀！使用混沌定星盘传送到了家中，白夜就开启通天商铺，来到商铺内部，然后再使用混沌定星盘直接传送到了逍遥宗山门外。目前还是实力太低了，
需要每次在通天商铺中转，等修为高了，直接就可以从地球传送到第9天界了。白长老，你回来了。最近几天宗里没什么事吧？没事，宗主自从突破到果境，亲自督促着宗门弟子的修炼，谁敢偷懒，立刻就是一顿胖揍。这会宗门所有弟子都在拼命修炼，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哈哈，柴宗主这是憋屈太久了，想要带着逍遥宗重新崛起，恢复昔日的荣光啊！我去见见他吧。咦，白长老晋级到种境了，不错不错，现在这长老之名也算名副其实了。宗主，我马上要开始修炼法术了。咱宗里的法术玉简都在藏经阁吗？在藏经阁2楼，你可以去看看。宗内大概一共有30种低阶法术玉简，12种中阶法术玉简，8种高阶法术玉简，这些应该够你练习一段时间了。好的，宗主，你晋级到果境了，应该要开始修炼神通了吧？我这里有一份神通玉简，你可以修炼一下。啊，居然是五行遮天手神通！宗主，这门神通威力很是不俗的。呵呵，威力当然不俗，这是在第9天界赫赫有名的神通术。可是修炼这门神通需要用到不少的五行灵物，以咱们逍遥宗的家底，暂时是消耗不起的。哦，需要哪些五行灵物？金金、原木、真水、异火、稀土。白夜没吭声，不过这事他记在心底了。如果有空了，去通天商铺守几天店，卖点悟道茶，看能不能换些五行灵物。哎，烈焰火龙法术需要凝练玄阶金火煞，青丝缠绕法术需要凝练青木煞。白夜一连看完全部30枚低阶法术玉简，都是需要凝练玄阶煞气才能修炼，同理可得，后面修炼的法术都需要凝练玄阶煞气和罡气。看来得先去炼煞凝罡，然后再修炼法术。接下来1个多月里，白夜在秘境凝练玄阶煞气罡气后，还意外发现自己在偷天造化引气术的使用下，地阶和天阶煞气罡气也可以凝练，所以顺便都凝练完了71种天地玄阶煞气，35种天地玄阶罡气，又回地球凝练了高阶往生砂和紫雷罡。至此，白夜凝练完整个道种境需要的所有煞气罡气，这消息若是传出去，估计整个修仙界都得沸腾。这下天下所有的法术我都能直接上手学了，再也不用花时间去炼煞凝罡了。啧，你这偷天造化引气术还真奇妙啊，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回到宗门，白夜便开始修炼低阶法术，按照玉简中的方法，白夜平均1刻钟左右便学会1种法术，仅用了大半天时间就学会了全部30种低阶法术。哎，这不对劲啊！修仙界人都说修炼法术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和精力，可是我怎么这么容易？难道学的是山寨版法术？去找施长青长老问问吧，他是道种后期修为，肯定能看出我修炼的法术有什么问题。白长老，你说说看，到底修炼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也说不清楚，就是我修炼法术太快了，比如烈焰火龙法术，不到1刻钟我就学会了，是不是我修炼方法不对？哦，还有这事，那就先试试法术吧。你就用烈焰火龙法术攻击我，我来感受一下你的法术威力，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个恐怕不妥吧？呵呵，白长老，你不要有顾虑，我虽然只是道种后期，但是也没那么弱，低阶法术伤不到我的，你尽管出手就是。好吧，施长老，那我要攻击了。施长老，你看我法术威力怎么样？哼，白长老，你确定这是低阶法术，而不是你隐藏实力来耍我的？是火系低阶法术烈焰火龙啊！难道你没修炼这门法术？我是修炼了烈焰火龙，但是我发挥出来的威力跟你这比起来，应该叫烈焰火蛇啊！哈哈，我还以为我修炼的法术有什么问题呢。既然威力还行，那就是没问题了。按你之前所说，那么你这修炼天赋速度简直闻所未闻啊！不知你是怎么修炼的？我修炼的功法特殊，也就是前期快点，后期可能就会慢下来了。真是不可思议，你这低阶法术威力比我的高阶法术威力还要夸张，所以我的玄阶散法器才扛不住啊！
呵呵，石长老，是因为你的法器才损坏的。我这有个低阶灵宝天罗盾，就送给你吧。那就多谢白长老了，算我师长轻欠你个人情，日后有机会一定还你这份人情。师长老告辞，去祭炼法宝了。而白夜又有些困惑了，因为按照修仙界记载，一般修士只要修炼了3种以上低阶法术，体内的道种就会发芽。但是他修炼了30种低阶法术了，都还没发芽。虽然他修炼有些特殊，但也不应该呀。哎，按照万物生长规律，应该是因为肥料不足吧？也就是修炼的低阶法术还是太少，宫内没有低阶法术了，中高阶法术又只能等道种发芽了才可修炼，怎么办呢？难道去抢？白夜想会觉得还得从长计议，接下来准备先钻研炼丹术。听说宗内炼丹最好的是章太行长老，去找他学习下吧。白长老，炼丹的第一步是提纯灵材，好的炼丹师必须将灵材的纯度提纯到80%以上，这样炼丹的成功率和出丹率才会更高。张太行手中拿着一株蓝莲草，一边开始提纯灵草，一边给白夜讲解这各种方法和注意事项。之所以炼丹需要提纯灵材，是因为许多灵草都是多属性的，比如我手中的蓝莲草，它就是水木双属性的灵材，而我要炼制的回气丹只需要蓝莲草的木属性，那么就必须将蓝莲草中的水属性给剔除掉。张长老，为什么就必须得剔除水属性呢？那样不就损坏了蓝莲草的灵性吗？这水属性就相当于杂质，不剔除杂质，怎么炼丹？就不能直接将蓝莲草的水属性转化为木属性吗？还可以有更高的纯度，不是比直接移除水属性要好得多吗？呵呵呵，这是不可能的，水属性怎么能转化为木属性？除非是真仙才有这手段。我觉得啊，你这提纯的方法是错误的，去除杂质也不能用这种野蛮的方法呀。打个比方啊，要是你手上长了疮，你会把你的手砍掉吗？白夜这么说，只因为想到自己的阴阳造化诀中有一门秘术为万物阴阳通灵化气术，就可以使五行属性相互转换提纯。哼，你懂什么呀？不懂就不要乱打比喻。整个修仙界，无论哪个宗门，都必须剔除掉灵材中用不上的属性，否则如何炼丹？那就是整个修仙界都错了，整个修仙界的修士在炼丹一道，全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行，你有本事，整个修仙界都错了，就你是对的。那你提纯一株灵草让我见识一下，我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白夜也不多说，拿起一株蓝莲草，白夜按照万物阴阳通灵化气术的运功诀窍，慢慢的将水、木2种属性融合在了一起。虽然第一次提纯，但确实证实了这灵材中的五行属性是可以转化的。看来真理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张长老，你拿去看看吧，我提纯的灵草是不是跟你的不一样？张太行冷哼一声，便使用剑灵术测了一下灵材的纯度。10成纯度，这怎么可能？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要把水属性转化为木属性，蓝莲草灵性未失，当然就是10成的纯度。此时张太行看白夜的眼神变得一片炙热，因为有了白夜的技术，可以炼制很多高级丹药，从而换取无数资源。林清也看到了逍遥宗的崛起。这张长老眼神也太那个吧？听说修仙界南风挺盛，难道？可是我只对女人感兴趣啊！张长老，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呀。不准走，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跟我在一起。卧槽，还真是个老兔子精，老子只对女人感兴趣，你休想把老子掰弯！白夜不敢再待下去了，二话不说，一起飞剑就跑。白长老，你不要走，我有话对你说，等等我。靠，这都是要表白了吗？真是离谱啊！眼见张太行穷追不舍，白夜急了，老子都躲这么远了，这态度表示的还不明显吗？都是一个宗门的同事，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些话说穿了就没意思了。同事之间没必要弄得大家都难看吧。想着，白夜在离他洞府不足100米的距离停住了，有些话还是说清楚的好，趁早打消张长老这不切实际的念想，免得他日后纠缠不休。张长老，我直说了吧，我不喜欢男人，对你没兴趣，你的明白？张太行张大了嘴，脑袋宕机了片刻，随后眼睛红了，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白长老，你是在侮辱我吗？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帮忙提纯灵材而已，你在想什么？你让我帮忙就帮忙呗，那么激动干嘛？而且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吓死个人。接下来就是张太行想让白夜跟他一起提纯炼丹，赚取灵晶资源，算下来辛辛苦苦半年也才能赚10亿灵晶，但是白夜哪有空搞这些，而且也看不上，自己随便卖出去一些悟道茶都比这强。还是算了吧，你想让我跟你打工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也别想让我打工。说完，白夜转身回了自己洞府，只留下张长老一脸的莫名其妙。
当务之急是解决低阶法术的问题了。难道真要去抢或偷？哎，青阳宗不是跟逍遥宗有仇吗？还抢了逍遥宗灵金矿，就去偷他们的法术吧。虽然他们有道果真人存在，但是我有混沌定心盘啊，被发现了就直接传送回来。哎，青阳宗不是跟逍遥宗有仇吗？还抢了逍遥宗灵金矿，就去偷他们的法术吧。虽然他们有道果真人存在，但是我有混沌定心盘啊，被发现了就直接传送回来。水系初阶法术寒冰刺，木系初阶法术荆棘刺。白夜看着各种玉简，伸手拿起了一个，紧接一道响箭突然电射而出，情急之下，白夜使用了定心盘的禁锢空间之术，将响箭定在空中。这青阳宗也太小心了吧！楼下有禁制阵法不说，居然还布置了物理机关。楼上好像有声音，赶紧去看看。此时白夜已经听到楼下有人的脚步声走了过来，白夜也不管发现不发现了，直接将2楼所有玉简收入储物空间，将射来响箭定住落下。而此时他已经听到有道果境强者的声音传来：什么人敢闯我青阳宗？无论你是谁，青阳宗与你不死不休。白夜此时赶紧启动混动定心盘，身影快速消失。我要杀了你！无论你是谁，我青阳宗一定要灭了你的九族，将你族人全部挫骨扬灰。沈青山发泄情绪后，神识一扫，幸好其他楼层法术玉简都还在，但整个2楼一共221枚玉简全部被一窝端了。奇怪的是，藏经阁的禁制竟完好无损。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干的这事？白夜回到洞府，看了下空间里从青阳宗弄回来的资源，一共221枚玉简，其中低阶法术玉简38枚，单方96枚，20多枚阵法玉简，30多枚气谱玉简，另外还有10几枚秘术玉简，比如传音术、提纯术、藏灵术、点化术之类的。现在又有了法术玉简，可以继续上手修炼了。这些日后也可以放到宗门里供弟子修炼。白夜也不耽搁时间，开始闭关修炼。七色道种虽然强大，可是对法力的要求也高。白夜足足修炼了49种低阶法术时，道种终于出芽了。现在不能修炼法术了，该给嫩芽补充营养，使其发生蜕变了。营养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修士的真元，对于白夜来说就是先天之气。看来又得回地球采集些先天之气了。给柴红打了招呼，白夜使用混沌定心盘回到了地球，在足浴殿历时1个月，按了大概12000个人的脚，才吸收到了足够的先天之气。接下来就是使用先天之气祭炼嫩芽，祭芽成功了，我就进入到正中期了。去通天商铺祭炼吧。通天商铺中，白夜盘膝而坐，按照阴阳造化诀上介绍的步骤开始祭炼嫩芽，苦苦坚持了3天，神识几乎耗尽，终于尖尖的嫩芽之上生出了一截枝干。奇异的是，这是一截七彩颜色的枝干，看起来极为耀眼。在这一刻，白夜似乎感觉七色道种有了某种神奇的变异，似乎在祭芽成功的这一刻拥有了生命，开启了灵智，体内道种隐隐传出来声音：好饿。这怎么感觉跟怀孕了一样？那么孩子饿了要吃奶，道种饿了吃什么？毫无疑问，只能是法力。白夜又一口气修炼了14门法术，原本的道芽开始了茁壮成长，成为了一棵小树苗，树干上皆是各种颜色的神秘符文。这棵树苗能将来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到时结出的果实会是什么品质？果实孕育出的本命神通又会是什么神通？算算时间，马上就是地球的春节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白夜幸运得到通天商铺，从此踏上仙途，1年时间修炼到了道种中期。这个修炼速度若是传出去，只怕整个修仙界都会沸腾。还记得跟古天龙大哥的1年之约，算算时间，也就是在这2天了。于情于理，得好好报答人家一下。按下商铺营业开始，一缓缓升上天空。让白夜没想到的是，刚刚开门没几分钟，就有一道人影御剑而来，赫然就是古天龙。古大哥，见到你可太高兴了。白道友，你居然已经到正中期了？这还得多谢古大哥给我的修炼功法——阴阳造化诀，实乃世间1等1的神奇功法。古天龙有些错愕，面上的表情很精彩，似笑非笑。过了好一会儿才道：“白道友，实不相瞒，这阴阳造化诀我之前大概看过一下，那修炼要求实在太奇葩了，我也没想到这功法修炼速度竟这么快。我有个疑问，白道友，你方便说吗？”古大哥，你对我有大恩，有什么疑问尽管问就是。我记得阴阳造化诀上说，吸收女子的先天之气需要通过足底的涌泉穴，你是如何找这么多女子修炼的？在足疗店啊，我当技师给女顾客按摩洗脚，就这样。足疗店是干嘛的？技师又是做什么的？
白夜知道修仙界没有这玩意儿，于是就特意解释了一番，费了不少的口舌，才让古天龙听懂。哎，这么说来，这门功法还真的适合你。不过，作为修仙者，要去给凡间女子捏脚，这着实为难你了。呵呵，没事，为了修仙，受点委屈又何妨？白道友，你这心态不错。对了，你种植的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成效？不好意思，古大哥，实不相瞒，我种植的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都出了问题。虽然种出来的东西也有灵气，但是真实功效离真正的天地玄黄参差得太远。也许是种子的问题，天地玄黄参需要玄黄之气的灌溉，太初玲珑参需要吸收太初神魔血。我尽力去寻找这两样东西，如果能找到，到时候交给你重新育种，到那时应该就可以收获真正的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白夜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古天龙帮他筑基，助他踏上仙途，为的就是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只可惜他没办法种植出来。古大哥，不知道悟道茶你需不需要？你手中有悟道茶？古大哥可以看看，这个悟道茶应该是正品。好东西啊，白道友，这悟道茶我给你算3亿灵晶1两，你这有2两，给你6亿灵晶如何？古大哥这就见外了，你对我有大恩，我欠你的人情大了，区2两茶叶而已，哪里还能收你的灵晶？这茶就送给古大哥品尝了。白道友，你当真送给我？古大哥，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我白夜虽然暂时修为还低，但在我心里还是将你当做我的朋友的。朋友，好，我古天龙就交了你这朋友。行，这悟道茶我收下了。白道友，你已经到中境了，虽然我不能进你这商铺陪你喝酒，但是你可以走出商铺的。有空你可以去太乙道宗找我喝酒，我是太乙道宗的2长老，你到了太乙道宗报我的名字就行。哦，好像第一个买我萝卜的修士就是太乙道宗的大长老，这里有些尴尬了。那个古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太乙道宗有没有一个叫孙浩然的？这是我宗的大长老，你是如何认识他的？古大哥，你是不是有许久没有回宗门了？是啊，去年从你这儿离开，我就去寻找一味药材，在落魂谷寻找了快1年时间，终于找到了这味药材，想着和你的1年之约，这才赶过来看看。古大哥，还麻烦你把这枚储物戒还给孙浩然长老，替我给他赔个不是，改日我一定登门亲自道歉。古天龙神识一扫，愕然瞪大了眼睛。储物戒里居然有大量灵晶和各种修仙资源，最惊奇的是里面的东西和孙长老的以及宗门里的东西一模一样。白道友，这是什么情况？还请说明白。那个古大哥，我跟你说个事，你先别生气啊。当时我种出了2箱地的萝卜，就是天地玄黄参和太初玲珑参，想着来通天商铺换点修炼物资，没想到贵宗的孙长老正好来买东西。白夜从头到尾的把当初卖萝卜的事情跟古天龙说了一遍。古天龙沉默了片刻，觉得在修仙界本就是你争我夺的，何况孙长老自己不识货和别人换的，给任何陌生人也不会退给你的。行吧，东西我收下了，此事就此结果，我会跟师兄解释的。接下来古天龙走了，白夜也没在通天商铺多待，因为暂时他手中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卖得了。悟道茶已经所剩无几了，新茶想要出来也还得等好几个月了，还得给那位6000多岁的美女夏青青留2两，这是白夜答应他的。回到逍遥宗，柴红看到白夜就是一愣，哟，这么快就晋级到中境了，哈哈，运气好。青阳宗的藏经阁是被你打劫的吧？哦，宗主，你是如何得知的？那个青阳宗的法术玉简呢？你修炼完了总得贡献给宗门吧？都在里边，除了法术玉简，还有丹方、气谱、阵法玉简，一共221枚，都给你。呵呵，干得漂亮！听师长老说你修炼法术速度很快，咱们宗门的已经被你学完了，青阳宗藏经阁又被你打劫了，你还晋级了，我就知道这是8成是你干的，这次实在太解气了。宗主，青阳宗现在如何了？青阳宗能如何？只能生闷气啊！他们又不知道是谁打击了他们的藏经阁，哈哈！现在咱们逍遥宗有了秘境里的养沙池和凝钢塔，只需韬光养晦几年，等到弟子们成长起来的时候，就是覆灭青阳宗之时了。接下来白夜的计划就是增加自身的技能和实力，花了半个月学习了炼器、制符、阵法的基础知识，接着又花了3天修炼52种中阶法术、8种高阶法术。以我现在的综合实力，完全可以和道果初期的修士过招了，去找宗主过招吧。换了身衣服，白夜和柴红来到了演武道场。柴宗主，
我的高阶法术威力很强的，你要小心点啊！哈哈哈，白长老，你是不是自信过头了？我是道果真人啊，就算你的战力同阶无敌，莫非你还以为你能伤到我？哦。就算你的战力同阶无敌，莫非你还以为你能伤到我？好，那宗主就先试试我的高阶法术焚天火莲，接招！这是逍遥宗的高阶法术焚天火莲吗？可是我施展出来的威力比白夜的火莲小10倍啊！靠，这白长老真是个妖孽！哈哈，那白长老试试我的雷火漫天神通。话落，只见柴红张嘴吐出一枚神奇符文，符文落入巨大火球之中。哦，这便是神通的威力，会爆炸的火球。哈哈哈，白长老，我这雷火漫天神通威力如何？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刚入的百草味酸奶山楂冰，解馋又解压，酸酸甜甜很好吃。领券后还不到10块，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试吃，身边的人都在这里试吃，官方正品，超多解馋的零食新品，好吃又划算。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直接点击评论区，快选选吧。威力是不错，不愧是6品神通术。不过我的焚天火莲可以无限重组，也未必就怕了你的神通。你以为6品神通就这么点威力？哈哈，再让你见识一下吧！爆！这就是神通的威力吗？法术威力再强，也很难敌得过神通。水系高阶法术，夺龙滔天；木系高阶法术，万木囚龙；系高阶法术，大地退水。饶是白夜真元法力雄厚，一口气连施3门高阶法术，而且神识需要同时操控3门法术，这消耗也大的让他有点吃不消了。柴宗主，你试试你的神通还能爆开吗？卧槽，这还是道种修士，居然能同时施展3门高阶法术，这得有多么雄浑的法力储备？哪怕我是道果真人了，我也办不到啊！还真是个妖孽啊！更可怕的是，柴红已经感应不到了自己的神通符种，白夜的3门法术层层包裹之下，切断了他与神通符种的联系，他对神通符种失去了掌控。白长老，你赢了。与柴红比试完后，白夜回到了洞府，看着紫府中已经成长7米高的大道之树，白夜又有点头疼了。他的道种实在太能吃了，吸收了那么多的法力，居然还在喊饿，就像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怎么办？目前现有的法术已经练习完了，体内法力应该比道果真人要强，但道种还没吃饱，远远没到成熟期。哎，有时候孩子太能吃也不一定是好事，养不活啊！难道只能继续打劫青阳宗？白夜记得上次只来得及偷了青阳宗的2楼，3楼还没来得及去，中高阶法术预检应该都在3楼。不过这次他们应该防守很严密了，还能得手吗？靠，怕个啥？整个青阳宗也就1位道果真人，其余全是道种修士，就算被发现还是能逃掉的。定！靠，怕个啥？整个青阳宗也就1位道果真人，其余全是道种修士，就算被发现还是能逃掉的。晚上就出发。这3楼和2楼格局都一样，先收了这些玉简再说。哎，卧槽，怎么还有人？白夜马上神识就感应到此人修为在道果初期，不用说，必定是青阳宗宗主沈青山。好小子，居然还敢来，老夫定要把你扒皮抽筋！定！我操，这人脖子是铁做的，居然割不断。沈青山只是被定住了不到1秒钟，立刻就恢复了行动能力。他被吓了一跳，若非修炼了3品护身神通铜皮铁骨，刚刚那一下险些要了他的命。这小子有古怪，道种中期不可能有这种神通，身上肯定是有什么逆天的宝物。哈哈，这小贼今天必须死！定！哪怕沈青山有了防备，可是当白夜那声定字出口，他和他的进攻还是不可避免的被定住了。这还怎么打？太憋屈了！就在这时，沈青山忽然感到脚下一紧，这个无数的藤蔓牢牢地缠绕在了他的腿上。哼，拿出接法术对付我，真当道果真人是你捏的。此时，沈青山又能动了，
准备将脚上的藤蔓震碎。然而令他骇然的是，他的真元竟然无法震碎脚上的藤蔓。还没等沈青山反应过来，突然看出一双大手，牢牢地将沈青山双腿握住，令他无法动弹半分。这好像是逍遥宗的法术，可是逍遥宗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道种中期人物了？焚天火莲。此时白夜发现，火莲虽然裹住了沈青山，但是他有护体神通，还不能立刻烧死。于是又祭出一件如山峰般的法宝，对着他的脑袋一个劲的轰，不知砸了多少下。沈青山的神通被破，人也跟着被焚烧殆尽。这道果真人还真是难杀，要不是有混沌定心盘，被杀的肯定是我了。紧接着，白夜马上把3楼所有的玉简一卷而空，消失在了藏经阁中。回到洞府，白夜看了下战利品，总共135枚玉简，中高阶法术玉简30枚，其余都是丹方、气谱、阵谱之类的玉简。这些白夜暂时不太在意，随即便开始闭关修炼。这30门法术也学会了，大道之术又长到10几米高了。可七色道种还是没有进入成熟期，去问问宗主，看逍遥宗还有没有仇家。然后，柴宗主，我想问一下，咱们逍遥宗除了青阳宗，还有没有什么仇家？不死不休的那种？有，西边的大眼宗和南边的万剑门都跟咱们有仇。大眼宗30年前杀了我宗2位长老和数十弟子，而且抢了我们2座紫银金矿。万剑门20年前杀了我宗8位长老、39位弟子，抢走了我宗位于天南仙坊的一间临街铺面。好，太好了。白长老，你这是个什么意思？是觉得他们杀逍遥宗弟子，抢逍遥宗地盘抢得好？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又有了新的目标。你想去打劫大眼宗和万剑门的藏经阁？没错，我的修炼陷入瓶颈期了，大道之术还差不少法力才能进入成熟期。白长老，你这是打劫上瘾了，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危险的念头。大眼宗和万剑门的实力很强，远不是青阳宗能比的。实力很强吗？有多强？道果修士至少在10位以上，他们已经可以算中型宗门了。我们逍遥宗和青阳宗都是小宗门，这实力相差太大，你还是别去冒险了。白夜沉默了，10位道果真人以上却有点可怕，如果真被他们一起围住了，只怕会有性命之危。可是不去冒险的话，他的修为就会停滞不前。哎，这可怎么办？其实还有个办法，白长老可以去天庭一系碰碰运气，空天商铺里也许能买到你需要的法术玉简。哎，对啊，我可以去其余32个商铺碰碰运气，看能否买到法术玉简，顺便看看他们的主人都是些什么人。多谢宗主提醒。对了，有件事忘了跟宗主说了，柴宗主，这里有135枚玉简，算我贡献给宗门吧。哦，白长老，你这是又打劫了哪个宗门啊？还是青阳宗的，上次只去了他们藏经阁的2楼，这次去的3楼，把中高阶的法术玉简都弄回来了。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我竟没听说？什么时候的事？5天前的夜里，而且我还把他们宗主沈青山给顺手宰了，说不定他们就是因为宗主死了，所以不敢声张。什么？你把沈青山杀了？是啊，杀了，费了我老大的劲才弄死他的。道种中期斩杀道过境，你还真是妖孽啊！接下来我马上就召集宗内弟子，开始攻打青阳宗，杀他个片甲不留，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随后，柴红带领逍遥宗200-300弟子大战了不到1天时间，就灭了青阳宗，获得了不少的资源。这下该去天庭遗迹看看，也许能在哪找到需要的法术玉简。天庭遗迹在第9天界的天界山之上，相传天界山是当年的龙腾大帝出生之地，这里当年有一个小村落，名为天界村，龙腾大帝便是出生在天界村。后来龙腾大帝一统33天界之后，选择了在天界山的上空建造了上古天庭，掌管33天界。现如今天庭早已荒凉败落，唯有33个通天商铺，历经无数岁月，仍旧屹立不倒。那里有一家商铺正在营业，过去看看吧。哦，这是第19天店铺，怎么看起来比我的至少大了10倍，而且也很有档次，不应该啊？难道是我修为低，没能祭炼通天商铺？白夜来到跟前，先是看了一遍商铺售卖的东西。这售卖的居然全是天地气真露上的灵台灵物，足足10几种，而我目前就悟道茶能拿出手，这一比我简直就是个叫花子啊！这店主怎么长得跟典籍中记载的龙腾大帝气质有些神似？这哪来的道种中期的小修士？我这的东西他能买得起才怪。
小子，你要什么东西去方氏买去，我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啊。前辈，我就出来看看，长长见识。白夜一说话，店主突然吸了吸鼻子，然后盯着白夜上下打量起来，然后突然态度大变，笑着说道：“小友是不是去过33天店铺？我闻到了小友身上有33天店铺的气息。”这人是狗鼻子吗？还会闻气味？没错，刚从33天店铺过来，前辈好眼力。小友，能跟我说说33天店铺的店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我去他商铺好几次了，一直没见到他店铺开门营业。白夜心里莫名的升起了一股警觉，这店主打听33天店铺做什么？前辈，那33天店主长什么模样我也记不清了，感觉长相也挺普通的。那他的店铺是什么样的？有多大面积？前辈，他的店铺比你的小了许多，至少小了10倍。莫非此人还没炼化通天商铺？小友，你见那33天店铺的店主是什么修为？白夜心里更为警觉，只是说道：“我也看不透他的修为，反正肯定是道国以上。”店主沉默了，眉头紧锁，似是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过了会才说道：“小友，你可以再去一趟33天商铺吗？我给你5亿灵晶，你去帮我约一下33天店铺的店主，告诉他我约他在第9天界的楼中楼相见，有要事相谈，怎么样？”白夜沉默了一下，想到天上不会掉馅饼，事有反常即为妖。前辈，我不明白为何你不亲自去约他？你是不愿去吗？店主突然不耐烦了，一股威压降临，白夜如坠冰窖，遍体生寒，似是只要白夜敢说出半个不字，立刻就会将白夜弄死。前辈，我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先答应下来吧。可是前辈，我能不能不要灵晶？我想换个报酬。行，你说你要什么，只要我这里有，都可以给你。我想要法术御剑，越多越好。这个我这里还真没有。法术都是宗门最基础的根基，那有哪个宗门会把法术拿出来卖呢？不过你可以找个宗门加入，一般宗门里都有足够的法术供你修炼的。可是，一般的宗门不会招收来历不明但有修为的弟子。但是凡事总有例外嘛。你如果对自己有自信，可以去天骄阁试试，那里不问来历出身，只要你够优秀，就可以加入。只要进了天骄阁，你就不愁没有法术御剑了。天骄阁在什么地方？为何我从没听说过？天骄阁在太初海，这是个神秘组织，从成立至今还不到300年，形势也低调，各门各派都有人加入其中，当然必定都是宗门翘楚，能加入天骄阁的都是各宗门的一代人杰。天骄阁虽然不算宗门，但是其实力甚至不比那些传承久远的超级宗门差。多谢前辈。行，前辈让我带的话，我马上帮你带，但是能不能成，这个我不能保证。那就多谢小友了。不过我月千筹说话向来算数，说给你5亿灵晶，就一定得给。小友，你可以走了，只要把话带到就行，就说我在3日后的3月初1在楼中楼等他就行。白夜走了，带着5亿灵晶离开了天庭遗迹。至于带话，他就是33天店主，已经收到消息了，还用带什么话？想不明白这19天店主月千筹是个什么意思。小子，我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什么问题？通天商铺有问题。通天商铺能有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但是通天商铺很不对劲。你知道那月千筹为何要你带话吗？就是想不明白啊。他想让33天的店主炼化通天商铺。为什么？你不知道，这通天商铺如果没祭炼的话，只能展露最原始的形态，就是你的店铺这种形态。而且如果没有炼化通天商铺的话，是没法进入第9天界的。你是因为有混沌定星盘的传送功能，所以才可以进入第9天界。但是换个人的话，若是没有祭炼通天商铺，只要踏上第9天界，他就回不了通天商铺里了，等于说他就会失去通天商铺的掌控权。他邀你去楼中楼谈事，就是想变着法子逼你炼化通天商铺。他是19天的店主，这么关心33天店主做什么？我炼不炼化通天商铺跟他有什么关系？这就是问题所在呀。幸好你因为修为不够，没有炼化通天商铺，否则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后果。白夜沉默了，心底还隐隐有着后怕，直到今日才发现通天商铺中隐藏着某种未知可怕的秘密。就算后面晋级到果境后，白夜肯定是不会再傻傻的祭炼它了。道友，你来天骄阁所为何事？我想申请加入天骄阁。道友还是请回吧，我们天骄阁吸收成员是很严格的，你这修为太低了，至少也得跟我一样，有道果修为才有机会加入天骄阁。我虽然暂时修为还低，
但是在宗门里也算一代天骄了。天骄阁需要的不正是有发展潜力的成员吗？你莫不是什么小宗门里的天才？你到这个年纪才到种中期修为，能算天骄吗？我这27、8岁的道种中期很差吗？道友，还请你跟阁主通报一声，行不行？总得给我个考核的机会吧。说到这里，白夜摸出一个储物袋，递给美女说道：“小小心意不成敬意，美女姐姐还请帮个忙。”美女估计年岁不大，没什么收受贿赂的经验，看见白夜递过来的储物袋，愣住了，没有接，小脸涨得通红。你这是做什么？还有，我今年才25岁，你别喊我姐姐。居然才25岁，难怪感觉她说话办事像是刚入社会的小姑娘，原来真的是小姑娘。这样的小姑娘应该好对付。道友，你别急着拒绝，我也不是要你做主把我招进去，只是请你帮个忙，跟主事的长老说一声，给我个考核的机会。你这人一看就心术不正，居然还想贿赂我！我们天骄阁不可能招你这样的人。得，这还弄巧成拙了。送礼是百试不爽的招数，却在这心思单纯的小姑娘身上失效了。道友别生气，我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心术不正之人。你看我一脸正气，就知道我绝对是个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修士。我只是特别想加入天骄阁。你不用跟我说了，请回吧。哼，如果不走，我会把你扔出岛的。道友，你别啊！白夜还想和李清月周旋一番，突然一道声音传了过来：“怎么回事？什么人胆敢来我天骄阁的地盘闹事？”这不是那个6000多岁的美女夏青青吗？哦，这小子不是33天商铺的店主吗？怎么跑到我们天骄阁来了？夏长老，这人才到种中期修为，居然想要加入我们天骄阁，我赶都赶不走他，没皮没脸的烦死了。白道友，你这是何意？为何想要加入我们天骄阁？夏长老，我想加入天骄阁，不知道天骄阁招人都有什么规矩？本来按理来说，我们天骄阁只招收到过境以上的天才，但是你毕竟身份特殊，可以给你一个入阁考核的机会，你要试试吗？如果通过了考核，那我可以做主，破例招你入阁。我想试试，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入宗考核。天骄阁嘛，自然只收天之骄子，你总得在某一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能称得上天骄2字，我们才会招收。你自己说说，你有哪方面比较突出的？同阶无敌算不算？我敢说，整个33天界，到种境修士任何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哈哈哈，到种境无敌有个什么用？可是我也会晋级的，当我晋级道果那一刻，我就是道果境无敌了。哼，就你还同阶无敌，真够能吹的啊你！你不信？别看你现在是道果修士，修为比我高，但是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跟你打个平手？你好大的口气！就你一个道种中期修士想跟我交手，你配吗？白夜这回看了看夏青青，李清月，你去跟他比试一下吧。如果他真能跟你打成平手，那么也算有本事了。咱们天骄阁就破例收下他。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让我瞧瞧你凭什么敢口出狂言。不用多说，我有什么本事，咱们比过你就知道了。话落，李清月立即施展自己的神通，让白夜知道道果修士的厉害。这是神通，传说中的剑术神通。一旁观战的夏青青也是吓了一跳，见到神通一出，白夜必死无疑。正准备出手救下白夜时，白夜突然轻轻吐出一个字：别！没有天地异象，但是方圆10丈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禁锢了。李清月神通被隔绝，瞬间消失，而白夜瞬间就出现在他的背后了。这是什么神通？不对，这不是神通。白夜仅仅是道种修为，不结道果，何来神通？短短一瞬间，那种禁锢空间的力量消失，李清月身体能动了。看到身后的白夜，一阵后怕。刚才情况，他岂不是只能任人宰割？咱们算平手，不用继续比了吧？李清月沉默了，白夜这能力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了。不用打了，白夜，我做主，破例答应你加入天骄阁。夏青青领着白夜走进了天骄阁内，给白夜进行入阁登记。行了，从今日起，你就是我们天骄阁第168位成员了。这是你的身份玉牌，以后凭此玉牌出入。咱们天骄阁不算是宗门，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道友聚在一起交流修炼经验的组织，没有什么门规。但是每人都必须完成阁里的日常任务，这些你得记住了。行，既然入了组织，该尽的义务我还是会尽的。这些是传音符，你是我发展入阁的，有事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的，夏长老，我想问一下，咱们天骄阁有没有法术玉简？我修炼要用。
我说你怎么想要加入天骄阁？原来是来修法力的，你算是来对地方了。咱们天骄阁里的法术玉简应该有不少，具体有多少我们也没在意，都是道国以上修为，也没人需要修法力了。你是天骄阁唯一的道种修士，走，我带你去库房，你自己修炼。随后，夏青青带着白夜到了天骄阁的库房，指着墙角的一堆像小山一般的玉简说道：“这些都是法术玉简，这么多，应该够你修炼了吧？”白夜直接震惊的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他费尽心思去偷抢的法术玉简，在天骄阁居然像一堆垃圾一般随意的扔在墙角，而且这数量未免也太多了。这些都是法术玉简，怎么会有这么多？屠了59个宗门，可不就有这么多了？原来都是抢来的。如果一个宗门有1000人，那也将近杀了6万人。不会这天骄阁名义上相互交流修炼，实际上干的是打劫的勾当吧？好了，我走了。你想修炼就在这修炼，顺便把这些玉简清点一下，但是不要把玉简带出库房，这里都有流影石。随后，白夜就在里面开启了疯狂模式的修炼。3个月后，白夜终于晋级到道种后期，子府中大道之树已经成长到近1000米高，3人合抱般粗。白夜也惊讶的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正常凝练紫色道种的修士，大道之树也就碗口粗，3丈高就很不错了。我这次修炼了2000多枚法术玉简，但这大道之术表现也有些夸张吧？现在跟人交手，我可能施法7天7夜，法力也不会枯竭吧？接下来，白夜又经过25天时间，将所有法术凝练成了法种符文。按理说，这种情况，大道之术就应该要开花结果了，但是白夜的还是没有。这是个什么情况？法种符文已经凝练了2000多枚，已经是极限了。那么晋级还差什么？白夜想，就联系到夏青青，送给他2两味道茶，这是之前答应他的。接着就告辞回去逍遥宗了。清月师妹，听说咱们天骄阁多了一位新成员，而且还是一位道种修士，你应该见过这位新成员吧？见过，此人叫白夜，是夏长老引荐入阁的。难道是夏长老的晚辈？这就有点过分了。咱们天骄阁何等威名，道种修士有什么资格入阁？易师兄，你可别小瞧了他，我已经跟他交过手了，连我可能都不是他的对手。什么？清月师妹，你是混元剑宗万年来的第一天才啊！8品剑道神通连一般的道果中期后期修士都不是你的对手，怎么可能打不过道众境的蝼蚁？哎，没到他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跟他交手后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清月师妹这么一说，我倒是更想见见这位白夜道友了。易超师兄，你不用急，你在天骄阁等上1日，应该很快就能见到他了。我看守天骄阁的半年之期已满，按规矩，接下来的半年就该由他来看守了。与此同时，逍遥宗中的白夜忽然感觉到储物戒里的传音符震动起来。白夜知道是夏青青长老的留言，连忙取出传音符。白夜，从明日起，你要开始为期半年的看守任务，这是天骄阁每个新成员都必须经历的。今晚之前，你务必赶到天骄阁，和李清月做好交接工作。白夜有些苦恼，让他看大门当保安，还一守就是半年，这太浪费时间了。他还急着凝结道果呢，此时他甚至想直接撂挑子不干了。还是去吧，要不是天骄阁的2000多枚法术玉简，我也不可能这么快晋级道种后期，咱也不能干卸磨杀驴的事情。白道友，你可算来了，我终于解脱了。你是解脱了，我却进了苦海。半年啊，我得在这守门守半年。没事，半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来，我给你交代一下你守门的主要任务。随后，李清月开始给白夜交代了要做的工作。其实说来还是非常清闲的，就传达下来访的人意愿，或者初步判定要加入天骄阁的人的条件。可以了，再传达给阁内长老，只有长老才有资格拉人入阁。好了，那白道友，我就走了。李清月高兴的走了。白夜看了下这个天骄阁的门卫室，就是一个面积不到10平米的小亭子，里边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啥都没有了。真不明白李清月是怎么熬过半年的，而且这也太简陋了吧，该换换。白夜直接从储物空间中摆出一张沙发、一张摇摇椅、一个喝茶的茶桌、一套精美的茶具，这才有些看大门的样子。于是白夜就开始惬意地坐在椅子上喝着茶。此时从天骄阁里走出一位儒雅的青年。此人道果后期修为。你就是新入阁的成员白夜。道友要不要进来喝杯茶？男子犹豫了片刻，还是走进了凉亭，坐到白夜对面的沙发上。自我介绍下，我叫易超，出身归元宗。白夜点点头，给易超倒了杯茶，道：易道友，尝尝我的茶。易超起初没在意，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而后一超脸上的表情变得精彩起来，时而疯狂大笑，时而泪流满面。良久之后，一超忽然站起身，一脸震撼地问道：“这是悟道茶？”“易道友也是懂茶的。”“你平日里都是喝悟道茶？”“是啊，感觉这茶还不错，每次喝完都会让我对人生有新的感悟。”“悟道茶随便喝也不在意，而且此人的气度做派，我只在那些道界后期大能身上见到过，看来这人真是不简单啊。”就在此时，一个看起来很孤傲的男修士从天骄阁走出来，驻足目光落在白夜身上，眼中露出一丝嘲讽：“你就是新入阁的白夜？哇呵，这可真是稀奇了，道种境居然也能进天骄阁。还有易道友，你倒是好雅兴，跟谁都能坐一块说场话。”“靠，你谁啊？我跟易道友喝茶，碍你事了？简直莫名其妙。”“好小子，没人教你怎么尊重前辈吗？”“你算个什么前辈？你以为你是道劫大能啊？不过是道果境而已，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似的。你看看人家易道友，修为不比你低吧？也没像你这样端着架子不可一世啊。做人低调点不好吗？”“哼，小子，你找死！”“季宁兄，你别生气，大家都是天骄阁的兄弟，自家人，别伤了和气。”“哼，谁跟他自家人？一个道种修士，他配吗？要不是天骄阁规定不允许在阁内互相残杀，我挥手就能灭了他。”“不是我瞧不起你，就你还真没那个本事，谁宰谁还不一定呢。”“行，小子，你若真有种，就出来，咱们到外面来打过，看谁能宰了谁，别躲在里边耍嘴皮子。”“最近刚好突破，正好可以用它练练手，看看我的实力到底增长了多少。”于是白夜跳出凉亭，往天骄阁外走去。一超这会儿没再阻止。李清月之前说白夜很厉害，他也想瞧瞧白夜到底有多厉害。“来啊，动手呀，让我瞧瞧你到底有什么本事。”“哼，没想到你真敢跳出来找死，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话落，只见金云张嘴，吐出一枚神通符种，符种飞在空中，突然化作一朵乌云，然后轻轻踏步飞翁，电闪雷鸣。麒麟羽生来就是用威力最强的青云魔雷术神医，这显然是要取而你的性命。卧槽，这还是人吗？瞬间秒杀到果境，而且他刚才施展的法力中居然凝聚了2000多个法种符文。靠，道果后期修士居然如此不经打，这一下子就没了。就这还是天骄，对不住了，真不是有意要杀你的，主要是你吹牛吹得太狠了，害我以为你多厉害，出手重了点。李清月啊，你对白夜评价还是太保守了，这哪里是道种境无敌呀，道果境也是无敌呀，简直不可思议。走，易道友，咱们继续喝茶。得，白道友，你还有心思喝茶？这季宁的爷爷是星海宗的宗主季云海，你杀了他的孙子，恐怕会有后患。易道友，这季云海是什么修为？神游境修为，如今的修仙界应该最高的修为也就是神游境了。修仙最基础的境界是筑基，筑基之后便是道之三境和神之三境，度过神界方为真仙。这季云海是神境尊者，还真有些头疼了。季云海应该不知道季宁是我杀的吧？易道友应该也不会乱说吧？我当然不会说，但是就怕季云海有什么特殊手段查到这些。放心，只要你不说，此事季云海应该也查不到。接下来，白夜就开始了在天骄阁的门卫生涯。道友，还请通报一声，万花谷胡新月申请加入天骄阁。哦，万花谷，之前好像有个万花谷的长老买过我的萝卜。白夜没说话，伸出右手摊了摊手掌。道友，有什么话还请直说，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这女人这点眼力劲都没有，看来悟性也是有限的很啊。胡道友，你请回吧，你资质太差，没资格进天骄阁。胡新月傻眼了，这看大门的道种修士居然说他资质太差。他是万花谷万年来的第一天才，如今已是道果后期，随时都可能晋级到洁净的天骄啊。道友，你是什么意思？天骄阁的事轮得到你一个看门的做主吗？我虽然只是看门的，但是眼力还是有的。以你的悟性，不光资质不行，以后也很难在修仙界立足。胡新月愤怒极了，可是又拿白夜没办法，得罪天骄阁的后果他还真是承担不起，转身无可奈何的走了。哎，一看就是万花谷温室里的花朵，没怎么出过门。其实白夜是有些故意的，他真不愿意壮大天骄阁的实力，因为他还是怀疑天骄阁可能是一群高阶修士暗地里干打劫勾当的组织，所以能阻止一个是一个，也少一些杀戮。
道友，劳烦你通报一下于长老，就说离火岛秦家3日后将举行家主的真君大典，还请于长老届时光临秦家。哦，这是请于长老喝喜酒来的，哼，那就不用为难他。行，等下我就通知于长老。道友，我见你拿着个酒葫芦，应该也是爱酒之人，不知你手中有没有太微灵酒？没有，太微灵酒虽然只是低阶灵酒，但是却是低阶灵酒中的极品，不仅酒方难寻，而且酿制极为不易。那道友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名贵的灵酒，能不能卖些于我？道友，此乃红尘醉月酒，是以红尘果为主材，以雪山灵泉水酿造。每一坛红尘醉月酒都需要在地底埋藏100年，经过时间的洗礼，岁月的沉淀，乃是感悟红尘、淬炼心境的最佳饮品。我观道友气血充盈，应该是即将凝结道果了。这红尘醉月酒对凝结道果会有些帮助，送于道友了。白夜听说可能对自己凝结道果有帮助，立刻大喜。那就多谢了，道友名讳可否告知？若是真能凝结道果，他日必定登门拜谢。不用客气，我叫秦观，离火岛秦家弟子，道友如何称呼？在下白夜，秦道友为人大气，他日必定有大成就。秦观笑了笑，也没在意白夜的客气话，就潇洒的离开了。啧，这秦道友在修仙界肯定是个八面玲珑、通人情世故的人。接着白夜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果酒，一口闷了，然后肚子像火烧一样，没一会整个人晕乎乎的。他没想到果酒居然把自己喝醉了。白夜睡着了，罕见的做了梦，梦到了他童年时代每天跟在隔壁的叶欢姐姐身后玩耍，还梦见了一次无意中撞见叶欢洗澡的那一幕。然而突然梦断了，迷糊中感到有人在推他，睁开眼一看是个男人，看清模样后把白夜吓了一跳。这人怎么神似19天通天商铺的店主岳千愁？小子，你是天骄阁的新成员，让你守门，你居然躲在这里睡觉。前辈，你是？我是何千秋，天骄阁的阁主。哦，天骄阁最神秘的阁主居然出现了，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哪位长老招你入阁的？是夏长老。你一个道种修士，居然能入我天骄阁，看来你很不简单啊！得亏了夏长老看中，破例让我加入了天骄阁。何千秋似乎感觉到了白夜有点畏惧，安抚道：不用怕，你既然入了我天骄阁，那就是自己人，我是不会对自己人动手的。你最近去过33天商铺？这话一出，白夜心底悚然一惊。他记得当时19天商铺的主人也说过这话。阁主如何得知的？呵呵，不用惊讶，我能感觉到你身上有33天商铺的气息。白夜听见这话，心里更是发毛。这话岳千愁也说过，但他去过19天商铺，为何何千秋没有感觉到19天商铺的气息？他的商铺有多大？这下白夜更是惊悚中带着恍惚，好像眼前人和19天商铺主是同一人一样，因为问话基本都一样，强行镇定说道：面积不大，也就比这凉亭大上1倍吧。下次你如果再去33天商铺，把这玉简交给他，给他带句话，就说第9天商铺的店主何千秋想约他谈点事，就约在楼中楼吧，他什么时候有空都行。到了楼中楼，用传音玉简通知我，我随时能赶到。白夜心头一阵狂跳，天骄阁阁主居然是第9天商铺的店主，便忍不住问了句话：阁主找那33天店主要谈什么事？此话一出，何千秋忽然眼神一寒，一股庞大的威压落在白夜身上，白夜好似被开山压顶一般，那恐怖的气势威压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还有，我是第9天商铺店主的消息，不要透露给任何人，包括天骄阁的成员，包括引你入阁的夏长老也不能说，你懂我的意思吗？阁主，放心，不会乱说的。何千秋这才收了气场，笑着道：你也不用怕，你既然入了我天骄阁，那么也算自己人了。只要你不动歪心思，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这会儿修为太低了，要努力修炼了。如果表现好，将来我也不是不能送你一场造化。白夜也没敢问何千秋要送什么造化给他，这阁主实力太强大了，仅不经意释放的威压就能让他丧失还手之力。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神境修为。夏青青知道我33天店主的身份，如果不小心透露出去，那就会出大事啊！怎么办？得想办法让夏青青帮我保守秘密。现在你马上通知5位长老，让长老们通知所有天骄阁成员，明日5时之前，所有成员都必须来天骄阁集合，马上天骄阁将有大行动。白夜不敢怠慢，立刻拿出夏青青交接给他的传音符，将消息传达了下去。行，你小子说话办事利索，
不拖拉，好好修炼，将来成就不会低。说完，何千秋的身影就在原地消失，应该是瞬移离开了。面对着何千秋时，压力太大了。我作为地球上的修仙者，来到了修仙界的天骄阁，却被分配当起了门卫，从而遇见天骄阁阁主，因一句话没说好，差点丢了性命。白夜，阁主呢？已经离开了吗？阁主已经离开了。哦，亭子被你搞成这样还挺不错的，你小子还真会享受，还喝酒。哼，是红尘醉月酒，这酒挺烈的，我都喝醉了。夏长老，要不要喝点长吞？不用了，我对领酒没什么兴趣。阁主有没有透露明天有什么大行动？阁主没说，我也不敢问。行吧，那我明日再来。夏长老，等一下。哦，还有什么事吗？我想请求夏长老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是33天店主的消息，包括阁主。哈哈哈，放心吧，虽然通天商铺是强大的神器，可你那是33天商铺，我们第9天界的修士就算得来也没用的。不过你小心些也不为过，我能理解，你尽管放心就是，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那就多谢夏长老了。不用客气，行了，我先走了，明日再来。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身牵挂，望着寒月如牙，不胜纵马。白道友，你这是什么宝物？怎么会自己唱歌，而且还极为动听？哈哈，你喜欢听歌吗？喜欢，我觉得这歌很好听。来，这个送给你，我教你怎么使用。哈哈，好呀好呀，多谢白道友。下次我把我爹的好酒给你带一坛，保证是你从没喝过的好酒。白夜给李清月教会使用平板电脑后，就一起去天骄阁议事大厅了。各位长老，先清点一下人员，是否所有人都到了？天骄阁共5位长老，4位长老都汇报人员已到齐，只有3长老石景云说道：“阁主，我旗下人员少了1位，已经联系不上了。少了哪一位？纪宁，就是星海宗祭神尊的孙子。不管是谁，阁里的重大行动如果不参加，也没有留在阁里的必要了。将纪宁的名录从天骄阁移除吧。是，我马上移除。接下来我说下咱们天骄阁的此次行动。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这次行动的一切收获都归各位所有。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哪位运气好，找到了天命喜魂花，一定要交给我，我会以100亿灵晶1朵的价格从你们手中购买。天命喜魂花是天地奇珍录上排名第3位的奇珍，仅次于星空混沌果和金刚子魂木。据说天命喜魂花可以洗炼神魂本源，是神境修士才用得上的奇珍。1朵天命喜魂花100亿灵晶，这个价格足以让7大超级宗门伤筋动骨，让一些大宗门直接破产。此次我们行动的目的地是星空秘境，在星空秘境之中，你们只有1个月的时间。1个月内，我会在星空秘境外等着诸位。如果超过1个月没出来，那么很抱歉，诸位只能在星空秘境自生自灭了。当何千秋说出此次行动的目的地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星空秘境可是在第9天界的月亮之上，传说月亮之上有一处宝地，称之为星空秘境。此处秘境平日根本无法进入，但是每300年会有一次月星曜日的奇观出现，只有在月星曜日出现的那一刻，用60枚月华之晶就能开启星空秘境，且每次开启只能为期1个月。而月华之晶乃是月桂树开启了灵智，修炼到化形期后，体内的妖力结晶极为难寻。此时5大长老仿佛也明白了一些事情。天骄阁成立300余年，一共覆灭了59个宗门，而这些宗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宗内都有一棵万年之上的月桂树。每次月华之晶都被阁主何千秋拿去了。天命喜魂花虽然是天地奇珍录上排名第3的奇珍，但是何千秋为此耗费如此大的心血，耗费300年的时间，真的值得吗？星空秘境在月亮之上，没有神境修为是无法横渡星空的。如此多的修士要如何带我们登上月亮？何千秋没有给众人考虑的时间，就说道：“现在我们就出发，诸位跟我来。”阁主，这难道便是上古遗留下来的飞行至宝9天清明舟？夏长老好眼力，没错，这就是9天清明舟。据典籍记载，9天清明舟可以遨游万界星空，乃是飞行至宝，其价值堪比先天灵宝。诸位，请上舟。这速度快得超乎想象，飞机高铁跟着差了1万倍不止啊！不到半个时辰，9天清明舟就停在了一个散发着白色光芒的星球之上。这就是月亮，
地球的月亮是光秃秃的，这个好像隐约可见山川河流，不知里面有没有广寒宫、广寒仙子，有没有嫦娥？大概等了2个时辰，整颗地球突然散发出无比璀璨的光芒，光芒中有一片漆黑区域。何千秋大手一挥，60道月华之精瞬间落入漆黑夜色中。片刻后，漆黑区域忽然亮起了一道发光的门户。何千秋大手一挥，60道月华之精瞬间落入漆黑夜色中。片刻后，漆黑区域忽然亮起了一道发光的门户。诸位，赶快进去！1个月后，此门会开启，我在出口等着你们。说完，何千秋大袖一挥，众修士全部从9天清明舟上被何千秋送进了门户中。门后是一个空气无比清新、多姿多彩的世界。这秘境中天地灵气的浓度要比修仙界要浓郁10倍以上啊！因为秘境太大，5位长老各自组织了旗下的成员，向不同的方向进发。哇，这是寒烟草，炼制化气丹的主材，而且年份至少都是300年以上了，看这里怕是有上万株了。寒烟草不是啥珍贵灵植，其他人看都不看就走了。但白夜想到陈无几人快晋级到种境了，到时候就用得上化气丹，就开始弯腰去采摘了。白道友，你采摘这寒烟草做什么？我有朋友马上就晋级到种了，他们需要。李清月看着前面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有些为难，不知道是该等白夜还是跟随前面队伍。白夜看见李清月左右为难的样子，有些好笑。这丫头还真是脸皮薄，都不好意思开口。李道友，你先走就是，我随后就跟来。李清月听白夜这么一说，脸上一热，道：没事，我帮你摘。接下来2个人不到半个小时就采摘了几千株，差不多够了吧？后面应该会有更多贵重的灵材，还是把它采摘完吧。这么多够你100个朋友用的了，还要采呀？我宗门里至少有200多修士需要。又半个小时后，终于将这一片的寒烟草采摘完了。白夜和李清月继续往前赶路。